又卡了，快进屋吧。啊，他看我拿这个东西了，我说他该疯了。这个也关了。那个也在那边。装回去吗？不装回去，就放在那儿，别让它落灰就行。那不让它落灰，这怎么不让它落灰？放在柜子里就不落。那只能放一个层一个。充我电，没电了。我说你坐这充电啊。我是坐那儿。你坐那里。我也好气。碧桂园国际学校有多远？碧桂园国际学校我不知道在哪儿。你说的是哪个城市啊？我是在惠州，我不是在深圳啊。有的人说我在深圳买的房子，我买不起深圳的房子。这个柜子都坏的，你看。这柜子应该是他自己组的，应该就这样的质量。惠州碧桂园不知道在哪儿。主播多重啊？主播87公斤，87公斤差不多。那边还有。真好，真好好。充电线。啊，对，还有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因为我这个房子其实采光，就是那个光啊，其实已经够了。然后我要是买一个吊顶的话，这个就是那个顶灯的话，就是那种吊灯的话，就那种你们看过那种别墅的那种装修吧，它中间会弄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那种吊灯，那个吊灯要2、3千、3、4千，我买不起，所以我就弄了一个遮罩，把这个灯的线剪了，就弄一个遮罩就完事儿了，就这样了。就我不会再弄个吊灯了，弄一个吊灯太贵了。对，这个100块钱，100块钱。这个还要100块啊？那不然呢？这个要100块，这个东西要100块。但是你要是买一个水晶灯的话，或者说买那种就是美式的那种灯，啊，就很贵，那个至少2、3千。那你要像那种就大的水晶灯的话，那估计得几万块钱。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就是这个灯啊，已经够亮了，而且我们，地上还会有落地灯，还有那个台灯，对，就是不太会再需要一个这个灯。这个灯买完了其实就是一个装饰，就基本上也不开，这谁家开那么亮啊，对吧？所以就是一是没钱，二是就觉得就够了，你看你那边的光，它就亮，所以就显得我脸不对称，赶紧把那块光都关了。那这光还能照到你？能啊，你看两边的脸不一样。我关了，那要是一样怎么办？一样的，整死你！整死你！对啊，家里装吊灯一般都不开，对不对？还是一样。那我整死你！我就说刚刚坐这边的灯，我让你坐这边你就不坐。
对。这光不对劲儿，这光。换个滤镜，显得我脸。这里取消，点这个装饰，点这个装饰，点，对，滤镜。这个就正常，这就正常了。好黄啊，那个。哪里黄？黄就是这个画面黄黄的，看着大家想睡觉。就是暖光，看着会想睡觉。显白呗。这两天给他的脸，给我看看你手机，我看你的那个评论区。不是你这两天说什么？给你点脸。没有，我抖音没有评论。我看看。真的没有。我看大家怎么反响如何？因为我看直播间里都有在看呢。真的没有，现在77个点赞，一个评论都没有。11个。我看看评论的什么。不要。我看看，等会儿我也能看见。等会儿看吧，等会儿人家评论多了再说。都发了2个小时了吧？11个评论还会多到哪儿去啊？你买个抖加吧。那你们，那你给我买，我现在他有一个抖音，他扶持我，他说他送我一张50块钱的券，但是要满100块钱才能使用。没钱。那你让我买抖加。我看看。不要。快点儿。他们都说我不好。我看看。他们说我不好，不要。他们说我不好。20。不是。哎。不是，给我吧。21。给我。哎，不对。还给我。21019。不是，还给我。啊？不是你生日吗？是我生日啊。200119。你好好想一想。你不是11月19号吗？那你对啊。20年啊。01。为什么是0？我应该算那个后边呢，我看看评论。不要看评论，他们说不好。在这我。不要看。不要看。看你。都说不要看咯。你管我看不看？不要看。我算是发现了，这个避难所系统真的不是赛季。你这里怎么能看抖音呢？是能看啊。熊。起开。不起。我这给你看，你不要在这搜了。真的就很少，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你看个屁呀，看。就很少，你这有什么可看的？他好懂啊，都是第三方安装，啥人都有，真的，他好懂。那这个人我会找，就是那个。呆呆说的好懂。下一个是我是忘记开评论了，所以说评论很少，点赞多。忘记开评论了。对，之前的是。就是我之前，我看看你整的玩意儿。小孩子安装这个床架子，今天老范约了装床师傅，下午师傅来的时候带着老婆孩子，对一个不到3岁的小孩子安装这个床架子，
本来老范觉得一家人一起工作，画面温馨美好，打算让我录视频记录，没想到，好家伙，那小朋友跟个窜天猴似的，在床板子上跳来跳去，崭新干净的床板子瞬间被踩的全是黑脚印。老范忍不住说了句：“让小孩子别踩了。”这才勉强下来。结果没一会儿又跑上去玩窗户，那窗户还没护栏呢，我就让他赶紧下来。小孩子的父母也赶紧叫下来，转身又在床板子上蹦跶。他父母就只是嘴上轻描淡写的说快下来，根本没实际行动把孩子抱走。这小孩子路都走不稳，地上还有那么多螺丝，要是摔了磕了碰了可咋整？我当时血压都飙升到180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老范说了小孩子几句，还是这师傅安装能力本就有限，床板子上不该打孔的地方被打了好多孔，该居中的位置也不居中。等安装好了后，老范上来查看，顿时火冒三丈。商家宣称的高品质静音床板，一点也不静音，中间居然是悬空的，一按下去碰到下面木头就有声响，这哪是什么静音床板啊？老范立马联系商家，商家表示是安装师傅装错了，让师傅回来重新安装。安装师傅的老婆回来说给我们重新安装，老范一口回绝，说直接拆了退货。那老婆当时就懵了，站在那儿半天不知道在想啥。老范还在和商家电话沟通呢，他突然莫名其妙哼起了歌，问拆吗？我们告诉他拆走，他回到她老公车上，我们以为他们拿工具下来拆，结果等了一会直接开车走了。这一连串的事儿可真是让老范又气又无奈，还好商家答应换人过来安装，老板就觉得算了，大家都不容易，不过又要等好多天。哎，欣磊，今天老范约了装，老板就觉得算了，是老范觉得算了。你天，我他妈眼巴巴的给你改，是你自己没有改，怪我。我给大家说一下，这原本的事实经过是什么呢？我说那啥，我说你去那个3楼啊，你去拍点视频，然后就是我心里就想说，哎，一家人，然后就是带着孩子啊，挺幸福的，然后咱们就编点小作文啥的，就是弄点流量啥的。结果呢，装了有一会儿了，完了他就给我发个抖音，发个那个微信说，烦死了，那小孩一直在那踩。我说那你说一声啊。我说了啊，他也不下来。结果我上去以后，完了那小孩还在那踩呢，我这人凶啊，我说怎么能随便踩呢？下来。然后然后那家人才就是让他下来的，这货啥也不是。什么？我在上面的时候说，我说你别踩了，你快点下来。然后他一开始是让他下来了。不是，那怎么我上去我说了一句他一开始他是装2块板子的时候，他已经在上面。我说你不要踩，你摔到了不好，他就下来了。下来了之后，他就然后那个小孩子就是装完了，他又跑上去了。那你看我就说他，我上去他怎么下来了？那我怎么知道？我说了他了呀，我说了，我跟你讲，我说了，但是我这个人吧，说话就是比较温柔嘛，对吧？那我没有他那么。更好笑的是那什么，更好笑的是今天。他发现那个就是你买车是不是？我买什么车？你北京银行的那个信用卡是哪儿来的？那是你的车，凯迪拉克的还款卡。啊，就是买车，然后有一个那个信用卡，然后这小子被扣了200块钱。还没扣。啊。他是让我还这200块钱。啊。就是他是就等于就是说他那个信用卡的那个上界，就是那个银行就是说那意思就是说你要不消费几笔的话，就要扣你200块钱的那个年费。这家伙给人客服打电话，然后就是那个就是我怎么形容呢？就是哎呀，我给你演绎一遍吧。你这话说的就是我们办了一张北京银行的那个还款的信用卡，还车贷的卡。然后我一开始是联系那个给我办卡那个人，我说怎么会有200块钱的这个年费？然后他说他去问了一下后台，他说这200块钱的年费，他说你可以打这个电话号码去申请，让他给你做减免。然后我就说好，那我就去打电，然后第2天我就给他打电话了。然后今天下午我就给他说我要，就是说那个人告诉我给你打电话减免。然后呢，这个客服人员呢告诉我说你必须要消费满500块5笔，他说就算是1块钱。
你都要就是要消费满5笔，这个消费你就可以减免这200块钱。然后呢，我可能就是说话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凶，或者说没有那么威严。然后他呢，他说话呢就直接在我旁边，他就说那就算了，那我就直接打12315投诉人家。他是这样的，给大家演示一下。你好，我有一张信用卡，然后要扣200块钱年费，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先生您好，这个是我们银行就是那个信用卡用户必须得那个遵守的一个规定，然后咱们会消费5笔以后就可以免这个费用的。可是我没有那么我没有这么说话，我说我没我就正常说好吗？可是我在其他地方的银行人家都不扣啊，你们怎么扣啊？我不是这样说话的。我说我说的是我就说其他银行也没有说要有年费啊。然后那个工作人员说，是的，我那个因为其他银行之前是没有这个业务的，现在各大银行都会有这个都有这个业务的。可是我就是还一个那个车贷的信用卡，你们为什么让我消费呀？然后我就在旁边看不过去了，我就说我没有，不是，我就说我说我用其他银行的信用卡都没有说要消费满5笔，就是我正常的说话。没有，你没有这么。我有正常，我电话就是我就说喂，我说我用其他银行的信用卡也没有说要消费满5笔啊。我给大家形容一下，来，还是这样的。一定要消费吗？我不消费不行吗？可是我用其他银行就不用这样啊。我没有。你们这个有点强买强卖。我说我用其他，我不是这样的。我说我用其他银行没有这样子啊。我说你们这不是强买强卖吗？对，我是这么说话，我没有他像你说话这么温柔，好不好？强买强卖。然后我就在旁边看过去了，我说你跟他废话什么？你打12315投诉他们。然后我才知道，你知道这货就是刚才我才知道，人家还没扣这个钱呢。你知道打12315，人家也不会受理。我还说打12315，这个要打12378。打12315，人直接就介入，人就给你解决，你不用打那些没用的，12315直接解决。然后那你现在给他打12315，这不是你的事儿吗？这不是你的卡吗？这不是你的名吗？这不你说的话，你管用，来，现在给你来打。这是你的名啊！来，你打。你现在怎么说呀？人家没扣这个钱，人家12315。但是他有这笔钱已经生产出来了。这笔钱已经产生出来了，明天你是最后一天还款日。是啊，那你等他扣了，你再去找他。他生产出来了就必须要还。产生出来之后再说，啊。但是他产生出来之后，他就有这笔账在，你就让他去介入，让他取消掉啊。你现在就等他扣了之后，然后你打12315，直接就人就会查这个事儿，查完了，然后人就会给你回电。他过了11月30号之后，他还要再过5天，你知道吗？他为什么要过5天？他说你过完这5天，你自己打呗，这是你自己的名，我打是怎么回事啊？你说话你说话不是比较硬气吗？那就让你来啊！我跟12315不会硬气的。哎呦，你不是说我那个没说话那么软吗？那你跟他打啊。我可不像你这，你们这不是强买强卖吗？根本就没有这样子，乱说。现在银行都有年费，屁年费。谁告诉你有年费的呀？我们那张是信用卡。对呀，我们是信用卡。你是信用卡，不是银行卡。银行卡怎么也会有年费呢？而且就是这个笑脸这个，你知不知道是多少钱？200块。你见过哪个银行会有200块钱年费？你跟我说说哪个银行有200块钱？你不要进我直播间，你上来你就在那块点评。你先听明白，不是那个 HM，你打电话给客服，他也没有减免，他要你消费满5笔，直接就打电话投诉他就是硬让你去用他的信用卡去消费满那5笔。消费呗，你正好你有些皮肤没买呢，6块钱皮肤不用还呢，那花了钱24块钱，硬气一点。
看王者又不是每天给你出一个6块钱的，你就把6块钱都买干净。没有每天都有，它是隔3差5才出一个那我这6块钱边要充的。6块钱。你现在没有6块钱的皮肤出？我不是啊，我不充那个呀，我充其他游戏。充，来给你充。啥也不是。就是咯。消费1毛，对。你现在上哪去消费1毛的东西嘛？怎么没有啊？你去哪找嘛？你去银行卡里面，你去。你上淘宝买，你就乱七八糟，你还得去找，你就是很麻烦啊。对，会收个年费10块20块的，不能收200块钱。对。你不能收200块钱，你要收200块钱那就太奇怪了。不是你网购你买什么？问题是我没有什么想买的，你让我硬去花这笔钱。你给我转钱不也行吗？他行，他要支持你去，不行，他是线上买东西跟用 POS 机，你转账又不能用这个，除非你是要那种店里面那种商家嘛，支持信用卡应该才可以吧？转钱不行哦。行啊，那这充值就好了呀。那你不就是还是跟他一样的说法，消费满5笔吗？是啊，就充值就好了呀。那其实我的意愿是不想去花这5笔，我就要让他给我减掉。我就是不想用他这张卡，明白吗？对，你充话费就好了。对，应该让办卡的看看吧。是的，这无所谓的。但是你要强收我200块钱，这个完全不行的啊。太抠了，这不是抠。他妈，你没事你给我200块钱呗。就说你没事你给我刷一下，刷。你给我刷200块钱礼物吧，你不抠，你咋那么能装呢？叫琥珀的，你咋这么装呢你？你给我刷200块钱吧，爱拍照的琥珀，衣服很好看。起来，是的，就是这个叫醒醒的，你说的这个没问题，啊，这个其实是这个是你说的是对的，正常的我们办这个信用卡其实就是为了还车贷，但是他每年还要求我们就是说，刷5笔，那这个他就等于就是让把这个卡就作为你的日常的支出的一些东西了，对吧？他这个是不太合理的。就这个北京信用卡，然后办的这个车贷有，我的农行都没有。1块钱充5次就可以了。是的，多不收费，去银行多不收费。信用卡银行写的没用，他办的时候也没跟我说告知啊。你可以申请张普卡，现在的金卡消，把现在的金卡。我们用的是信用卡，不是储蓄卡。你们看不懂，你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啊！就是有些人在有些人就看直播，永远是什么呢？就是不知道咋回事儿，完了就跟着点评啊，就是，对，就是你们看直播，你们先看明白，先看明白。要不要取消？我觉得你要觉得不合理，你就投诉啊！你别管这个事儿成不成，你先投诉，你就投诉去就好了啊。很多事情你就是你就像我有过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我酒吧，我开了一家酒吧嘛，然后那家酒吧在今年的3月份就不做了。不做之后呢，费用一直在产生，就是那家酒吧不做了之后，然后就是那个网线一直在产生费用，每个月都要扣800块钱，然后我就非常的生气，为什么呢？因为我会觉得说你一开始
我不知道这个费用也就算了，后来我知道以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那个不做了，然后那个就是那个你把我停掉，结果他没停，我就直接一下就怒了，我说从3月份一直到现在你都没给我停，我说这个钱你要返给我的，从3月份一直到10月份，一直到8月份5个月，每个月800块钱，5840，4000块钱我让他返，结果他们的业务主管就说，哎，这个不可以，这个怎么样？说你不做了，你要停的。我说我当时让你停的时候你也没停啊，对吧？你现在产生了费用，而且我之前你们也没告知我说要停啊，然后我就硬要咬这个理儿，把这个4000块钱就算是那个业务经理就算是答应退给我了。结果10月份答应退的，11月都没退，然后一直就是不是8月份退的，8月份答应我的，到10月份都没退过。后来我就一直在投诉，我一直在投诉，到10月份给我解决了，退了5840，就是退了将近5000块钱将近5000块钱，退了5000块钱，而且我还把这个业务经理给投诉了，就是因为他这个业务经理也是奇葩，答应我做的一些事儿，结果不去做，然后我给他发消息不回了，然后在那块打王者荣耀，在那块就是5排呢，然后我就给他投诉了，就很多东西，你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你要是吃亏了，你完完全全可以去投诉你别管结果是什么，你先投诉，你先解气，哪怕这个钱我要不回来，但是我得投诉就是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权益在哪儿信用卡等级划分金卡以上都有年费，200块钱年费我觉得太夸张了，还是那句话，200块钱年费太夸张了。你要是收年费的话几十块钱正常的年费好像就是说是20块钱50块钱这种对吧？白金680的年费，放屁，谁他妈承认呢？我不承认，凭什么？你给我一个理由，凭什么？对你有些人你愿意交这200块钱，那你愿意就相当于就是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什么呢？就是说是什么银行提前还款，然后怎么样的，就是人家让你等，或者说不能提前还款，你愿意在这块等你就在这等，你不愿意在这等你就投诉就完事儿了。很多东西其实你就算是合同上写的，他也不敢硬着跟你刚，因为他这个属于就是霸王条款。这回你们能明白吗？很多事情不是说他合同上写就完事儿了，就比如说我们作为房东来讲的话，比如说你在合同上写说什么只要什么什么你在这个房间里有损坏，我就不退你押金，你不退试试。你要真跟他刚的话你试试。就是业主有些东西就是只要涉及到消费这一块大家还是站在那个消费者的权益上所以就是说很多合同上写的东西扯犊子，都那个不具备法律效益的。就你要跟他硬刚，他刚不过你，你愿意吃亏那就你自己的问题，你要不想吃亏的话你就告就完了也不用告，也不用打官司，直接的12315投诉，一投诉一个准儿。我不知道你们的城市是怎么样，反正我们深圳的12315非常的给力。我们之前就我在深圳的房子是那个公寓嘛，你别压着线，行，出去，滚，动。我深圳的房子是公寓。然后那个公寓它会不让我们就是自己安空调，我们的公寓是他们要走他们的那个就是什么
就公共的那个外机，然后会有一个流量费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费用产生。后来我就觉得非常不合理，群里好多人都觉得不合理，因为我们业主群嘛，就好多人都说不合理怎么样，但他们就没管。后来我就直接打12315，直接就警察就上门了，然后就直接就允许业主自己家装空调了，不走他的这个空调流量费。你物业你再牛逼，房子是我们的，对不对？房子是我们的，我们有这个愿意用你们的这个空调流量，就是空调的那个中央空调的那个管道，好，那用你们的，不愿意我们自己办没问题。所以就很多时候不用怕，直接投诉，12315能帮助你们好多。之前咱们不懂啊，就之前有些小朋友，就是你们在社会里边，就是你觉得很多事情可能啊，人家合同上写了怎么样的啊，不敢去跟他们对抗。但是我也是这几年我发现就是说，只要你是消费者，很多时候你应该硬气一点，而且就是起码咱们国家会非常支持，就是消费者的权益。你要觉得不合理，赶紧投诉啊，赶紧投诉。很多东西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银行，你就是银行，你能怎么着？啊，你银行你怎么了？银行有什么了不起？群里怎么解散了？就因为我有10多个群，10个群，然后前9个都是建立的比较早，不说话了，我就把群解散了。现在只剩1个群了，这1个群里边大家就是就是会比较活跃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很多的人在那个群里也不太说话，我就没必要就是留那个群。先消费无笔，追回年费再投诉，是的啊，这个解决方式是可以的。讲法律魅力翻倍，不是，我现在也涉及不到法律之类的啊。我觉得我说的东西不涉及到法律之类的。严格意义上，咱们这不算是什么太正规的法律。我能想到就是消费者权益，消费者权益很重要，你们要有这个意识，就是消费者是最大的啊。你要什么打官司之类的，就是越大的人，就是越大的企业、越大的群体，他越怕你。特别关注不需要群通知。我通知干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我的直播就是大家能刷到吧，大家能刷到，就是你们来看直播之类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正常啊，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通知会让大家有因为我本人也是关注别人嘛，然后但是有的人他直播就真的好无聊，我就不想去看他直播。所以就是你们感兴趣的话，你们自然会进来，包括我的直播间里基本上熟人不会进来，就是可能网友会进来，生活当中朋友人家不想接到这些通知。系统会通知啊，对啊，我就觉得直播这个东西我没有期待，就是说什么通知不通知的之类的，包括我什么剧有没有人知道我拍了新剧，无所谓啊，无所谓。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一段时间的，就大家看够了也就不会再来了，或者说就是到别的直播间了，可能有一段时间，突然又刷到他了，感觉他今天的发型不一样了，那他过来又看一会儿。直播它其实是，你做过直播你就知道，直播是一个阶段性的啊。稍等一下啊，给我10秒钟，我看看微信。
对你们帮助很大，很治愈，治愈。对，就我不太有什么期待啊。最近我跟大家说，想吃图图的乌干达呀，乌干达到底是就是怎么会乌干达怎么？乌干达就是怎么会出现这个乌干达这个东西啊？就是对乌干达是我知道指什么，但是为什么这个乌干达是那个东西啊？它是一个，它是怎么形成的这个乌干达呢？还是一种语言？为什么大家会说那个东西是乌干达呢？乌干达是那个东西，对啊。乌干达是什么？乌干达就是小大夫的那个很小，我的很大的一个东西。对。想去偶遇，去哪儿偶遇？你什么都想，做梦，你早点睡觉，做梦。我这头发睡偏了。你今天刷不刷漆了？都10点了。明天早上刷。把那个厨房刷，行不行？明天早上刷。先刷，明天他干活，或者说你把门刷了都行。明天他干活，我干我的活啊。他干活，他有灰呀。没灰。有灰。没灰。你今天刷1个就行。乖，好宝宝，好宝宝真漂漂，哎呦，宝宝真漂，宝宝真漂，身材要好，也想想。我只希望我在我剪的时候，剪视频的时候，你能好一点说话，不要骂我，不要，好吗？我以后都不管你。那不行，那是我求助你，但是你不能说我，也不是说我，就是你不能说的那么那个，就像今天一样，我已经很努力的。他很努力，哎，我已经很努力。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为什么凶他啊？你那个原本的那个文案还有没有？我给大家读一下他原本的文案，就特别生气，你知道吗？所以说你看，我就是写好了，就是为了让你修改的。他原本的文案，我告诉你大家，就是他就是那个在那块就是说那个银行的那个年费的事儿，然后我就说你跟他废话什么，你就投诉他呀，投诉12315投诉他们，结果他就挂了以后，他在那块编辑，我就以为他在那块编辑投诉文案呢，上诉。对，我以为就是要打官司呢，在那块写状纸之类的，然后结果我说你写什么呢？写这么慢？他说那个写那个文案呢，是抖音的文案，然后他就吭哧瘪肚写了将近4-5个小时，写完了以后说你帮我看看修改一下，就你们现在看到的文案是我修改的，他原本的文案什么你就修了几句，大部分是我的，然后删了一些。这几句非常的关键，他的文案是什么？就大概的意思，就是意思比较刻薄人家。对，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安装床，然后但是呢，我们安装床板。对，安装床板，就是说的可能相对刻薄了一点，人家我就是要纠正你。啊，他的文案是这样：今天安装床板子，没想到一家人都来了，还带个小崽子，那个小崽子上蹦下跳的。也不知道多大的活，一家人上来怎么样，就开始就这么说人家，说那小崽子，那小崽子怎么样，就一直在说人小孩叫小崽子，不叫小崽子叫什么？然后我说你这是干什么呢你？我
我说你干什么？我说，然后说老范都生气了，怎么样的？行了，行了。老范都生气了，然后老范就是那个非常生气，然后就写是要日记吗？退货，对。对，要退货。你这好像就天下所有的恶博都是咱俩。什么？就是我刻薄的写人家。对啊，就是刻薄，还本来就是你把美好的东西全舍弃掉了。你说人一家，我可没想着人家一家人来就是美好。对啊，人一家来了，你就是正常来讲的话，你看一家老小，然后一起出来打工，男的陪女的，女的陪男的，孩子那么小的年纪，可能人家放家里，比较担心，所以呢，恶毒陪你。所以呢，人家孩子那么点儿，他不可能放在家里，人家又靠自己，年轻小夫妻，小夫妻，然后那个带着孩子出来打工，他可倒好，也不知道多大的活，一家老小全来，那小崽子上蹦下跳的，跟穿天猴似的，就开始说人家3句话不离小崽子，就是那个小崽子贯穿全文，小崽子，我把那个小崽子改成了小孩子。哎呀，我就看完以后，我都懒得告诉他我到底就是因为啥，我就不想搭理他，你知道吗？你说你发个文案，你说你不能招骂吧？你是为了火吗？所以才需要你改啊！你说这个还用我改？所以说让你改才能智商稍微高一点，这才能让你凸显了让你的作用。你说你都不知道你想干嘛。所以需要你让我改，让我帮我改，对不对？没有错吧？不想说话，写那玩意儿，还说辛辛苦苦写1下午。那不是写了3小时呢，删了我一半。厌蠢，我真的厌蠢，非常厌蠢。那你说那句话多个人呢？也不知道多大的活，一家老小都来了，带着个小崽子上蹦下跳的，上蹿下跳的，人家正常人肯定就是人家读到你这儿的肯定会在想说，人家年轻小夫妻，人家不靠家不靠老人，然后孩子那么小，带着一起工作，这是太正常不过的吧？对吧？人家就打工的，人家就是带着孩子，那孩子不到2岁，人上蹿下跳，人其实也正常，对吧？也正常，你就把他们的问题，就是描写他们不好的东西，你可以就是说婉转一点说，你别指着就是人家骂这小崽子怎么样的，对吧？你那显得自己多刻薄呀！你要把那个什么那个护栏都没安好，然后就是万一摔到了，这些你着重的描写一下，你就说，我心疼这孩子或者怎么样，你啥也不懂，等于就是泼妇一样。你发出去，你不挨骂，你干什么？给你操心都。那个，然后还说老范就不乐意了，就死活就要退这个东西。我那什么死活啊？就是一口回绝了。那他们踩脏了，正常来讲的话，咱们也是不应该就是说退货的。咱们为什么要退货？你知不知道为什么要退货呀？哎呀天！对，退货是因为不静音，然后又打了很多的口子，不是说就为难那个你那么写下去，好像咱们为难安装师傅一样。那是安装师傅的问题吗？这不是退货，不是跟厂家退吗？你这边就是往自己身上那个抹屎愁死我，这还让我看呢。这不是让你改吗？这要凸显你。去吧，就把那个刷，乖宝。那你这样的还帮我改？下次还帮你改。下次我大嘴巴子呼死你。
为难小崽子他爹。那你为难我，而且你选是刷这个还是刷门？那你真的还帮我改？啊？嗯，还帮你改，是吧？中年夫妻就是老夫老妻，就这种动作是很恐惧的。现在他一拿那个，我告诉你，他现在一拿那个浴巾铺在床上，我就害怕。哎呀妈呀，就是害怕死了。安装太不专业。你刷哪个啊？刷1楼比较好。这一楼也不好刷，其实。那你刷门吧，我觉得1楼你刷不明白。1楼你刷不明白。 1楼还得整理，刷2楼吧。那你整理，那你明天你也得整啊，你哪天不都得整啊？那你就整理吧，你先放在柜子里。柜子里面都脏吗？你擦一下柜子。不可以。它其实有的还可以。它其实不脏。对，它就你简单擦一擦就行。不有那个湿巾吗？那个厨房湿巾擦。不脏。反正你就先放那里边，到最后那个咱们还得刷。浴巾铺在床上是要干嘛？防止他尿床。他有一天早上我就说他在那干嘛呢？然后他就是我其实我就摸到那个床就湿了，然后我就说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也没好意思说，然后接着然后我上了个厕所，他回来他就把床单换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尿床了。这个吗？不是这个，就是这个白色。是木质漆，是木质漆。它这个石膏不是要先弄那个抹那个？尿床了他。它这个不是要先抹那个什么东西吗？你拿过来，你把所有漆拿过来。这个就是抹，这个就是那个漆，我猜的。是白色吗？是的。我看看。你看这个我都拆了。我看看。是这个，我拿出来你看。柔光白。它呀。是这个。啊？不是这个。再找。放回去，回来。它是跟那个那什么在一起，跟一袋那个瓷砖处理器在一起，应该是个小瓶的，2个小瓶。为什么会尿床？不知道。因为晚上水喝多了呀。晚上水喝多了，然后早上梦见厕所了，懂了吗？害不害臊？有啥害臊的？他不拉床上我都已经可以了，他要拉床上的话，那我就真生气了。拉床上怎么了？拉床上我就把那个屎拿起来，然后喂他嘴里，这是。你塞。抓起一把，让你拉。恶心，你碰不敢碰的你。来，我看看，快点拿过来。就这个啊，瓷砖漆啊，要先拿这个，宝宝，我教你。还有2罐瓷砖漆。都是啊。没有啊，一个是你看亮光清漆。是啊，刷在它上面的。先刷它吧。先刷它。对啊，先刷它，再刷它嘛。对。过一段时间。拿这个就是把那个台面就是像那个就是擦脸一样，然后就给它滴，然后拿那个你找那个抽屉里边。这个。对，然后用它擦大概就是擦完一遍，然后大概10分钟之后再擦一遍，然后擦3遍，才能把这个。你别在这儿。上面有东西。哪有东西？这上面还有那个剩余的那个东西。这不是新的吗？不是，这个是旧的。或者说你直接放在这儿也行，然后就擦，
最主要的就是它不掉漆的主要的原因就是用它给它处理干净了。那还挺难刷的，那比较难。冰箱这边也难刷，冰箱还得推出来。冰箱那边就还好啊，没遮盖多久啊。哪里啊？你要伸进去啊！冰箱这里这个边边你不伸进去。你往那边推一点就好了呀。不行。啥不行？这样住在装修里边对身体不好。我们又不住在1楼，我们是别墅。啊，我们是别墅。别墅是什么意思呢？别墅就是这边刷完了以后，哎，咱们马上就上这边来了。哎，咱们上2层，2层咱们不刷。哎，能明白吗？咱们别墅，你懂吗？别墅。对。开始嘚瑟了。梦中情书。啊，直播违规了，我嘚瑟也违规呀。看看大别墅，你先让他干活。你不知道是不是啊？啊。才10点钟，还可以干活。明天早你早起来给他开门，好吗？我干活。行啊，明天还有啥活啊？没有啊，明天你就要起来给他开门铃。可以啊，那你把那个门一个也刷了。起不来。门也刷了。你门铃你都听不到。我是因为你抢被子给我冻的。你放屁！你我现在每天后半夜我都是感冒的状态。然后你走了以后，然后把被子横过来，因为我比你长好多，你不知道吗？现在我冻脚。那就睡长的呀，你睡长的你就直接把我搂着睡不就可以了？一开始还愿意搂。不是，因为什么呢？一开始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我不爱刷牙。然后最近我发现小大夫也不爱刷牙。然后现在是我刷牙，小大夫不爱刷牙。什么？我每天洗澡都在刷。放屁！你昨天刷了，你再给我扒瞎。怎么没有嘞？我的那个牙刷都在那儿。那他就嘴臭。放屁！哎呀妈！一靠近他，你每天早上起来，你那个一股下水道味。你每天早上起来，你那个口气，你就是没有刷牙的味道。我刷牙了。你没有，你每天早上那口气。能熏死。所以咱俩就离远点啊！不行，住2楼，我又不3楼。不行，好，你去住2楼，你跟你妈睡。现在胖好多。冬天就是养膘，皱纹也多了。啊，也没怎么严。关的感呀。冷啊。感觉人都变了。那你出去吧。你出去就好了。我不开心，你出去我就开心。咱不知道你的情商是咋回事，上来就说人这个那个。你别踩我充电线了，宝贝儿。咱不知道你情商咋的了。他刷漆，这块有那个甲醛，咱们上楼。不准！我关门。哇，我要唱歌去。不。我尿个尿。楼上信号不好，楼上信号才好。
这个能播？我倒水呢。倒个水还不让，收音太大了，我这叫铿锵有力，我告诉你，打破一些谣言。你用楼下的支架。不行不行，你就别拍了。不给。拍。你爱咋拍咋拍。看不见。今天咱们光稍微暗一点，不行。把这仨瓶子拿走，分散大家好奇的关注点。哎，1、2、3，能听见我的那个声音吗？能听到我话筒的那个回响吗？混响，混响。混响能听见是不是？就是那种就是没有混响是不是？好了，能听见混响吗？就回声，回声能听见吗？也没有混响。那刚才能听见那个声音吗？就是床头最好别靠窗边儿。我们没有这些臭讲究，就是有什么有，就是什么啊，门不能对着墙，墙不能对着门，
什么不能有窗户，又不能有镜子的，我们没有这种啊，我们没有这种乱七八糟的这种说法。就是什么风水什么的，我明白，但是呢，就是咱们就是没有那么多忌讳啊。你们听一下有没有那个？你们听一下有没有伴奏啊？说的这好了，可能有人点啊，林忆莲的《失踪》。的错的找不到能爱的人，所以宁愿居无定所的过一生。从这个安静的城到下一个热闹的城，来去从来不都用了红绿灯。酒吧里头喧哗的音乐声，让他暂时忘了女人的身份。放肆摇动着灵魂，贴着每个耳朵问，到底哪里才有够好的男人？没有爱情发生，他只好趁着酒意释放青春，可以凝视每个眼神，却只看见自己也不够诚恳。推开关了的门，在风中晾干脸上的泪痕，然后在早晨陌生的街头狂奔，直到这世界忘了他这个人。酒吧里头喧哗的音乐声，让他看似忘了女人的身份。放肆摇动着灵魂，贴着每个耳朵问，到底哪里才有够好的男人？没有爱情发生，他只好趁着酒意释放青春，可以凝视每个眼神，却只敢憎自己也不够诚恳。推开关了的门，在风中晾干脸上的泪痕，然后在早晨陌生的街头狂奔，直到这世界忘了他这个人。推开关了的门，在风中晾干脸上的泪痕，然后在早晨陌生的街头狂奔，直到这世界忘了他这个人。
好了，今天那个小大夫干活，然后大赦天下。咱们就是什么可以点歌啊？咱们今天可以点歌。流泪，流泪是不是你前2天听我唱的呀？这首歌这么普及了吗？啊，不小心踩碎了。好了，好，下一首那个踮起脚尖爱。好的。不小心踩碎了小花蕊，心疼得像被打几滴泪，才发现好多年没有掉过泪，莫非忘了什么是感觉？笑自己多情到无所谓，其实也没真正的爱过谁。匆匆到人世间，度一场是非，一生也只能一次心碎。被那些往事缠到一夜不能睡，梦也梦得隐隐约约，而歇斯底里大声说我又后悔，因为在今夜我决定要放纵地流泪。这首歌是潘辰的流泪。不小心踩碎了小花蕊，心疼得像被打几滴泪，才发现好多年没有掉过泪，莫非忘了什么是错觉？笑自己多情到无所谓，其实也没真正的爱过谁。匆匆到人世间，度一场是非，一生也只能一次心碎。被往事缠到一夜不能睡，梦也梦得隐隐约约，而歇斯底里大声说我又后悔，因为在今夜我决定要放纵地流泪。被那些往事缠到一夜不能睡，梦也梦得隐隐约约，而歇斯底里大声说我又后悔，因为在今夜我决定要放纵地流泪。好，下一首歌啊，蓝天点的《踮起脚尖爱》。不卸妆，啊，你点的啥？我先唱蓝天的。啊，约定，好好好。
舞鞋穿了冬，裂了缝，预备迎接一个梦。OK 绷遮住痛，要把苍白都填充，勇气惶恐，我要用哪一种面对爱101分笑容？等待的时候有点重，重的是人走不动，无影中它始终不曾降临生命中。我好想懂，怎么人们的面孔，幸福啊，依然长长的人龙。想踮起脚尖找寻爱，远远的存在，我来不及说声嗨，影子就从人海晕开。才踮起脚尖的期待，只怕被亏待，我够不出海，微笑忍耐。等你回过头来，那天扑了空，折了中，祈祷终于起作用。一阵风吹来梦，却又白菜难沟通。我终于懂，怎么人们的面孔，想到爱，寂寞眼光就转红。想踮起脚尖找寻爱，远远的存在，我来不及说声嗨，影子就从人海晕开。才踮起脚尖的期待，只怕被亏待，我够不出海，微笑忍耐。等你回过头来，等我回过头来，回过头来。想踮起脚尖找寻爱，远远的存在，我来不及说声嗨，影子就从人海晕开。才踮起脚尖的期待，只怕被亏待，我够不出海，微笑忍耐。回过头来，好，下一首那个帮帮你辉哥约定。远处的钟声远处的钟声回荡在雨里，我们在屋檐底下牵手听，幻想教堂里头那场婚礼，
是为祝福我俩而举行。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累到无力总会想问你，才能忘了情路艰辛。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要做快乐的自己，照顾自己，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你我约定一争吵很快要喊停，也说好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我会好好的爱你，傻傻爱你，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累到无力总会想问你，才能忘了情路艰辛。你我约定难过的往事不许提，也答应永远都不让对方担心，要做快乐的自己，照顾自己，就算某天一个人孤寂。你我约定一争吵很快要喊停，也答应永远没有秘密很透明。我会好好的爱你，傻傻爱你，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我会好好的爱你，傻傻爱你，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施舍啊，我的宝贝，你睡着了，被子够不够厚？今天是否也像昨天那样的不同？不要一人争论对错，对错都无用。多出去旅行，管他向左还是向右。其实你没有像别人那样随波逐流，试着让你自己独立，慢慢的成熟。
你会像一个巨人一样保护你爱的人，你会独自撑起一片七色的天空。当然我都知道你也有落泪的时候，别怕，我在你左右。是不是又没吃早餐，所以才会胃疼？是不是因为半夜喝酒，所以头才肿？天气报告提醒过了，未来会变冷。爸爸妈妈来了电话，记得温柔。即使现在的你害怕那天真的来了，可是你要知道自己并没有过错。你会像一个巨人一样保护你爱的人，你会独自撑起一片七色的天空。当然我都知道你也有落泪的时候，别怕，我在你左右。你会像一个巨人一样保护你爱的人，你会独自撑起一片七色的天空。当然我都知道你也有落泪的时候，别怕，我在你左右。也许你的家人和他们一样激烈的反痛，不必质疑，还没有任何不同。我们都会像巨人一样保护受伤的人，我们心中都有一片七色的天空。有人落泪的时候，我们都伸出双手，别怕，我在你左右，别哭，他们都会懂。小说啊，爱情转移啊，爱情转移，来。徘徊过多少橱窗，徘徊过多少橱窗，住过多少旅馆，才会觉得分离也并不冤枉。感情是用来浏览，还是用来珍藏？好让日子天天都过得难忘。熬过了多久患难，湿了多少眼光，才会觉得伤感是爱的遗产。流浪几张双人床，换过几次信仰，才让戒指义无反顾的交换。把一个人的温暖转移到另一个的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
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奶嘴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爱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情人节不要说穿，只敢扶你发端，这种自在可会令你更心酸。留在汽车里取暖，应该怎么规劝？怎么可以将手腕人同划算？人活到几岁算短，失恋只有更短。归家需要几里路，谁能预算？忘掉我跟你恩怨，樱花开了几转，动静之离一早比一时遥远。谁都值得那双手靠拥抱一男人的拥有，要拥有比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里浪摇，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付出三四有？何不把被爱感觉假设是坏是你虚构？时光里找不到它，污染眼眸。虔诚樱花上石头，随缘的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这里绕过一周，我便化无忧。谁都值得那双手靠拥抱一男人的拥有，要拥有比先懂失去怎接受？曾沿着雪与浪游，为何为好事泪流？谁能凭爱意要付出生死忧？何不把黑了表层假设是来自你虚构？时光里找不到它，污染眼眸。虔诚樱花像石头，随缘的抛下便逃走。我绝不罕有，往这里绕过一周，我便化无忧。好了，下一首。哎呀，太多了。爱，伤痕，来伤痕，我都是按顺序唱的啊，我都是按顺序唱的。伤痕。夜已深，还有自己保留几分，依然为自己。夜已深，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出伤痕？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只是你现在不得不承认，爱情有时候是一种沉沦，让人失望的虽然是恋情本身，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若爱得深，会不能平衡，为情棍磨着了灵魂。
该爱就爱，该恨的就恨，要为自己保留几分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要留给真爱你的人，不管未来多苦多难，有他陪你完整。虽然爱情是责任，给要给的完整，有时暧昧再无法永恒，爱有多少分，就有多少人。你若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夜已深，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若爱的深会不能平衡，为情困磨折了灵魂，该爱就爱，该恨的就恨，要为自己保留几分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要留给真爱你的人，不管未来多苦多难，有他陪你完成。虽然爱情是责任，给要给的完整，有时暧昧再无法永恒，爱有多少魂，就有多少人。你若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分。女人独有的天真和温柔的天分，要留给真爱你的人，不管未来多苦多难，有他陪你完成。虽然爱是种责任，给要给的完整，有时暧昧再无法永恒，爱有多少魂，就有多少人。你若爱了爱了，就要勇敢分。夜已深，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唱鸡都白脸。还记得你曾经幸福地和我说，好的，好的。
记得你曾经幸福地和我说，他出现你就变了。你穿的所有衣服他都会熨好，每天的牛奶都是热的。你习惯偷偷抱他，当他忙碌着，他总是笑你默认。你们计划着未来简单的生活，我笑笑说这就是一部小说，对吗？爱情来时就像一阵微风吹过头，他的温柔就像你夜归时的路灯，再糟糕的事他总能静静地听你说，再烂的电影都变得深刻。爱情走后你总结着自己的心得，哭过之后已忍受是真相的冰冷，熟悉的街道陌生人又喝光了啤酒，你看着他摇晃的背影跟着走。还记得你曾经幸福地和我说，他出现你就变了。你穿的所有衣服他都会熨好，每天的牛奶都是热的。你习惯偷偷抱他，当他忙碌着，他总是笑你默认。你们计划着未来简单的生活，我笑笑说这就是一部小说，不是吗？爱情来时就像一阵微风吹过头，他的温柔就像你夜归时的路灯，再糟糕的事他总能静静地听你说，再烂的电影都变得深刻。爱情走后你总结着自己的心得，哭过之后已忍受是真相的冰冷，熟悉的陌生人又喝到了啤酒，你看着他摇晃的背影，忘词了，跟着走，跟着走。唱着唱着忘词儿了，最后一句忘了。那有人点这首歌啊。我自己的歌其实我不爱唱，因为我的歌其实挺难的。为什么难呢？因为我的气要比较长。就比如说我今天就是发挥的不好的话，可能就接不上气儿。他又来，他也去，他有风擦旧绿，他慌张的用力挽着他的手臂，躲在屋檐下躲着雨。
烦，他倾听着过去。他很狠，他很小心翼翼。他们计划着为了忙碌的日子，可是啊，一切都不会那么容易。最后啊，我们也没有在一起。漆黑中，我颤抖，哭得像傻子。天上月亮啊，星星啊，告诉我怎样过得去。多渴望不确定的能被过滤，错过的不再逞强，是被提及。我是愧疚的，跟你不搭，其实啊，不过是你自己。他又来，他也去，他有风，他之雨，他慌张的用力挽着他的手臂，躲在屋檐下躲着雨。他会烦，他倾听着过去。他很狠，他很小心翼翼。他们计划着为了忙碌的日子，可是啊，一切都不会那么容易。最后啊，我们也没有在一起。漆黑中，我颤抖，哭得像傻子。天上月亮啊，星星啊，告诉我怎样过得去。多渴望不确定的能被过滤，错过的不再逞强，是被提及。可是愧疚的跟你不搭，其实啊，不过是你自己。其实啊，我想过永远不分离，再疲惫也总想紧紧抱着你，我最亲爱的爱人啊，求求你别说对不起，多谅我不能够陪你走下去。你说的我早已牢牢记在心，我的呼吸啊，眼泪啊，早已经不由得我自己。能不能别点我的歌了？那些曾经是打心头上的痛，就算你再生气也别再触碰。如果他道歉时候心急如焚，是否会给你带来一些虚荣？在你的内心其实有片山谷，吵架是因为平淡已变冷漠，他浅浅的笑容一闪而过，
一个无声拥抱换来泣不成声。哪有什么可以任性挥霍？除非你已经厌倦拥有，就算不能像热恋时相拥若水，也好过一个节日一个人喝醉。不知不觉你习惯了他的呼噜，他现在也记得出差常换内裤。虽然在一起的日子里吃了很多的苦，但是确定了这是要的幸福。没有过往的人怎么可能领悟？爱情原本就是一场两人救赎，它让你以后的日子里不再孤独。你给他的是你跟随的脚步。忘词儿了。就是我的歌啊，我的歌就是大家要，就是找到气口，你才不会喘。觉得太长了。哪有什么可以任性挥霍？除非你已经厌倦拥有，就算不能像热恋时相拥入睡，也好过一个节日一个人喝醉。好了，不知不觉你习惯了他的呼噜，他现在也记得出差常换内裤。虽然在一起的日子里吃了很多的苦，但是确定了这是你们想要的幸福。没有过往的人怎么可能领悟？爱情原本就是一场两人救赎，它让你以后的日子里不再孤独。你给他的是你跟随的脚步。不知不觉你习惯了他的呼噜，他现在也记得出差常换内裤。虽然在一起的日子里吃了很多的苦，但是确定了这是你们想要的幸福。没有过往的人怎么可能领悟？爱情原本就是一场两人救赎，它让你以后的日子里不再孤独。你给他的是你跟随的脚步，你给他的是你跟随的叮嘱。对，就我的歌，你就找到气口。有很多人说唱我的歌就是容易憋死，就是，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救赎这一段，那些曾经是他心头上的痛。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怎么唱。就像这一段啊，这一段。这是你们想要的幸福，没有过往的人怎么可能领悟？爱情原本就是一场两人救赎，它让你以后的日子里不再孤独。你给他的是你跟随的脚步。就这一句非常非常长。那我们这一句怎么唱呢？很多人就是这么处理的。确定了这是没有过往的人怎么可能领悟？
爱情原本就是一场两人救赎，他就喘不过来气了啊，他就喘不过来气了啊，那他其实就是有问题。来，我给大家分一下句子啊。没有过往的人怎么可能领悟？爱情原本就是一场两人救赎，它让你以后的日子里不再孤独，你给他的是你跟随的脚步。就是他这句在哪儿呢？他给你，就是他给你这块你再断啊，他给你，因为他给你这块你一断，然后后边就能接住了啊。对，就他给你这块你再断啊。对，就不要从那个完整的地方断，你要完整的地方断，你肯定唱不了那么长啊。我再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没有，你看我怎么断的啊？没有过往的人怎么可能领悟？爱情原本就是一场两人救赎，它让你以后的日子里不再孤独，你给他的是你跟随的脚步。对，你这么断，它其实是，它跟一般的歌它其实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下一首。每次想你，我都怀疑错的是我自己。乌篷劝我，狗友劝我，没有任何意义。一个人在家等天气，看着无声电视机，然后在吵闹的情歌中昏迷。你的背影，你的声音，你好闻的气息，让我目眩，让我头晕，让我歇斯底里。我才不会再见你，我也舍不得忘记。我想我会在无情交情中死去。忽然间很怀念你，沉默不语时有我守着你，可是我也有委屈。忽然间很害怕在巷子在天际偶然地看见你，我会哭着奔向你。每次想你，我都怀疑错的是我自己。乌篷劝我，狗友劝我，没有任何意义。一个人在家等天气，看着无声电视机，然后在吵闹的情歌中昏迷。我也尝试写歌给你，然后感动我自己，让别人慢慢地提醒你。忽然间很怀念你，沉默不语时有我守着你，可是我也有委屈。忽然间很害怕在巷子在天际偶然地看见你，我会哭着奔向你。
怀疑我是不是从来没有爱过你，所以才如此狠心。忽然间很感谢是你让我能够更了解爱情，所以越来越想你。你的背影，你的声音，你好闻的气息，让我目眩，让我头晕，让我歇斯底里。我才不会再见你，我也舍不得忘记。我想我会在无情交集中死去。关于影响的定义，是他们不断提醒，不知和不觉中我越来越想你。记得你曾。这首歌我要给大家讲解一下啊，这首歌就是中间有一个间奏，这个间奏其实是有寓意的。就这个间奏啊，这个间奏听出来有点像什么间奏？我知道不是什么，我说这个间奏你们听着有点像哪一首歌的间奏？说谎，哎，就这个歌它其实是写给有一个人的，就是写给一个人的，然后他这个人爱说谎，所以就是这个间奏我就让那个编曲老师特意就是弄的这个间奏啊，就有的人说那个特别像说谎，其实这是故意的。就这个就是这首歌我不能说写给谁的，但这首歌它就写我俩的事儿的。就是他特别爱说谎，他是我某一个演员。来，我记得你曾经说过真挚的誓言，怎么一念间随着风飘远，带着你给的一切和我拥有的一切，能够走多远就走多远。我明白你从来没有期待过明天，你曾说了见就代表着诀别。拿出合照的相片，摆在孤独的房间，眼泪渐渐模糊了视线。我知道爱情里逆着彼此的感觉，所以我怀念一点小事就不安的道歉。未来的日子，我想我会开一家小店，坐在角落等着你出现。我明白你从来没有期待过明天，你说了再见代表着诀别。
拿出合照的相片，摆在孤独的房间，眼泪渐渐模糊了视线。我知道爱情里逆着彼此的感觉，所以我怀念一点小事就不安的道歉。未来的日子，我想我会开一家小店，坐在角落等着你出现。我知道爱情里逆着彼此的感觉，所以我怀念一点小事就不安的道歉。未来的日子，我想我会开一家小店，坐在角落等着你出现。或许那时我没哭，你带着笑脸，不说什么，摸摸你的脸。就这首歌，我写给某一个演员的。当时他跟我说，他说他想开一个小酒馆儿，然后我就说那小酒馆才多少钱呢？50万。我说有机会啊，就是我在心里我没跟他说，我就说哎小酒馆才多少钱？但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拍戏，我就说，实在不行以后我开一个，然后让他来经营。啊，那个小酒馆才多少钱？然后结果后来，然后我就给他写了这首歌。对，然后我开了，对，所以就是这首歌其实是写某一个演员的，对，所以就当时就是，而且就这个演员他，就是后来就，对，哎呀，不能再说下去了，再说下去大家都知道了啊，对，马龙二的歌。马龙二的歌有，但没有伴奏哎。唱一首我和龙二的歌。生怕自己会沉溺，信件是你，口头是你，眼神跟你去，关心着你的关系，保持的距离，透露步步都小心，疏远却步步很近。像海水贴着蓝天，蓝天在回忆，我的心也在回应你。沉默的我，眼前的你，凝结的记忆，也想靠近，也想放弃，停电或有名。也许我已经忘记，也许会被你提及，过去的事情都让它都过去。这是合唱的歌。深夜的风，清晨的雨，黄昏的你，爱也依稀，恨也依稀，承诺已清晰。我说我已不甘心，是我太用情沉溺，我想我是真的爱上你，不必质疑。一个人唱了两个人唱的歌，就是有点倒过了戏。
所持的距离透露，步步都小心，疏远却步步跟进。像海水贴着蓝天，蓝天在回忆，我的心也在回忆你。沉默的我，眼前的你，凝结的记忆，也想靠近，也想放弃，听天或有明。也许我已经忘记，也许会被你提及，过去的事情就让它都过去。深夜的风，清晨的雨，黄昏的你，爱也依稀，恨也依稀，承诺却清晰。我让我也不甘心，是我太用情沉溺。我想我是真的真的爱上你。沉默的我，眼前的你，凝结的记忆，也想靠近，也想放弃，听电或有明。也许我也不甘心，是我太用情沉溺。我说过去，就让它都过去。深夜的风，清晨的雨，黄昏的你，爱也依稀，恨也依稀，承诺却清醒。我说我也不甘心，是我太用情沉溺。我想我是真的真的爱上你。就这首歌呀，一开始写的时候就是写两个人唱，所以他就完全没有考虑就是气这一块儿，所以就是一个人唱这首歌，就是如果说我要唱现场唱一个人唱这首歌的话，我会憋死啊。对，这首歌写的时候其实就是根据剧情写的啊，就是根据那个李茂与罗勇的剧情，然后写了这首歌啊。你曾经来过，能不能别点我自己的歌？你们能不能别点我自己的歌？我自己的歌真的很累。爱错呀！你太看得起我了，爱错。你太看得起我了，爱错。
风毫不留情，把叶子坠落，脆弱的他选择了逃脱。寂寞，整个冬天，北风的痛没人诉说。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这样做，从来没爱过，所以爱错。我从哪里起飞，从哪里降落，多少不能原谅的错，却不能重来过。我唱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翻开回忆角落，完美的生活，以为幸福都可以逃脱，自以为为当初那个故事背后，哦，原来是我犯下从没承认的错。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这样做，从来没爱过，所以爱错。我从哪里起飞，从哪里降落，多少不能原谅的错，却不能重来过。对，我唱的是人家王力宏的唱功，咱们人家是 R&B， 我这属于就什么呢？民谣是不一样啊，就是唱法不一样。最近这首歌火了。说了再见是否说了再见，是否就能不再想念？说了抱歉，是否就能理解一切？眼泪代替你亲吻我的脸，我的世界忽然冰雪白雪，无知之间还残留你的昨天，一片一片怎么并存完全？7月7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雪，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我站在地球边，天更正看着雪覆盖你来的那条街。7月7日晴，黑夜忽然变白天，我失去知觉，看着相爱的极限。我望着地平线，天空无际无边，等不见你道别。对，这首歌是老歌，但是最近火了。7月7日晴，忽然变白天，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我站在地球边，
眼睁睁看着雪覆盖你来的那条街。今夜今日今黑夜忽然变白天，我失去知觉，看着相爱的极限。我望着地平线，天空无际无边，听不见你道别。就这个。对，放20年了吧，15年20年，哎，差不多有20年了啊，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有，哎，差不多20年。小大夫呢？小大夫在干活啊。人世间我能唱憋过去。来，狼宝，我给你唱一首《人世间》，你给我刷一个礼物，因为这首歌太难了啊，狼宝，好不好？我唱一首那个《人世间》，然后你要给我刷一个大礼物，太难了。这首歌能把我累死。不，我还没开始唱呢。人世间能把我憋死，太高了。来，草木会发芽，酝酿一下。没开始呢。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落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又落下。世间的苦啊，爱要离散雨要下，世间的天啊，走多远都记得回家。平凡的我们成家于人之下一放烟火，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在慢慢老去的时光。等一会儿我重新来。好好的，咱们好好的啊！不好意思，我刚才一直想笑。这首歌就咱们不尊重这首歌了。不好意思。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岁月的列车不为谁落下，命运的站台，悲欢离合都是刹那，人像雪花一样飞很高又落下。世间的苦啊，爱要离散雨要下，世间的天啊，走多远都记得回家。平凡的屋檐，人间屋檐之下一放烟火，
不管人世间多少沧桑变化，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听妈妈老去的时光，听她把儿时慢慢讲，也祝你不忘少年样，也无惧那白发苍苍，又能不好意思。有多少苦乐，就有多少种活法；有多少变化，太阳都会升起落下。平凡的我们，一身风容与霜土问去哪？虽四季枯荣，依然迎风歌唱，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在妈妈老去的时光，听妈大家事慢慢讲，也祝你不忘少年呀，也无惧那白发苍苍。我们啊，像种子一样，一生一往。在这片土壤，随万物生长。稳了是的，太高了呀！这当里我红温了我。啊，来首如愿不来，来不来？贼难唱。你唱肯定好听啊，什么呀？太委屈。踮起脚尖爱我刚唱完，阿卢，阿卢我刚唱完，你刚才没在直播间吗？刚才是你点的不？刚才有一个人踮起脚尖爱我唱了，是你点的不？你点完你出去了是吗？无赖，谁的无赖啊？戴佩妮的无赖吗？戴佩妮的啊，好。好会点呢你，戴佩妮的无赖。
我好羡慕你总是说的那么模糊的对自己生我在专注，我在解读，不让你来去自如是一种满足。你好顽固的让我觉得我好荒芜的世界只剩你的地图，你的恍惚不让我说哭就哭，你看得好满足。原来我们都是骗子，是无赖，验证了又不想说分开，一直好在哪里的坏，多么不想改，他有多么不想傻傻的待，习惯性的耍赖，说穿了谁都不被谁爱，以为享受着的那一时的澎湃，我好顽固的让我觉得我好荒芜的世界只剩你的地图，你的恍惚不让我说哭就哭，你看得好满足。原来我们都是骗子，是无赖，验证了又不想说分开，一直好在哪里的坏，多么不想改，他有多么不想傻傻的待，我们都习惯性的耍赖，说穿了谁都不被谁爱，以为享受着的那一时的澎湃，那白色铺满黑墙，那红色让它释放，那也改变不了的假象，那也逃避不了的真相，是沮丧。我们是骗子，是无赖，谁能不能吗？起风了唱不唱？起风了也唱。起风了也唱，不是，我唱了你不给我刷礼物啊？起风很好唱，前面低一点，后边就可以唱。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
爱守着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不见笑着渐向情，却仍无可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注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大一遍。如今走过这世界，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懂侧脸，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难自拔，给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挣扎，不做挣扎，不惧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大，也曾指尖弹出剩下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你刮光行走，任风吹雨打。还行。短短的路走走停停，也有了几分的距离。不知抚摸的是故事，还是段心情？也许期待不苦不怒，与时间为敌。再次看到你微亮晨光里，你笑得很甜蜜。从前注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大一遍。如今走过这世间，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懂侧脸，猝不及防冲入你的笑颜。我曾难自拔，给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挣扎，不做挣扎，不惧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成大，也曾指尖弹出剩下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啦。晚风吹起你鬓间的白发，抚平回忆留下的疤。你的眼中明暗交杂，一笑生花。暮色遮住你蹒跚的步伐，走进窗口藏起的花，画中的你低着头说话。我仍感叹于世界之大，也沉醉于儿时情话，不生挣扎，不做挣扎，不为笑话。我终将青春还给了他，也仍疼着弹出的剩下，心之所动，就随风去啊。以爱之名，你还愿意吗？后边有点乱了，因为后边词不熟啊。来吧，咱们下一首。那个狼宝，你辉哥，你不用在这刷啊，你不用在这刷，你可以就是私信我刷，私信我，咱们就是，咱们就是，还想听什么歌呢？还有什么歌？在于我没有伴奏，啊，在于我那个伴奏在那个电脑上，啊，小时候刚唱完。
大鱼啊，来，大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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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海浪无声，将夜幕深。大鱼得捏着嗓子唱。海浪，海浪，海浪。早了。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云色，听云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怕你飞远去，更怕你转去，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倒流进深深的海底。夹起来了啊！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凝望你深邃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看你飞远去，看你离我而去。原来你生来就属于天际，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倒流回失守的相遇。哦，
我唱那，我就想，就忍不住，真是，好想好好爱你，不会，不会，教歌没有伴奏，南山南没什么难度，一点点，一会儿点到骄傲了，远走高飞，远走高飞谁的呀？孤独患者，金志文的。金志文我特别讨厌金志文，我不是说不唱啊，我特别讨厌。我觉得他唱歌就是，就是他唱歌就是我一路上，就那个赖叽的劲儿，我就不喜欢。就那个劲儿，我就不喜欢金志文，我就觉得唱歌就特别，我要唱就不喜欢啊，那个劲儿，真不喜欢啊。就是中国内地男歌手就是非常不喜欢，就这个歌手我非常不喜欢。左手指月。我没唱过，也没怎么听过。这歌词我都觉得很神奇。左手握大地，右手握着天，掌纹叠出了释放的闪电，把时光匆匆兑换了成年，3000世如所不见。左手捻着花，右手舞着剑，眉间落下了10000年的雪，一滴泪，那是我。弹着右手弹着弦，这个字还不认识。当烦恼能开出一朵红莲，莫停歇，给我擦脸。左手指着月，右手举红线，赋予你和我如愿的情缘。来，一起唱。你和非常不错啊！来，等会儿还有一遍啊，会唱的咱们一起唱。2楼的朋友，你们好吗？看到你们了。左手化作云，右手凝云烟，谋事在人的林间。一起唱。非常不错啊，再来。
手，我哪里用手放下你？合掌时你全部收回心里一出现。谢谢。一下场子就热了。好，刚才大家表现非常不错啊，咱们就是谁来点这种歌我整死谁，好吗？因为另外一个歌手叫志伟，他之前是我的演员，烟火的尘埃呀。看着飞舞的尘埃，看着飞舞的尘埃掉下来，没人发现它存在，自由自在。不会，可世界都爱。看着飞舞的尘埃掉下来，没人发现它存在，多自由自在。可世界都爱热热闹闹，容不下我百无聊赖。不应该一个人发呆，只有我守着安静的沙漠，等待着花开。只有我看着别人的快乐，竟然会感慨。就让我听着天大的道理，不愿意明白。有什么是应该，不应该？就会，但不会，就是会，但是不熟，没唱。我的心里住着一个苍老的小孩，如果世界听不明白，对影子表白，是不是还有我在问我
为什么明天更精彩？烟火里找不到童真的色彩，沧海。只有我守着安静的沙漠，等待着花开。对不起，华晨宇。我对不起华晨宇。听你说，怎么那么熟啊？阿楚姑娘。不是狼宝，你辉哥你点了多少了你？刚刚看完啊，这是深圳是不是啊？深圳的那个演唱会，本来今天有人约我去看，我没敢，我不能背着小大夫去跟别人看。距离城市。在距离城市很远的地方，在我那望眼最远的故乡，有一个叫烽火台的村庄，我曾和一个叫阿楚的姑娘彼此相依，一起看月亮，嗅着那桂花淡淡的香。那夜的月光仍在天空发亮，今夜它却格外的让人心伤。阿楚姑娘，乡村的风里弥漫你的香，风吻过的口红欲盖弥彰。阿楚姑娘，时间的泪眼撕去我伪装，你可记得我年少的模样？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点烛火为我守望？阿楚姑娘，乡村的风里弥漫你的伤，风吻过的口红欲盖弥彰。阿楚姑娘，时间的泪眼撕去我伪装，你可记得我年少的模样？今夜你会不会在远方点篝火为我守望？好了，最后唱一首歌，然后我该结束了啊。谢谢这个闪耀灯词儿。
就唱一首歌，然后咱们就是，因为也太晚了，咱们就不唱了啊。来，送给大家一首特别欢快的一首歌。Everybody, it's a holiday today. Are you ready?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Party, party. Everybody, let's go party. It's holiday today. Let's go to party. Today 又是 Saturday， 我们看过 Party on 网卡拉 OK。Teacher 常常 say Go go 大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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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那些都是 Today 的 thing。给你王权 converter， 我不是 no converter， 我就看完了脑袋一个。一起扑雷一起吐，我们两个互跟互，给这世界一点 color CC。我好像 day day 都是 holiday。Where where stay? No word no learn 来谁谁 Oh crazy crazy OK OK 我好像 day day 都是 holiday。I'm cool I'm bad I'm sorry No shame no pain let me free Oh give me day Today 又是 Saturday， 我们看过 Party on 网卡拉 OK。Teacher 常常 say Go go 大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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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那些都是 Today 的 thing。Give me one content water， 我不是 no tuner no fur， 我有 second level 脑袋一个。一起扑雷一起吐，我们两个互跟互，给这世界一点 color CC。我好像 day day 都是 holiday。We're cool， 我们 we're stay。No learn no learn 来谁谁。Oh crazy crazy OK OK 我好像 day day 都是 holiday。我好像 day day 都是 holiday。我好像 day day 都是 holiday。是的。几年的？我91年的。91年5月9号，51年不是51年，对，91年5月9号。51年，不去酒吧了。我不去酒吧。我是开酒吧的，我之前开酒吧的，但我现在不开了，我就不去了。本身我跟大家说实话，我开酒吧就是为了人生的一个体验，我也不是特别爱社交，我不爱社交，但是通过酒吧我
开朗了，就是我外向了好多。就我做生意之后，我真的逼自己去社交嘛，去维系客户嘛。就我之前不这么疯的，我之前就是一个特别害羞的一个小孩儿，就是人来人往的那种，我都不太会，不太会那个，对人生体验，对。再说8+1又要封了。那天8+1不是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个小大夫说了一个词啊，说了一个人名，说了一个东西，就是说了一个词汇，那个词汇不能提的，跟政治有关系不能提啊。它跟酒没关系，酒其实能说。深圳的房子在深圳。深圳的房子我不能揣起来，我不能就揣兜里我就可拿走啊！深圳的房子还在深圳，理解。就是我做完酒吧之后啊，我就发现就是其实我一点都不社恐。我做酒吧之前我还是那种就是在人多的场合我是不太会说话的。现在就是我就是话痨，就是现在一参加什么聚会的话，朋友之间聚会的话，我就是就是主 C， 我就是主 C 的那种，就是活跃气氛的那种，然后一般聚会也是我组织起来的。出租1个月能赚几千的，我那个房子1个月能租1万块。你喝多了那个，我一泼尿呲醒你，这行吗？行吗？我这憋一泼尿。I 人变 E 人，是的，我之前可 I 了，也不是说之前特别 I，但是就是之前就是属于那种人多的情况下，就比如说，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在北京的时候已经没拍芝麻之前已经有了一些作品了，然后就是一般参加聚会就是人都是那种就说，你是那个百里是不是？就是那种，然后就你好。谢谢。现在，你是那个百里吧？这位小伙子是，长得挺好看。来，你站住，咱俩喝不着，坐这。多大了？喝一个，来，你能喝啊？能喝，那咱俩就多来点啊。这杯不行，太少，不行，再倒点。再倒点。行，认识啊，咱们就是不许剩啊，不许剩，行不行啊？来，可以，这胸肌练的不错，没事总练啊。那你今天喝酒，你这明天练不了。行，谢天行，我现在就这样，知道吧？不一样了，咱们就是你之前，那个青涩。不太会，不喝，这现在不行，就是你不喝是吧？谁的朋友？你光长得好看呐，一点都不能喝，那你带出来干嘛？你甘心当花瓶啊？你除了长得好看，你一无是处。行了，别说了，喝就那种。我现在是这种了，人家都说百里屠夫原来是这样的，百里屠夫不是零吗？他怎么这不一样的啊？现在这给人的感觉不一样，对，现在就是有一点点就是疯癫癫，对，就只要就是一些场合，我就很怕就是别人尴尬，完了我就是估计会 Q 别人，对，我现在是社牛嘛，我是社虎，我是比社牛还高一层，社虎。但其实那不是我发自内心的，你们知道吗？就其实我那个状态的下的我，其实就是为了纯社交而社交，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其实我内心其实是不太会就想着说人家喝不喝跟我没关系，但是就是因为我是老板呢，我老板我就得有那个角色感，我不能说你是酒吧老板吧。我不会喝，你不让喝，我不会
我会说，我说我不行，那个就是人家就会说你他妈酒吧老板你疯了吧你，就是就现在就是得让大家知道我是酒吧老板，哎小伙子，哎有对象吗？那种就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你这么一个就是你在那个身份里边，你就要有那个角色感，我是这样的，啊我是这样，对。对呀，老板是 I 人怎么做生意啊？志伟在哪演哪个角色？志伟之前演了一个角色，但现在他不演了。就是你可能会看到不同时期的我，不同面，就是面的我，因为我会很尊重我当时的那个角色和身份。我很尊重。就比如说我在一段感情里，如果我是比他年纪大的话，我一定会有一点点就是叔叔伯伯的那种感觉。对，是这样的。但是其实那个真的不是我原本的那种心态，就只不过就是借着那个酒劲儿啊，可能就是让别人说，哎，百里屠夫，其实还蛮好那个靠近的之类的。但有的时候会让大家会觉得，就是陌生人会觉得，就是之前认识我但没跟我接触过的人就会觉得说，百里屠夫好乱的，其实没有，就是就是一般我在那个就是什么饭局上看到我的粉丝之类的，我在这个局里边我会很照顾他，但是之后就是不太会跟他有任何的接触，也不会加微信。然后就之前我们酒吧里边，然后就是有一个酒局嘛，就是我有一些顾客嘛，然后来这边，然后其中有一个朋友带着一个小孩过来的，那个小孩就是那个人就说，哎，我这个朋友刚到深圳，然后那个人生地不熟的，你给他介绍点朋友。我说行啊，我说是你朋友，因为那个朋友其实比较重要的一个客户，然后这个朋友就是带了一个小孩嘛，我就说那人重要客户人家就是说了，我就得给人家足够的面子。我觉得这个小孩靠近的时候说多大了？长这么好看，害羞什么呀？在我酒吧里边，这都是你的菜，你吃很多人的菜的，好吧？哎，你放心，你来这儿你就找我啊！你以后他不来，你来找我啊！你就这样，我就跟这个小孩我就聊天嘛，就是在喝酒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照顾他。结果呢，这个小孩那个就是我那个朋友都走了，那个客户都走了，这个小孩没走。我寻思那他没走，他也不喝酒，他就不走，他就在那块坐着。我寻思这不走可能是有其他人呢。完了结果就是我们就剩一桌了，我们就是酒吧就是5点多就剩一桌了，然后都开灯了，就开始打扫卫生了，然后这小孩还没走。然后我就心里就想，完了坏了，他是不是在等我呢？果然灯都亮起来了，然后所有的营销就在那个陪最后一桌客人，然后就那意思就是赶紧喝完赶紧走。就这小孩谁也不认识，就在那坐着。完了我那个员工就说，老板，那个人是不是在等你啊？我说你别管，那个都是我出去一趟，然后你偷偷的把我那个包给我拿出来，别让别人看见。就这样我先出去了，我说我上个厕所，结果让我员工把我包拿出来，然后我就从那个电梯赶紧溜了。那个小孩从那以后就是一直在我酒吧里待了好久，然后都没怎么搭理。后来有一天他喝多了，他就走过来，他说你是不是讨厌我呀？我说没有啊。他说那你怎么就不理我了？我说我没有不理你啊，我说你来我也跟你打招呼。他说好吧，我以为那个你会跟我是很好的朋友之类的。我说咱俩就是很好的朋友。就这样，然后我们连微信都没有。对，就微信都没有。就是这样，就有的时候你解释不清，有的时候就是我就是有点表演型人格，但是就是我也不是说为自己开脱，我这个人就是私信我就会找别人要那种就是色情的那种
林俊杰呀、就是哎看看林俊杰，哎，对，对我就看看林俊杰，我可能会在私信里会看看别人的林俊杰，或者说看看别人的那个，就是对啊，对啊，就是这可能是我的一个。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其实看别人林俊杰或者看别人那个别的照片什么的，其实也不是说我很喜欢这些东西，其实不是，我特别喜欢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要什么你给我什么，就那种信任感，就很多人都不理解，就说哎你一个一你怎么喜欢林俊杰？我说我不是喜欢林俊杰，我是因为我喜欢别人信任我那种感觉。对，就是别人信任我那种感觉。我不是，比如说我说，哎，你能不能拍一个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照片之类给我看？他说好，你等着，然后就给我拍。拍完了以后，我就觉得他信任我，他信任我，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今天在软件上看到一个黑你的很正常，我们经常看见他没事他就而且他这个人就是黑我都黑不到点儿上，他要黑我皮肤不好，我觉得都可以。你这黑我那方面，我的妈呀，我那方面壮如牛，哎呀，我的妈呀，你太不了解我了。你这黑的点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我这方面就是超强，超强，我觉得这个黑我的点就是他完全不了解我，他黑我这个点，对你随便黑，不是不理解他，不是你理不理解他就黑这个点，我就觉得你黑点就是有可能的，你这个不太可能，还说什么我破产了，说什么那个怎么样？我破产，我买房子干啥呀？你们就想一想，就是网上就说我破产了，然后那个然后我买个别墅，其实这个能说得通吗，孩子们？我破产了，完了买个别墅，那不太可能啊！这破产了，应该是啥都没有了，完了那个银行查封了，这叫破产了，啊！你黑我，你造谣你都不会造，你这，对吧？你破产了，你破产了，我这不还不是有房有车吗？而且就是熟悉，就是有很多人他不明白，就是说酒吧这个东西你不做是因为什么呢？不做，首先就是有的人就一直在质疑说你不破产了，你为什么酒吧不做了之类的？酒吧你们要知道，就酒吧现在租店就是都是租店铺，人家店铺吧，人家跟你签了3年以上的合约，然后你3年以后。你就考虑说续租或者不续租，然后我们正好到了3年半，我们正好到了3年半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合约就到期了。现在的经济如此的差，全球的经济都差，我们3年到期了之后，我们不开下去，这不正常吗？这跟什么破产有什么关系呢？就这些东西，因为我不是做生意的，我如果说我破产了，我就直接就告诉大家说我破产了，因为我也不是上市公司，你破产了好像有人会那个撤资之类的，没有那么回事儿。就我什么事我都可以说，你分手啊、谈恋爱啊都可以说，我也不怕别人就是说因为我的一些情况，然后就不支持我了怎么样？没这些乱七八糟的啊！你破产也不是不能说嘛，你关键是没有嘛，而且就是所有的我前2天有人问我说那个，哎那什么，说那个你酒吧不赚钱，那其他酒吧赚钱，别的酒吧赚钱因为别的酒吧的那个成本比较小。成本比较小，为什么他们成本比较小？他们的进货渠道有点我们都是real 的就是我们进货的一瓶就是我就这么说，我就这么说就是我们酒吧的一瓶
一瓶酒是1288，在别的酒吧1288能买6瓶酒，你就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啊，你就说怎么可能？就就给大家爆个料，就是说那个酒水大概是，你进货的，就是你卖的那个，你卖酒，大概是你进货的成本的是1.5倍，啊，1.5倍，就是你进货，1.5倍，你们能懂吗？就是比如说你300块钱，进的货，你可能会卖750，啊，这个是标准的，就是大概的一个一个情况。对，你300块钱你卖750，这是正常的。那他们750，6瓶，你觉得正常吗？对，对吧？你觉得这正常吗？这个东西我们没办法说，对，这没办法说。我说的那个是什么？是那个利润啊，我说的利润是1.5啊。这我们没办法说，有的人他就不怕嘛，因为有很多人，而且就是其实就是在这个行业里边，酒水有问题的是大多数，就是像我们，我为什么不敢？因为我个人会觉得，因为我是第一次做生意，就是酒吧其实是我第一个生意嘛。然后第一个生意我就觉得说我主要是体验，我就觉得我没必要就是说为了这个体验然后去赚钱，然后捅个娄子，然后让人家罚点钱，你们能懂吗？你们能懂吗？就是当你是作为一个体验的一个状态的情况下，你就会觉得说，哎，咱别捅娄子，你别。哎，你好像就图什么东西，然后就捅个娄子，反而得不偿失。因为只要掺假的话，好像是，据我所知是几万的罚，啊，就几万的罚。我一瓶酒能赚几个钱呢？对吧？你几万的罚，我不是说看口碑，你看口碑没关系，就是罚的力度太大了，对，罚的力度太大了。但是这几年好像就是没有人查，啊，就真的没有人查，但是未来说不准，我就只能说是这些，再一个，我们酒吧的那个就是其实你们看我直播也知道，我们酒吧的那个商场，跟那些业主有一些法律的一些纠纷，然后。我也觉得早晚是个事儿，所以我就不做了。就属于我们那个商场，我们那个商场是属于从一些业主的手里边把这个商场整合过来的，也就是我们那个物业啊，你们能懂吗？就是我们这个物业从那些业主的手里把这个商场就整合过来的。然后他们跟这些业主的那个租赁的那个关系可能有点不太达成一致，啊，不太达成一致，所以就是那些业主就把这个物业给告了，啊，就现在就一直在打官司，然后涉及到我们一些东西，因为我们是在承租房，然后也把我们也就涉及到其中了，我始终觉得挺膈应人的，然后我就不愿意掺和，我就说那差我就不做了吧。罚的再多，这事还没完呢。对，这事还没完，到现在都没完呢。罚的再多也不如作假赚的多啊，够罚。我觉得没必要，我不喜欢。你们熟悉我的都知道，我这个人就是不会走那种什么法律的那个缝隙。我觉得
反正我不会，对，就是我真心觉得就是没必要，你走这些空子干什么呢？我不懂，我不是好人，我是觉得没必要啊，我是觉得磕碜吧，我是觉得磕碜，就是比如说别人把你告了，或者说这个事弄得满城风雨的话，然后别人会嘲笑你，我好像是这种感觉，但是我绝对不是说什么好人不好人，我主要还是从自己这方去看待这个问题，没有说那么圣洁，就是说为了顾客不喝到假酒，或者什么伤害彼此身体，消费者什么，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说，从我自己的角度，我会觉得，让人罚了，或者说让人就疯了，我觉得这个太可耻了，就是我不喜欢。包括我上学的时候，每次就是自己写不完作业，老师罚站的情况下，我都觉得很丢人的，所以我尽量在开学前几天就狂搂 B。这圈写 B，C B，赶紧蒙，哎呀，就赶紧那个选择题蒙上，然后那个剩空题先写个解，然后老师问忘了，你知道吧？就这种就是我不太喜欢，就是真的不太喜欢这种会去其他城市继续开吗？比如说那种不会，因为我就是人生的一个体验。我30岁的时候我开了31岁的时候我开了个酒吧，那就等于什么呢？就是我会觉得说一个男的一定要有一个实体，有一个生意，那个是开酒吧是我第一个生意，我31岁我开了之后，我其实我体验到34岁，我3年半的时间，我觉得够了。我要开的话，我可能会开个别的，因为我没体验过别的，我不会再走回头路。因为酒吧这个行业吧，我跟大家说实话，酒吧行业，你除非你就是进假酒，除非搞那些不正规的东西，除非你开的特别大。要不然你不赚钱，这个东西你们不理解，而且现在你们看所有的酒吧，他们赚钱不是说靠顾客去赚钱，靠投资去赚钱，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开一个酒吧是100万，然后这个酒吧就非常的火，我就全面招商，我就卖股份。正常的是，我花了100万，这一股我分成100份，一股1万块钱，但是他不是，他100股，他可能一股卖10万块钱，他10股就能赚回来这100万，剩下的那些钱不就他赚的吗？但实际上入股的这些人是赚不了钱的，除非他把这份股份再卖给别人，你们能懂吗？就是你像我做生意的时候，我就是一个股东，就是我自己，我不卖股份，因为我很怕就跟其他的股东处理不好这个关系，谁干多谁干少之类的。你要是像我这种思路的话，你就赚不到钱，因为你就是靠卖酒，我这优势全都是高价金的酒，都是那跟人家赚钱的那种方式不一样啊。所有就是酒吧行业，你们看那个王思聪的酒吧，那个这个酒吧那个酒吧 live house 酒吧，你所有你去看，基本上都是股东一大堆，你们仔细去打听，都是这种情况，他们靠卖股份去回本就是这样。因为有很多人他其实对做生意或者说对酒吧行业，他其实是有一股热情的。那我们就把这个热情就是出售给你，你就卖掉这个热情。有人觉得说合适的话，我就买了，或者说他本身他也是一个爱喝酒的人，他有一点点股份，他就说我周末我自己有个地儿我自己玩，这回你们能懂吗？
很多人就是觉得做生意，他就是做生意，他不是做生意。做生意其实多方面的考虑。你像繁花》你们看过吧？繁花那个李李，就是那个我不知道叫李李叫啥，这繁花那个叫辛芷蕾，辛芷蕾那个角色啊，辛芷蕾那个角色他就不是为了赚钱啊。辛芷蕾那个角色，他不是为了赚钱，他开的饭店，他有其他的目的，所以他往死了砸钱。相反的是那个范甜甜那帮人，他们是本分，奸商，他们是为了赚钱，他们是靠生意来赚钱。但是辛芷蕾那个角色绝对不是为了开饭店赚钱。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出发点你们能懂吗？你们能懂吗？就是你们看到的天不是天，是别人给你们反射出来的天，你们看不到真相因为这个世界它其实是特别的，就站在某一个角度的世界，它不是你看到的世界是全部世界。很多东西你为什么你不懂，其实就是因为有一些人没有人让你看到真实的样子所以说就这些东西太复杂了有的人说做生意，你做生意就是赚钱，其实不是，有很多人做生意是为了另外一方面他不靠生意赚钱。我说的明白吗？你们能懂吗？你们能懂几成？你们能懂，就是我说的这些东西，你们能懂几成？有的人做生意不是为了赚钱，能懂2成。不到1成。就是我就这么说，孩子们，如果说你们看到一家店，它是以营业额去做去作为他们的收益的，这样的老板他不是做大钱的他不是做大钱的。就我给大家举很多的例子，就是拼多多它不赚钱，他一开始他不赚钱，他为了砸拼多多、滴滴，还有那个就是蜜雪冰城，他们不是靠卖那些东西赚钱的，你们能懂吗？这回你们能懂吗？就拼多多、滴滴，还有那个这个蜜雪冰城，他们绝对不是说靠卖商品去赚钱。这回你们能懂吗？就是滴滴，我不知道大家对滴滴了解多少，就是我们这代人我是真的见证了滴滴从无到有，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用滴滴，然后滴滴疯狂的往里砸钱，就往里那个就是砸到就基本上打个车，我们那个时候就用那个滴滴打车，基本上都是5块钱，然后能打30公里，就我们那个时候是对，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就是他们就不是靠这个赚钱。现在其实他们也不赚钱现在他们也不赚钱，包括蜜雪冰城，你说2块钱的那个冰淇淋能赚什么钱？8块钱的那个饮料能赚什么钱？它不是靠卖东西赚钱你就像我们做酒吧也是一样，我们做酒吧也不是靠就卖酒赚钱。你要靠卖酒赚钱的话，我觉得这个起码在现在这个经济你是达不到的。所以说现在能赚钱的那帮酒吧老板，其实他一定不是靠酒水赚钱。对，现在滴滴赚钱了吧？
现在滴滴赚的钱不是滴滴就是打车的钱，啊，它不是打车的钱，所以就这些东西你们是。到什么时候你们才能了解呢？就是这个，等你们进一家大的公司啊，就是什么世界什么几百强，或者说大厂，就是传说中的大厂啊，你们进这个，或者说你们真正自己做那种就是那种店了，你们才懂。哦，它其实就不是靠这个赚钱，所以你们经常会问我说，哎，开酒吧能不赚钱吗？怎么样？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你们。他不是靠这个赚钱。我解释的是不是让大家就是更迷糊了啊，更迷糊了啊？你们可以理解为就是说不迷糊，挺清晰的啊，就是我觉得有的迷糊的是因为自己没接触过社会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的酒吧老板，我不说哪家酒吧，有的酒吧老板，他的出身就不是特别好，他出身可能是做按摩推油的，然后他呢就靠那个自己的大哥开了酒吧。其实酒吧就是如果说你本分做酒吧的话也不赚钱，但他怎么做呢？他把股份卖给新认识的大哥，因为你开酒吧就会认识一些大哥，他本身他出身就不是特别好，然后他能开一个酒吧他已经很满足了，但是他这个时候他听说就是说卖股份能赚钱，所以他50万开的酒吧，他每股卖5万块钱，然后分100股卖，他就能卖500万。但是他可能卖不了那么多，他可能就这股他卖多一点，那股卖少一点，他大概就是说卖个10股，他就能把这50万赚回来，他剩下全是留着的，而且他通过开酒吧这个事儿，他能找到更多的金主，他可能就是为了留住金主，他可能会奉献出自己，然后他有朝一日他想把股份全卖掉，跟这个新的金主，然后远走他乡，然后不再管酒吧，能明白吗？这回你们能明白吗？为什么就是很多的酒吧老板，他特别是圈子里的酒吧老板啊，圈子里的酒吧老板，他可能就是想的是这么一出啊，说的就是你吧。这个叫星辰大海的，你是傻逼吗？你是脑子有病吗？应该是加盟，圈子里的酒吧不靠加盟啊，不靠加盟，这就是有的酒吧老板他能做一些事儿，我不能做。对，他能做一些事我做不了，有的人会说，哎，那你看别人都赚钱，啊，别人都赚钱，我说别人赚的钱我赚不了，他们说为什么？我说没必要啊，我说我不可能为了卖一瓶酒，然后我就跟那个什么客户就怎么着，我差那一瓶酒钱吗？但有的人他就是因为他起点比较低，他出身比较低，所以他就通过这方面，他就觉得说没所谓啊，他就觉得没所谓。但是对于有些人，他就觉得有所谓，就是有些人能做的东西你不能做，你能做的东西别人他干不了啊。就比如说有的人可能就是说，哎，那个百里屠夫凭什么那个酒吧就是总有那么多新客人？因为我常年在拍剧，所以就有全国各地的粉丝来捧场，但有的酒吧就是没有就是所谓的粉丝
这就是我能做的，他做不了的东西，这是一样的。所以就是看你怎么选择，你到底是想，一般干这种事儿的老板可能都是圈子里年纪比较大的一些可能就是生活上比较你像我们没必要我们还年轻，再一个我们靠自己已经能挺不错的这回你们能明白吗？所以就是做酒吧这行，你看你自己的就是我还是要举那个就是繁花就是辛芷蕾那个角色，很多人就觉得说辛芷蕾这个角色莫名其妙，他来了他也不赚钱，然后就风风火火的，然后名气那么高，然后他最后他也不赚钱，就为了报仇。不知道你们看不看繁花，你们能不能看懂繁花？每个人他其实做这个生意，他的出发点不一样。你像辛芷蕾，他其实这个角色他已经有很多钱了，他做这个酒吧其实就是为了报仇，但是别人就不理解，因为他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目的，他觉得他做得好好的，他为什么不做了？他把别人搞死了，然后他自己也不做。对，就是目的和出发点，你不要揣测别人的目的，也不要就是低估别人的出发点，这些东西是你不是他，你不了解的。很多的事情不是，很多人就是说，哎，你不做酒吧了，你靠什么赚钱呢？谁告诉你我是靠酒吧赚钱的呀？我拍个剧我能赚20万，我几乎每年就是前几年我几乎1年半我就能拍一部剧现在经济差了，然后就是没有人投资了，所以我就有的时候我那部剧可能能赚30万，就看自己而且就是有的人说那你剧卖不了，你剧那个不收费，你怎么赚钱？这个东西我也没办法给大家解释。我拍了一部剧，我就有名气了，我直播的时候我就能带货，我就比如说我直播就有人给我刷礼物，这也是一种变现。你为什么一定要靠收费去赚钱呢？你现在看所有的剧，它都不是按照收费赚钱，他是卖这个剧赚钱，但是卖这个剧他卖的不是说这个播放权，他卖的是这个广告。这回能懂吗？就是你们看到的点是只买直卖的关系，但是其实现在赚钱不是说只给的一层关系，它是绕着这个东西去走的，它不是说这个剧我卖给你，你看一下多少钱，不是。你看一下多少钱，那个是你卖给平台去这么做的，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制作方去这么做的，这回能明白吗？所以这个东西太复杂了这个东西就是对于你们世界，你们完全的只给，你们就觉得说你拍剧就是为了卖这个剧，完了别人看一下，然后给你多少钱，那个不是。你们记住了，所有制作剧的人都是把它就是打包给那些收购的人去卖这个剧，而不是说我们制作的人去卖这个剧而且我们就比如说为什么会有广告之类的，会找这些东西。现在就是你这个演员好，你这个阵容好，或者说你这个导演好，你这个有流量，我确定知道你于正拍的剧，那我就会给你投广告这一定它是一个环绕着的东西，它不是只给的东西。讲太多了，超纲了对于很多人的角度就是说，我家里有菜，然后我去商场里我把这个菜摘了，我是那个菜市场我把它卖了，这是赚钱。然后卖完以后我去种菜，种完菜我收获了，然后我再去市场一卖，这就是你们的理解的做生意。不是这么做的就做生意做生意不是说你们想的那种你们想的那种那
挣不了多少钱，对，他不是那个，你们要这么看待世界的话，很多东西你们是看不懂的，啊，你们是看不懂的。要会变通，不是变通，就很多时候，就是我没办法解释啊，这些东西你就是我说了还会，现在直播间里有120个人，我说了能有20人能听懂都算不错了，对。我说了之后能有20个人能听懂就不错了，因为很多人的生活不涉及到这些东西，我说的时候你们就听不懂，啊，听懂的请扣1，来我说完了以后听懂的请扣1，我看看有多少人听懂，来听懂的请扣1，2个3个，5、6、7，没多少。我就觉得就没多少，你看这没多少，没听懂的请扣0，来，没听懂的请扣0，来，没听懂的请扣0啊，没听懂的请扣0，我看看有多少，没听懂的请扣0，你也扣1，0.5，0.5不喜欢被扣啊，糊涂的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买品牌名气？这我没办法说，我这个没办法说，只是。好美啊！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跟小大夫在一起，我不是图他的长相，在你们眼里我就是图他的长相，但我其实难道不是吗？就你们不能理解，你们就觉得说我找了一个人，然后我就是图他的长相，图他的那个身体，我跟他在一起，其实不是。这是你们以为的，就是恋爱的关系。其实我们恋爱的关系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你能觉得说在他身上能看到一些，别人没有的东西，所以你觉得他很特殊，然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就相处下去，逐渐的就养成了一种就是说，哎，你们之间的那种舒服的那种，感觉。这个是别人替代不了的，而不是说像你们那种，就是我找对象一定要找好看的。你们的世界太直给了，就好看的人怎么样的，包括你们就说那个这个人长得不是特别好看，然后那个我不太喜欢。要理解一点，就是好看的人不一定会喜欢你所以你别看好看的。就是这点很多人都不明白，就是经常有人就是会在网上说，哎，他好看，他不好看，他没他好看，怎么样？你不要说这些东西啊，你不要说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好不好看跟你没关系，你要找的是什么？能看上你的人，且愿意跟你在一起的人，这个是谈恋爱，不是说你找了，你看他好看，你就觉得这就是爱情，或者说这就是你往前走的一个动力，不是，算了，跟你们说不通。那5遛狗你上完了？我遛完了。大狗遛了吗？大狗你遛一下。我可以依靠的。我比较理性，不是我比较理性，长得好看的有什么用呢？你们就说，你们就天天跟我就是在讨论这个事儿，你说长得好看的有什么用？养眼，那请问人家好看的找你有什么用啊？
啊，就那个黏糊，我请问一下，就长得好看的呢，为什么喜欢你啊？你有什么用啊？不是说笑的，就不也不是说讽刺你，就是你们要考虑一点，好看的为什么喜欢你？你们能回答一下吗？就好看的为什么喜欢你？啊，好看的为什么喜欢你？你就回答我这个问题，瞎是吧？就是对呀、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天天找好看的，好看的为什么喜欢你？你们找好看的，好看的能看上你吗？就这是你要思考的一个东西。对，看上你的钱，那看上你的钱，你有没有钱？你自己是知道你几斤几两的。如果说就是你喜欢好看的，那好看的是不是也会喜欢你的长相？你也好看，你也好看，那你知道你自己好看，那可以。那有的人不知道自己好不好看，或者说他就是自己明明长得一般，然后他非得找好看的。对，好看的或许只找好看的或者有钱的。你长得好看，当然要找个好看。你现在有对象吗？金山，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有对象吗？但是找对象，第一印象肯定是长相，是长相。长相，我要告诉大家一点，长相啊，长相是一方面，但是其实你在遇到一个人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对方喜不喜欢你。就是你能感觉到对方喜不喜欢你。如果说你要感觉不到对方喜不喜欢你，他就是不喜欢你。如果说你明明别人不喜欢你，然后你又觉得别人喜欢你，你这个人有问题，你有点自恋啊。这个其实在生活经验当中，你自己要给自己总结。你还是那句话，你自己知道是自己几斤几两的。如果说你喜欢了一个好看的人，然后哎，你感觉不到对方喜不喜欢你，那他一定是不喜欢你的。千万别质疑，千万别觉得说，哎，有意外可能没有。喜欢一个人，其实他就会表达出来。特别是你们爱像直男那些人，天天在那幻想，就说，哎，他可能也是 gay。就你们这帮人，其实就是不要幻想。他如果说不明确的表达是 gay 的话，那你就放弃掉，而且就是别耽误自己的幸福，能明白吗？啊，千万就是对。哎，对了，火祖宗，你们看一下啊，火祖宗说的，长得好看的没用，生活当中看着舒服就行。是的，我是那个 ENTP 碳水超人，我是 ENTP。我是辩论家，很明显，啊，就其实长得好看真的没那么重要，就是只要顺眼就可以，我觉得谈恋爱只要顺眼就可以。你找那么好看的，或者说大家都觉得他好看的，他为什么跟你在一起？他为什么跟你在一起？开始说看你找啥，好看、情绪价值、经济好，总要有一点，这个点倒没错。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也要有一点特长，对，你也要有一点特长啊。长得好看太有用了。那我就忍不住就怼你们一把，就是龙二长得好看，你们喜欢龙二有什么用呢？啊，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龙二长得好看，然后你喜欢龙二，你有什么用呢？就是你们回答我这个问题，就是龙二长得好看，你们喜欢龙二有什么用呢？黏糊，我觉得黏糊你至少还得单身2-3年，啊，我觉得你至少还得单身2-3年，看着开心对你有什么用呢？就是对你有什么用呢？他好看对你有什么用呢？啊，只能是单相思，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有时间去单相思，不如找一个就是说不如说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人，比如说，哎，他可能说长得没那么好看，但是呢，他对你好的人，其实这很重要，我得单身多久，百里？我不知道你要单身多久，我看一下啊。虎叔38岁，宜春呐、茅盾大学，我这个我感觉不出来，但是虎叔我觉得有一点，虎叔有一点就是你年纪不算小，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其实你比一般人要更容易得到幸福，为什么？给人的感觉很好，这一点其实给人感觉很好，就是现在大多数人都愿意找相对成熟一点的，不愿意找那些特别，你就像年虎这种，你知道年虎这种，我觉得一般人都不愿意跟他谈恋爱。年虎这种就是从他的思维上来讲的话，一般不愿意跟他谈恋爱，为什么？就觉得他没什么能力，然后他又要求就别人长得好看，这种一听就不想跟他聊天了，不想跟他接触了，就是这样，你都不跟我喝酒，我们也不跟你喝酒。我生活当中我不喜欢就是那个，就是太，就是太陌生的一个直接的接触，有的时候我更喜欢就是别人的朋友带着他，然后好像大家一起就介绍一下认识啊，北京就认识，你到底谁呀？我看不见啊！看不见啊！虎叔是谁啊？头像看不见，对，你要分得清楚，好看是什么意思啊？好看就是顺眼就可以了，你千万别找这个找那个的，完了就是人家多少粉丝了，然后那个怎么样，完了你喜欢的怎么样？你扯这个干啥？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找一个我觉得相对来讲的话，就是相处舒服的人，这样才能你能得到你心里的一个需求，一个满足点。你和小医生好了吗？没好，这个是换了一个叫小护士。小护士。干什么？我在挠肚子，不挠胸。哎呀，累死我了，耍那个棋。就其实你们会觉得他长得好看，但是我真的没有觉得他好看。装什么？就后来接触起来会越来越好看。装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是一开始就是没那么喜欢，后来是在一起之后就觉得说挺顺眼的，越看越顺眼了，是这样的，跟你们的那种理解不一样，就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我是因为他长得好看，然后怎么样的，对，还好了，他们说你还好，对，真正在一起就是什么真诚在一起，是的，一般般啦。得不到吧？有点小龙二啊。得不到吧？没有接触过这么好看的人吧？就一开始我就说，我就很好奇，就是他哪里好看，然后就是因为我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主动跟我在一起的，就是他对我比较好，然后就会觉得说，还医生这个职业还蛮特殊的，然后就说那就跟他在一起，后来我最让我决定跟他在一起的，其实是他这人事儿少，像个哑巴一样。
你真的很双标、哎，我觉得他真的有时候讲这些事情，我觉得他真的很双标。有时候还要别人作一点，然后呢，这就是谈对象的意义啊。然后又需要别人不要那么作，然后呢，实际上又不要别人就是乖一点，然后呢又要别人作一点，他真的很难伺候啊。不是啊，我就觉得你作可以，但是前提得是我比较在意你的时候，但如果我不在意你的时候，你就要懂事儿，真的不是在意，是分事儿。不是啊，我就真的就会觉得呀、哦，那你就是不在意喽。现在就是更多的就是说，对你比较失望。那就是不在意喽，那失望就喽。谈对象的意义是彼此给对方情绪价值，彼此更多情绪价值，更多的情绪价值，还好吧，就我情绪价值，我觉得现在就是我俩在一起的意义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责任吧，因为我觉得他跟我分手了，他也找不到啥好玩儿，就是还是期待他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就是24岁到30岁的时候，希望他有一个人能陪着他吧，对啥意思啊？对，就是这阶段就是这个阶段就是你也可以不跟我在一起，但是我觉得就是人生你最重要的这个阶段应该跟我在一起会好一点，对，但你30岁之后，你可能就是因为你一直被保护得很好，可能你就叛逆了，你堕落了，这个是你30岁的时候你可以去承受的点了。抓什么？我怎么觉得是不放心，想保护，我今晚觉得他是真爱，屁，可以，听我说，我不说，我不听。你欠，过来。我没洗澡。好烦，喝醉了，都没人陪。感觉他怕我，挺好的。你是不是揍过他？没有。一看后边那个是老婆吧？揍过的他会自己给自己疗伤，他会给自己打一个葡萄酸。葡萄是葡萄酸吗？葡萄糖，葡萄酸是什么？给自己腌上了。你俩比较般配，哎，他高攀了。你困了？都2点了也不困。哎，你直播呢？直播咱俩真心话大冒险来。我这发型太奇怪了，睡偏了，我一天没洗澡。真心话大冒险。我问一个，然后你回答你问完了，然后你回答完问我一个，不许那个不回答或者撒谎，撒谎就是撒谎，反正就是必须得回答，来。
你先问吧。我先问啊。我还没想好呢。回答不出来也要，5、4、3、2、1，你要回答不出来，我一嘴巴子呼你。好，预备开始。5。你问什么了？就我。你问我呀？怎么就我先问你了？来对啊，你猜拳。先来。输的人赢的。输的人问。输的人问。剪刀石头布。说出我3个缺点。你怎么又是这个啊？说出我3个缺点。说出你3个缺点。大男子主义。5。不爱干净。4。没错啊。好。5、4。你不能像这样子弄得我就很，然后什么看不爱第一个什么来着？大男子主义，然后不爱干净，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话就是跟你说话不理人，这是你的缺点。好，来。你回答了，你问我。我问你。5、4、3、2。那你就说我的3个优点吧。3个优点。脑型好看。你给大家看看你的脑型。这一般这样的，因为他头发没剪。他就故意。脚好看。脚肉肉的。身高可爱。这些是属于优点吗？优点啊，我就喜欢。他这些就是水优点，你知道吗？不是，因为我就喜欢你这个身高，因为我在没认识你之前，大家都知道，我就喜欢1.7米、1.72米左右。但是这些优点回答的很勉强。那一定要别人看待的优点吗？那你问。敷衍。说说你想让我改变的一点。一点。你想让我改变哪一点？就一点啊。对啊。可以多几点吗？那其实未来再说了。就是能不能说话的时候不要质问，就是反问说话来回答我的问题，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好。该你问了。就是说话好好说，不要以反问的形式来回答我。该你问了。爹为重。给我问了。该我问了，我该问啥？5、4、5。那你说出我的缺点吧。你的缺点。蠢。只能说一个吗？这人我觉得他是在报复，你知道吗？因为你缺点太多了，你就说只能说一个吗？那你就都说。我就都说呀。那我直接骂行吗？你看看这人多就是。我连说带唱我就骂他了，行不行？那你都能编首歌了是吧？对啊，嘴上又也不吃亏。你让我说几个嘛？你给我标一下题。
说出你最不能接受的一点。最不能接受的一点，最不能接受一点就是你别想着你做揖这件事情，起码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不要想着你做揖这件事情，我就死活我不会答应的，而且我会非常的反感的，会影响咱俩感情的。就是每次你想做揖，我都非常非常反感，甚至就是想就是发火的。对，他每次他想做揖，我都就心里非常的膈应，非常非常膈应。对，我在问，如果说，跟我妈妈就是相处的不好的情况下，你有想过自己该怎么办吗？马上要顺从不好也不，我觉得不会让，应该也不会相处的不好。如果说有不好，那你肯定要顺着长辈啊，是吧？这不是一个面试，你做自己。那也是啊，确实是要顺就要着长辈啊。顺着他。对呀、来，该你了。该我了。来啊！想不出来。 4、3、2。我觉得这个人的问题，你和他妈妈和我同时掉进水里，谁救谁？4、3、2、1，快点儿！我想不起来。快点儿，然后打完了我就轮到我问了。那要不然那你说一个。我问啊，你要再回答不上来，可就不是那个打后脑勺了啊。你都打脖子了。我再问一个啊，除了 monkey 之外，你还想养一只狗吗？可以。好，该你问了。你问的就这么简单吗？那你要养什么狗？我没有想要再养狗啊。多好啊！再养一只，它就有伴了，就有老婆了。如果说再养一只，我还是会选拉布拉多。养黑的吗？就这个颜色。这两只混起来才好看。不要。黑波布拉多。我该问了啊。你曾经就是我就问过你那个问题，我忘了你的答案。你曾经因为龙二吃过醋吗？你问过这个。我忘了。吃过呀。你还问了为什么？这什么时候啊？就是上一次直播才没几天。哦，那我当时我没听。就前几天，你看他们都知道。哎呀，我就没听。你都记得，你都记得，该你问了。哎呀。来，5、4。你不要数的我都想不起来我要问什么。快点。
哎，我还想问这个啊，那你对罗尔有没有动心过？你可以说以前，也可以说就是之前，之前也可以说现在，你可以选一个，给你一条台阶下。你说啥？就是这个问题啊。什么问题、你对罗尔有没有动心过？以前什么？现在什么？就是以前有没有动心过，或者说回答现在，你可以选一个回答。你这么犹豫这么久，就是有了呗，对吧？这还需要回答吗？这还需要吗？这答案不就明显了吗？你们还在期待什么呀？是，那我还要再追问下去，是拍哪部剧的时候吗？你们，哎呀。期待啊我看不到那个评论，我看不到你们的评论。可能芝麻2的时候，就动过啊，确实是动过些，以前动过些，我承认，对，但其实不是拍戏，芝麻2不是拍戏，不是啊，就不是因为拍戏动戏啊，就是拍戏前动的心，不是拍戏后，拍戏后动的心，啊，拍芝麻2后动的心，不是，拍小茉莉时候动的心，嗯，那就是嘛。那个时候他拍小茉莉，然后呢，我让他回来住，他不回，然后呢，他要跟龙二2个人一起住在那个老公寓。别瞎胡说，人那个时候那谁也在，那时候就你们2个在，然后呢，他们开了另外的房间。不是，你记错了。没有，就是那个时候龙二他睡在的是楼下的那个 loft， 然后呢。我没跟他住过，我就住过1天。住了好几天，你都忘了吧？你都忘了。我就跟他住过1天。他住了很多天，我让他回来，他又不回来，然后呢才让我给他送衣服过去。你记错了。我记得很清楚，然后那个时候我给你送衣服过来，就只有你跟就是那个房间除了成龙大哥，就只有你跟龙二，就是你们一人睡一个房间。那我不记得，不是。然后我不后记得面不是，我要有什么的话，我肯定会记得，但是我确实不记得这个事儿，说明就什么事儿都没有。没有吗？真没有。那我还要继续讲下去吗？因为我帮你回忆回忆，因为我都知道。你知道个屁呀、你这。我不知道。还问吗？为什么呀？不是还接着问吗？不是啊，我就没什么呀，你记错了，是。不是，我是说问题还继续问吗？啊，继续问吧，继续问，就没有，不是你们别听他胡说，我没有，我跟龙二啥事儿都没有，就只不过就是你记错了，因为我记得是什么？我记得是有一次那个我们在酒吧里拍完戏，然后我们一起回宿舍喝酒，然后喝酒之后呢，那谁他们，那谁呀，卡卡也回来了，然后我那天龙二喝多了，我就留下来照顾他了，就仅此而已。就是其他的我真不记得，因为我可能是真的有这些事儿，但是因为啥也没发生，所以就是没有记得。对，我就真的那一天是照顾他了。照顾了几天？就照顾了1天。
不是我这个点儿我肯定就是眼干呐，我眼睛干，就照顾了一天，然后那个我们那个就是那个那个叫啥来着？公寓，那个公寓是那个3张床，然后卡卡一张，然后我一张，龙二一张，然后龙二那张床是在我的床下面，就是它是一个2楼，我是在那个龙二的2楼，然后他是在1楼，然后把他就是那个，因为他喝多了，然后就把他扶上床，然后紧接着我就上2楼住的，不是啊，那我肯定要讲清楚啊。越描越黑，我没有描黑，我就是完全是，你们说那个眼神偏左，我不能盯着屏幕的。我告诉大家，我为什么不能盯着屏幕？因为我们直播久的人啊，其实就是看这个字，容易就是就是那种弱视。什么意思呢？就是就是我为什么不能盯着屏幕？我给你们看一下，我如果盯着屏幕的话，你们看我的眼睛。你们能看见吗？就是我的眼睛是弱视，然后它这个眼球就不受控制，看出来区别了吗？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不盯着屏幕，因为就是这样的，对，所以就是你看我没事我唱歌的时候我也是就是盯着这边盯着这边，对。没关系啊，他没有生气啊。没有生气。问问题环节没了，还可以问啊，问吧。还我问呢？还你问。确定还我问呢？问啊。不得到你问了。啊，我问，你当时回你奶奶家，半夜是你奶奶想吃宵夜吗？12点多，你奶奶陪你们吃宵夜去吗？就是他们我爸他们都有吃宵夜的习惯。你奶奶12点多也吃宵夜？会吃啊，他经常会，就是有的时候，不需要我解释清楚一点吗？就是他也会跟我吐槽，就是他们出去外面吃宵夜，然后呢，他就一个人在家里面坐着等，然后呢，以为我爸会给他带过来，然后呢也没有带，然后呢后面又说他吃了什么。后面又重新说家里煮个粉给他，然后我奶奶就很生气，你们就可以出去外面吃东西，去吃就算了，也不打包一个回来，然后呢在家里我就要吃家里煮的。好，该你问我了，真的，对他奶奶很奇怪，12点半，然后跟家人一起去吃宵夜，然后我就去，而且他跟奶奶一起出去吃宵夜的时候不接我电话，然后不回我信息。然后给我发了一个特别模糊的那个照片，我说你干什么去了？你没在家？他发了一个特别模糊的照片，我说干什么去了？他说跟奶奶出去吃宵夜，就是我就觉得我一直这个事儿我就在心底啊，你知道吧？就是正常咱们的奶奶呀，就是11点多10点多就睡着了。但是那天他12点多，他奶奶就有吃宵夜的习惯，你知道吗？就是我一直都比较怀疑的一个状态，你知道吗？对，他就说是他奶奶，但是他就是不回我，他就是不回我，打电话也不接，对吧？打电话也不接，该你们了。比我老了。对啊，
赶紧问了，赶紧问了。5。你这个人说话那个土豆冲啊，如果对象出轨了会接受吗？这个都不用想。出轨还偶尔。出轨还有就不可能，我俩就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我出轨的话，我也会主动跟他分手。还有潜规则，剧组演员，这个没有，这个没什么可问的。你怎么知道没有啊？那你有吗？没有啊，那你这个有什么可问的吗？就浪费你一次机会啊。我都说了没有啊，我不问这个。为什么没有？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一涉及到演戏的人，一涉及到演戏的人，我都不太会跟他们发生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本身我的个性里边就不太会选择网红啊、演员这种另外一半发生关系之类的，就不太会。就是我骨子里还是喜欢素人，我喜欢素人多一些。就是你像馒头啊，包括卡卡呀，就这些人，他其实都是有表演的那种欲望，有野心的人，我不太会，就是我谈恋爱不会跟这一类的人就有太多交集，我不太会喜欢上这种人，而且就是我跟别人发生关系都是因为喜欢。后面一个括号，龙二除外。龙二不是。不是，你就是你不知道龙二其实为什么我会对他动心，其实就是因为那段时间，去激发了你的保护欲。不是啊，你想一想，就是你想一想，我跟龙二合作了芝麻1，我都没心动，芝麻2我们也没心动，因为芝麻2完全是甜的，芝麻1我们不心动，是因为我们实在是戏份也比较少。芝麻2的时候我依然没心动，因为芝麻2就属于我俩的一个甜戏，我俩也没心动，我对他也没什么感觉。为什么拍小茉莉的时候，又不是在拍戏的过程当中我对他动心，而是戏外我对他动心？你要考虑一点是什么？就是小茉莉那个阶段，其实是我最脆弱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是我一边我要忙着开新酒吧，一边我要忙着拍新戏，然后每天就每天呢就累的都特别特别累，然后我又那个时候是我开2家酒吧，一个人的精力是不够用的。然后那段时间龙二也好，包括那个就是那个谁，那个狸猫叫啥王顺利叫啥阿赞。无论说是那个龙二也好，阿赞也好，就这俩人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他们表现出心疼我，就是阿赞也表现出，就是阿赞就说哎你好像很辛苦，我们不敢打扰你，然后就觉得你太累了之类的。就是那段时间我已经累到就是整个人就太需要就是有人理解了。阿赞其实对我说那些话，我其实非常非常感动，但是龙二他是实打实的在为我做一些事儿。那段时间你想想，就是我酒吧就是采购新的那个桌椅板凳的时候，你从来没有想过吧？龙二他拍完戏了以后，他跟我说图图，你这个酒吧需要我帮你做什么？你主动跟我说，咱俩之间没什么，而且他其实那个时候想跟我一起做酒吧的。然后那个时候我
我其实没有同意，就是说俩人一起做，但是龙二发出这个橄榄枝就，哎呀，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就是阴的天里边就是有一束光照下来，然后我心里特别暖，而且就是他拍完他的戏，然后他回那个因为他是住佛山，他住佛山，然后呢，当时我们采购桌椅的时候，有一个商家是在那个东莞，然后我就以为那个商家在佛山，我就记得他在佛山，我说佛山离那个家具比较近，我说正好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酒吧采购的地方，然后他在那个佛山，你帮我去看一眼，紧接着我就把那个地址发给他了，然后他就去了，去完那个我才注意那个是东莞，他整个的就开车从佛山到东莞去帮我看的，就这件事情让我哎呀就是触动特别大，因为他看完之后我说啊这怎么在东莞呢？你去东莞了？他说对呀、然后他就帮我采购回来，然后而且那段时间就是我特别累，每天跟他喝酒，其实就算是属于放松。然后他喝多了跟我说了很多的，因为他这个人其实，他不爱表达，然后他喝多了跟我说了很多的话，然后那天又是他喝多了，跟那个卡卡有一些矛盾，所以那天我就挺担心他的，然后就留下了，就我记忆当中是这样。对，所以说因为他也可能是无心的就跟我说了很多让我感动的话，然后我可能就那段时间就当真了，我就当真了可能。我解释的很清楚了吧？还没呢，你还没展开说说他跟你讲了什么话呢？那是下一个问题。对啊，但现在到我问了呀。啊。那就是展开说说他跟你说了什么话。不是啊，你刚才问完我回答了，应该我问你啊。是到我问了吧？他刚刚只是解释屏幕前的问题。啊，那行吧。那你问吧。我问了。问什么了？你展开说说你们的那个，就是通过那一方面，然后让你变得就是开始动心了嘛。所以说你就从这里展开说说。我只能说他没有说什么具体让我动心的话，但是他在我那个阶段，他其实做的太多了，就是那个阶段，其实我特别需要有一个人，但是那个阶段的你也不懂我，而且我也不寄予你什么希望，但是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酒吧开业之前他来了。就是酒吧开业的当天，然后我们有一场戏要拍，所以他就从外地来了，然后所有的剧组人都来了，因为我们那场戏要都在。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整个人焦头烂额的，就是所有的酒吧的事儿都得我定。然后两个酒吧都挺忙的，然后那个时候你没在。那个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因为我没在，而是因为你觉得我就是不需要我去帮忙。因为你年纪太小。就是觉得我帮不了。他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都不会想到他去帮我做什么。他是会认为说他想要我帮忙，又觉得我帮不了，然后又会抱怨我说我做不了。我那个时候没有抱怨。也不是，你就是觉得说，我那个时候没有抱怨，我就是压根什么事儿我都不会想到他身上，因为我觉得他遛狗他能遛明白就很不错了，那段时间，然后，就是我酒吧开业的当天，然后龙二来了，龙二就是我很忙，然后龙二就是也无所事事的，然后他也有点社恐，可能是龙二在那待着，他就有点社恐，然后他就没事就到我身边来，然后等到晚上开业的时候，然后我们拍完戏了，
然后我就要应酬所有的老客户，因为我新酒吧开业其实都是老客户来了，然后来捧场的，然后我就在挨桌敬酒，然后那个时候小大夫已经来了，然后他跟朋友们在另外一桌，就是玩上了，他就跟朋友在玩上了，然后龙二全程我就给他们开了一些酒，然后让他们在那喝，可能龙二跟那些演员也。龙二可能觉得那帮演员是小孩儿，然后就可能也聊不进去，反正他没在演员那桌，然后他就来找我，他就在我耳边说了世界上最动听的一句话，他就说：“图图，要不要帮你？感觉你喝多了。”就这句话，而且这一段其实，在剧里边被剪进去了，那一段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行为，但是因为那个辉他是在抓拍我的细节，所以那一段正好剪进戏里边了。然后我就说，其实我心里特别开心，特别暖。我说不用，那个我还行。然后然后我就去招待其他人了。然后龙二过了没多大一会儿，他说感觉你不行了，我来帮你吧。我说真不用，你去那歇着去。我说这个我能应付得来。就说了2次，然后第3次的时候，就是我跟那个苏姐就在那块儿，就苏姐来了，然后我就陪她玩骰子呢。然后苏姐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喝多了，然后这一段也剪进去了，就剪到戏里边。这个时候龙二就咔一下坐进来，他说那个加我一个怎么样？龙二就看出来我不就是已经喝多了，然后他直接就坐进来，加我一个玩什么呢？就那种，然后他就我就赶紧介绍，我说苏姐，这是那个我那个搭档龙二，然后怎么样？然后龙二就帮我照顾苏姐，就这些小细节就是有那么一瞬间，我会觉得说，她要是老板娘就很厉害。对，我就觉得，就是就是他揣测人心和他的那种，眼力劲儿，就真的非常的牛逼。而且我就觉得说，有那么一瞬间就是我就无力抵抗了。我就觉得说，不是因为他的魅力我无力抵抗了，是我那一瞬间我知道其实我自己没多大能力，然后突然有一个能力，可能就是能帮到我的人，我其实那一瞬间我其实就是完完全全的缴械投降了。我就觉得好像我应该认输，我应该放下所有的那个防备之心，然后我要去接受别人对我的帮助。对，那个时候就一下就动心了。然后晚上的时候，我送他回那个住的地方，而且那天晚上龙二就是那天晚上也是特别，就陪我到4点多，你记不记得？那天就是我把你弄走了，完了龙二还在陪着我，然后去因为正常的开业了以后凌晨4点多。然后有一帮老顾客，我要请他们吃饭去，结果那个小麦他们，我就请他们吃饭去，龙二还在。龙二是不太喜欢这种应酬的，龙二全程都陪着我，然后他就我们在喝酒，然后龙二就在桌上就睡着了，然后等我们，我就说赶紧结束，然后我就把龙二送过去，在车上，就是。就龙二就跟我生气了，他说感觉就是我有点不领情之类的，还说我这个人是什么就是特别
特别会那个就是，特别会那个就是那个蛊惑人心之类，反正就是说的那意思就是说，我太会欲擒故纵之类，反正就说了这些话啊。然后我也没觉得，直到后来，那个就是小麦过生日。小麦过生日，然后其实我们那天拍戏，然后他觉得小麦不错，然后所以就是小麦说，哎，过生日你要不要来？他说好啊，因为龙二是一个完全不喜欢陌生的地方，他那天就说好啊，我单纯的我就会觉得说龙二这是给我面子，就龙二可能就会觉得说，这是图图的好朋友，那我就给他个面子，结果我们拍完戏，然后龙二就陪我去参加小麦的生日会。然后在生日的那一天，我带着龙二的那个感觉就特别，就让我觉得，让我就会觉得说，终于不是我一个人在这种就是这种应酬里边就是在单打独斗了。然后我带着龙二，龙二也是全场的焦点，然后龙二又特别。有那种就是舞会的搭档那种感觉，就是给人感觉特别好，所以说就动心了啊，那一瞬间是动心了。但是我们拍完戏以后就不会了啊。这你问我就说实话，啊，确实是这样，就真心话嘛，确实啊，就是我其实想告诉大家，就是再强势的人，其实他一个人强势是因为，你没有依靠，就是一个人的强势主要是来源于就是对生活的失望，然后在生活里边没有人给你那种可以商量可以依靠的那种感觉，但是一旦有一个人能给你那种商量且依靠，然后彼此就是他能给你一些力量的这个状态下，这个强势的人一下就散了，就一下就散了，就你们要懂这一点，就所有的强势的人一旦遇到一个对，就当这个强势的人被就是击倒的时候，真的他就那么一个小小的瞬间，然后他就完全就散了，对，哦，对，你们不懂，你们不懂，就是所以就是，确实就是有那么一瞬间，而且不是因为剧情。而且我觉得跟龙二也无关，是因为龙二的行为，那个动心不是因为他是龙二，是因为他的行为让我动心。我说的够准确吧？啊，说的够准确。就是如果说他是卡卡，他对我做那些事儿，我也会有那么一瞬间动心。对。对吧？严谨准确，还问吗？不是都还我问吗？怎么又你问我都没问呢？那就是啊，那你问我问嘛？这不你要我问吗？他妈的！他自己讲爽了，你们听爽了吗？要我问吗？还要我问吗？我问。小大夫是不是该学习一下？
就是这我不是我学不学习的问题，你知道吗？就是他的骨子里面就是认为我就是帮不了他，你知道吧？是他就是任何事情，就是包括谈论任何事情，他是他不是的认知里面就是我就是跟他商量不了，不是谈论不你能帮我了。什么呢？你就所以不是说很多事情我给他不愿意我给大家跟说一下，我他也给大家不愿意跟我说一下，就是其实我为什么会觉得龙二能帮我？因为龙二的生活阅历其实比我要还多。龙二可能就是说，也不是生活阅历，是他的思想层面的东西，其实是跟我，甚至比我还高，跟我相同，甚至比我还高的。所以就这些东西是小大夫是，这个年纪是达不到的，所以你这些东西我没有办法去要求他，我也没有寄予一些东西。就比如说我们对待一个事情的看法，他这个年纪是达不到那个点的，他可能只看到了就是说吃喝玩的角度，但是可能龙二就能看到的是，精神层面的，或者说就是，未来的一个层面的东西，这是他这个年纪达不到的，能懂吗？对，就是我跟龙二可能就是思想更共频一些，跟他呢就是说，如果就是就你看我跟龙二这种人吧，我们在一起我们要真正在一起也不行，所以就生活不一定说是一定要对方都懂，可能因为不懂，然后两个人也能有某种羁绊，某种这个关系，就是你要是太公平了的话，或者说就是他完全的拿捏你的话，你反而不舒服，对，不也是少年老成的吗？干嘛小大夫年纪说事儿呢？这个藏风啊，你想表达什么？我不懂。藏风你想表达什么？我不懂，我没听懂你这个意思。我就再说一个观点，你说什么年纪不年纪的，我不懂啊，我真的不太懂。就是小大夫是一个符合他这个年纪的思想、内心的一个人，所以我了解的他就是，有些东西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交流的，所以就不太会浪费时间去交流，这个是无解的。如果说他有朝一日他跟我是精神共频了，那他一定是经历了好多之后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是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达到的一个结果，不是说我现在就是说一下就给他就是开他窍了，这种不太可能。对他是比较简单的思想，没有那么多的层和面。该我问了。就你觉得你是一个上进的人吗？你就回答觉得或者不觉得，我不会反驳的。我以前是。为什么？就是行了，你赶紧问我，我不反驳。因为那是以前，那是属于是在我自己的领域里面，我懂，我知道往哪个方向爬。已经3点了，马上没电了。好了，该你问我了。
睡觉啦。再问2个问题，我问你一个，你问我一个，你先问我。来，快点。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问什么？那行，那就这样。那就这样。就是在我眼里啊，我不是 PUA 你啊，我也不是 PUA 任何人，在我眼里，我觉得你一直都不上进。我没有贬低你的意思，因为我就觉得那个工作其实真的害了你，就是我一直都，上一次咱俩那个聊天的时候，我涉及到了一些，但是我没讲的特别全面。就是你那个工作确实是让你有一点点就是安于现状，就一点危机感都没有。你承不承认？那个工作太安逸了。就那个工作也，你看你那个工作也不需要让你考试，因为那个工作岗位不需要考试。你晋升的话也没有那么快，所以你每天的，其实工作就是到单位坐着，然后就是哪边需要你就去哪儿，就是一点挑战都没有。你其实那个工作待时间长了就会让你比较安于现状，因为他之前的工作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就是什么外科呀，什么内科呀，什么就是那个门诊啊，不是那个工作其实就每天上班了，然后在那儿就是沏好那个什么饮料，点一杯奶茶，然后就是这个给这个送点文件，那个打点单子，然后怎么样，然后就到处就是走来走去的，就是一天就完事儿了。他之前是那个工作，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工作其实一是赚的少，他赚的少肯定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工作其实工作内容就没有太多的挑战性，然后未来的为什么没有晋升？因为这个工作它也不需要晋升，就是不需要晋升，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他离开那个工作，他其实完全就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了，因为那个工作已经麻痹他太久了。哄的，哄个屁呀、有啥哄的？我又没伤到他。你们要死啊！他哭了，他哪哭了？别在那逼逼了，你们。你从龙二就开始伤他了。龙二这件事情，其实他早就知道。所以龙二有一天就是说了一句话，然后他就，龙二也是无意当中说了一句话，他就想到了这个事儿，我们仨知道，但龙二我不知道他记不记得了，就对，对，说的什么，龙二估计不记得了啊，我们也没太在意。反正就说完以后，我就觉得其实挺，反正我会觉得说，就那一瞬间，我确实是动心了，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对。说说卡爷有什么说的？你说，你想问什么？他那个动作一动不动是在干什么？我按暂停键了，我按一下，嘚儿。他上去需要你传帮带，这个东西不是说我能帮他的，是他自己要经历的，还是要，就是要自己经历的，这个是不是说我能引导他的？
我会觉得说我不是教育家，我只是他的一个阶段的一个男朋友，他未来还会有其他男朋友。这个是很理性的一句话，就是我期待就是说他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正能量的去经历一些人和事儿就可以了。有点像家长训孩子了。你说这话，你们迟早要分，废话。你们就是我觉得你们特别奇怪，就是什么你们迟早会要分，我当然认同这句话，我一直都觉得说，谈恋爱就是一个阶段，你不会跟一个人一辈子，无论说你们觉得这句话残不残忍，渣不渣，这个都是实话。为什么有的人会觉得说这句话渣呢？因为你压根你就没谈过恋爱，所以你就会觉得渣。抱着一起走下去的心态，这他妈跟心态有什么关系呢？你想长命百岁，但是你就会死，能不能明白？就是你说我想，哎呀，我不能说那个你会死，但是你就是会死，这是很正常的一个状态。你说，哎，我希望你长命百岁，我真心希望，你不能说那种不吉利话，那是假的。能明白吗？你们就是太天真了，因为你们为什么？因为你们没谈过恋爱，那你还不如能帮助他的、照顾他的人呢。那你问他愿不愿意啊？你问他愿不愿意？你没有为两个人长久打算吗？这就不可能啊！就是你们就说的这种话，就是你们说的那种话是不可能的呀。对呀，你们说这种话是不可能的。你们但凡能质疑我这句话的人，一般都是小孩儿，或者说没谈过恋爱的人。你们这种思想就是说，等你们谈过几段恋爱，你们就知道我说的。你就像《海上风云》说他们还是个孩子，《海上风云》他绝对就是他经历过，所以他觉得你们是个孩子，一定是这样啊。你们会觉得伤，或者说就觉得那个难听之类的。有10年有7年可以啊，你有那是你有，但是10年7年他不也分了吗？能明白吗？就这些残忍的话，你可以就是自欺欺人你可以自欺欺人，或者说你可以把世界想得美好，但这个世界它就是有灰的呀。有些人不喜欢听，我不必说给某一些人就是他愿意听的话，对。双方都认同，就我只能说你们太年轻了。对，我只能说你们说的话就是让我难以去哄你们。接受不了，那你该干嘛干嘛，接受不了那是你的事儿。我们这个年纪我们是能接受的只是陪你走一段。是的，无论说是我对小大夫还是小大夫对我，这是一定的总觉得现在不是真心谈恋爱。那个黏糊我一直都觉得你有问题，你的思维是有问题的。就是可以我们不现在这么说，但是你那种思维就是你是一个梦幻少女的一个对世界，你是不是你洗完澡你觉得那个空气里都充满了彩色泡泡，就那种，我觉得你是这样的人你会觉得这整个是喷香香转起来那种，你是这样的人。但是现今的社会是你洗完澡你天冷你赶紧就是赶紧把那个擦干净。对，现实是这样的可能就是热水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不会说你洗澡就是美美的香香的。你洗澡有的时候你都没有什么对呀对，你是浪漫主义者，所以就是让你这种思维的人，可能你在这个世界上还需要经历太多的失望。对，就你这种思维，你是太多的失望在你整个人生在等着你。像我这种人呢，其实我也曾经像你一样，但是我没有那么浪漫过。但是我一直都知道一点，你只要经历了这个世界，
你就知道说这个世界是有规律的，每个人包括每个人，就是他的思维、他的思想，他注定他接收的一些东西，他大差不差的。对呀，你要被扎到心灰意冷，不是说你被扎到，是你自己要去承受这些东西啊。就像你今天接收到我的信息一样，这个也是你命中该承受的点啊。什么叫现实本人？金山，我还是那句话，金山，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知道你今年年纪多大，或者说你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场景里边。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是要往前走的，我们要经历好多人和事儿的。如果你这种思想，你还要求很多的话，你一定会失望。除非就是你这种思想，然后你就不需要进步啊，你不需要进步，你不会有失望，你不会有任何的伤害自己。但是如果说你要往前走的话，这些是你一定会经历的啊。对，曾经有些人你以为会一辈子是这样，海上风云就是这是一个经历过人，对对对，这是一个海上风云说的就是就是经历过的。哎，经常就是有人说什么那个啊，什么一辈子要跟他在一起，怎么样的啊？这我觉得，就是能说出这种话的人，就好比一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那个《北京女子图鉴》戚薇的那个，戚薇在找工作的时候，然后那个面试官就问了他一下，他说，你为什么要来北京呢？戚薇说了一句说，因为梦想。然后面试官就笑了。可能在戚薇的眼里，就是说，因为梦想我来的北京。这对于一般大学生，或者说因为就是一些美好的浪漫的那种人的话，他可能觉得没什么问题。但对于经历过一些人和事儿，经历过社会的毒打的人，就是因为梦想，这个是难以说出口的，就会让别人就是会很奇怪的，是的，这就是我的直播间里为什么会有人就是说，就是在质疑我说的东西，因为我的直播间里年纪大多数都小，啊 ，NPD 我不懂 NPD 是什么，我不懂，就是你们年纪小的人，就是我不能说打击你们，你们要知道这个世界需要你们一步一步的去了解的。东北毛病是认识的人设，也是欠妥，毕竟他还年轻，且目前还在一块儿，没问题啊。你说的没问题，我说的也没问题，为什么呢？我不是一个保护他的人，能明白吗？啊，我不是一个保护他的人，因为我保护他太多了。现在我相反的，我是要让他成长的，因为我再保护他，他跟不上了。啊，就是你去保护他，你能保护他多久呢？你如果说不让他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他有一天他会更难受的。能明白吗？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里边，不能去保护别人了，没这个能力，你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更多的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让他去接受，让他去了解，能跟上就跟上，跟不上就想办法跟了，要不然只会有一个结果。相处真的不需要太多说教，我没有对他说教啊，我没有对他说教啊，谁说我对他说教了？我什么时候对他说教了？
我说教的是你们。为什么两个人结婚信誓迟早离婚？为什么结婚的人会宣誓？因为那是没结过婚的人，没结过婚的人他会宣誓，但像我们结过婚的人，我们觉得宣誓其实是一个流程，能保护多久就保护多久，没能力也尽力做好自己。这是你跟我不一样，你没有权利要求我去在感情里是什么状态。就是你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权利让我去在一个感情是什么状态。首先我没有跟东东和木木谈恋爱，这是我跟他的相处方式我觉得这样相处方式是我跟他的相处方式，你说的不一定是适合我俩的。所有的说法我都明白，直播间也但是表达过于理性。还是那句话，这是你觉得理性，我觉得没问题，因为毕竟是我俩过日子，能明白吗？就你们觉得再不顺眼的，首先我没跟你们过日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说他觉得怎么样，那是他跟我交流，不是你们跟我交流。这回能懂吗？我一直都是这个态度，就是感情对于我而言有什么说什么，不是说我今天我瞒你，或者说那个就按照你们这个想法，一个人出轨了，然后我因为爱他我欺骗他可能你要求高了，不是我要求高了，这怎么能是我要求高了呢？东东与木木，这不是我要求高了，是你要求高了，这本身就是跟你们没关系的事儿东东与木木，你仔细想一想，这个是不是你要求高了？衣冠街，谁不讲好呢？是的，就我觉得有的时候网友就是我觉得你们太奇怪了我觉得你们奇怪了看你们在一起蛮开心的，是的渣男理论，我首先一点我没跟你渣我没跟你渣。小大夫的想法也是这样的吗？小大夫什么想法？没了解。小大夫是什么想法？你什么想法？他们问你。什么想法？小大夫想法也是这样吗？你觉得感情是一个阶段吗？是一个阶段，但是就是看你是以什么心态去。什么心态？就比如说它事实是一个阶段，但是你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走下去了？就是我会想，我说它虽然是一个阶段，但是我不想一个阶段，我想跟你长久的走下去，这是一个心态。你跟我长久走下去，你不觉得两个人，你也没为此努力啊？好渣，我哪儿渣了？我哪儿渣了？就我觉得我跟你们解释不通就是我觉得你看小大夫说这句话就是我今天我一直就是觉得很奇怪的一点
小孩子的思维，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他已经努力在带货了，结果呢？结果呢？他已经很努力，结果呢？我要求的是结果呀，你不能说你已经很努力了。就是你要知道，就是说你抱一个就是什么美好的一个愿望，那结果呢？是的，要自我牺牲才可以。是的，就小大夫就是你有没有考虑过结果？来，给小大夫画面。不是事事都有结果，慢慢来。谁给你时间啊？不是你们说的是什么什么什么慢慢来？谁给你时间啊？谁给你时间啊？你们觉得感情里有人会给你时间吗？谁给你时间？小大夫，你就像你说的，你说什么？抱着一个美好的结果，你努力了吗？我跟他在一起相处，我跟他每天柴米油盐，我能看到他努没努力。你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们一直都说要一起买房买车。我说那个我要给你买房买车之类的，咱俩好好努力，然后给你买房买车。但现实呢？现实是什么呀？就是你们一直都说什么感情什么想长久，那你们现实努力了吗？要私下说，那我他妈直播我在说什么呀？我就想表达这点呢。你们一直在说什么感情要长久什么的，你们现实吗？你们跟人家就是你努力了吗？你在一起的话，那是不是得努力呀？只有太自我的人才会处处看到别人缺点，所以你看到我的缺点了。那个宇环先生，你看到我的缺点了，你是不是有点自我呀？你了不了解我呀？你回答我这个问题。小大夫，你回答这个问题。你想长久，你努力了吗？我没有看到小大夫优点，那你看到我优点了吗？我看到小大夫优点了，我当然看到他了。但是这不是说能在一起的一个主要原因呢。爱他就宠他，你怎么不来宠啊？要求他这样，要求那样，不是你小猪佩奇来，我今天我就跟你们刚，我就跟你们刚，你来宠他呀。不是你来宠他，来你来宠。你们说我不宠他的，你们来宠。不能说一个人一无是处，我什么时候说他一无是处了？齐桓先生，你多长时间进的直播间啊？你看我直播看多久啊？你看我直播看多久了？回答我这个问题。能力不匹配，我觉得就是我最讨厌的一帮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
梦幻主义者啊，梦幻主义者就是你可以梦幻，但你要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意愿的话，你是不是得付出努力啊？能明白吗？你想一段感情长久，你是不是要跟别人步伐统一呀？不是，对啊，理想主义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我喜欢小大夫，把他让给我，人家来小大夫，你能看得上他吗？就是你们天天说我虐待他，或者说就是我要求多了，前提是他能看上你吗？还是他非我不可？我如果对他不好，他为什么跟着我呢？你认识他就是这样的，在一起就要接受他，现在又嫌弃他不上进，我没有嫌弃啊，我什么时候嫌弃了？随心，我就很好奇，你们看我直播看多久啊？我什么时候嫌弃他了？就是你们不要进来看我表达一个东西，你们就来杠我。为什么我会说这个事儿呢？是因为他们说什么感情要什么长久之类的，那长久你就要努力，前提是他不努力，不努力我就说这个观点。我什么时候说他不努力了？不是，我什么时候说他不好了？就你们不要就看我直播间，然后就是我说一个观点，然后你们就来杠我。只是我心里没有他，我心里没有他，你心里有他吗？我心里没有他，他跟我在一起吗？金山，你很搞笑啊！催别人努力做做榜样，少说榜样。别催人努力，多做做榜样，少说榜样。什么呀？你们在说什么呀？你们在杠什么呀？你们大半夜来跟我杠，你们又杠不过我。你们在杠什么？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了吗？来杠我？你知道前因后果吗？你再让他改变是事实不？为啥不去筛选更好的？不是，那我很好奇，满头大汗，我不知道满头大汗，你现在你谈恋爱了吗？你谈过恋爱吗？满头大汗，你谈过恋爱吗？不是，你谈过恋爱吗？光听在你身边有压力，做你对象该有多少？你放心，小猪佩奇，你不会成为我压力啊！我不会让你有压力，因为你不是我对象啊！你不用有这个担心，你也不用替别人担心，你管好你自己。谈过，那我不知道你是以什么方式跟别人谈的。正因为我跟他在一起，我期待着他跟我一起共同进步，这有什么错呀？啊？你们谈恋爱就是养着别人呐，给他养老送终啊，这是你们谈恋爱？没错，那你真的是你做养老院的呀你太牛逼了，你碰不到你这样的人啊！我属于自私，我怎么属于自私了呢？我谈一个恋爱，我要求他跟我一起上进，没错呀。啊？这个满头大汗，你精神有问题啊？你谈个恋爱啊，你真喜欢一个人，你会养着他，实际呢，金山，你养过别人吗？你说的这句话，金山，请问你在哪段感情里你养过别人，给别人多少钱？你举例说明。你举例说明。你举例说明，来，我想听听你。你是在揍他吧？你要求别人改变是爱吗？你自己不接受，不牺牲自己。我要求他改变是爱吗？我要求他改变是不是爱？你能做主吗？
啊，你满头大汗，你是谁呀？你能决定一个什么什么啊？要求别人改变是爱吗？你是谁呀？两个人在一起，为什么牺牲另一半？因为他要跟我一起进步啊，而且我也没有让他进步啊，不是没有让他牺牲啊，我是要求他进步。怎么叫牺牲呢？叫一个人进步是牺牲啊？你们太奇怪了，叫一个人进步叫牺牲啊？什么叫牺牲？牺牲呢？你进步不是为你好吗？啊？跟网友吵架不是跟他们吵架呀，养他让他摆烂，我做不到，我没有这个钱啊。让那个金山，你们赶紧关注一下金山，金山会免费给你们发钱。你是旁观者啊，我让他做不喜欢的事儿，是爱吗？是道德绑架？你是旁观者，你把嘴闭上。他不喜欢的事儿，你知道他喜不喜欢吗？如果他不喜欢的话，我现在是逼他跟我在一起的吗？我手脚给他绑住了吗？啊？那个满头大汗，我请问一下，我现在是逼他，我现在手脚绑住他了，让他不要走了，是吗？有代沟，是你觉得有代沟，还是谁觉得有代沟？还是满头大汗，你觉得是怎么对他好？啊？我很好奇，你们这是站在什么角度？跟他不要讲太多道理，是讲爱。我讲什么关你什么事儿啊？我们的相处方式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相处方式。我没跟你谈恋爱，你凭什么要求我怎么去跟别人谈恋爱啊？我觉得你有毛病吧你？鼓励是进步，我平时够鼓励他了。进步呢？进步在哪儿？啊？进步在哪儿？我想问一下，你光鼓励别人，你进步在哪儿？请问你父母鼓励你上北大清华，你鼓励上了吗？你现在什么成就？啊？请问一下你们是什么成就？问一问小大夫会不会跟你在一起？来，小大夫会不会跟我在一起？来，小大夫，后悔了？不后悔。你看。说了呀，你们听见了吗？人都困了，我就很好奇，就是我在感情里，我怎么跟我对象相处，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啊？你们是谁呀？你们是想跟小大夫一起，还是跟我在一起？小大夫不会喜欢上你们，我也更不会跟你们在一起，因为我会选一个跟我差不多的人。啊，能明白吗？小大夫不会喜欢你，啊，小大夫没说实话，他没说实话，你说的是实话，你是个粑粑啊！我就很好奇，就有一些网友，你们管好你自己，你们现在有什么成就？你们要不要提高一下自己？啊？主播像狮子座没有啊？你仗着别人得寸进尺，一个愿打一个，天生一对。你看你话都让你说了，你不是说我逼他的吗？啊？他现在没得选，他现在可以不跟我在一起啊。他怎么没得选呢？他是怎么的了呢？他没得选。你还较人真儿了？我就是讨厌，就是说有一些网友就是说以自己的认知去就是安在别人身上，啊，是哪里让你们有这种自信，就觉得自己跟主播或者跟别人的家庭一样呢？啊，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是几斤几两，然后去对照跟你一样的生活。啊，不是说你看到一个人你就对照自己的生活，有很多人还在什么这个状态，我都懒得去说啊。小大夫才恋爱的，那个金山你是什么呀？
你这个金山表达过什么？金山表达过说，他爱一个人就会给别人钱花养着他，让他成为废人。小大夫没工作了，只能忍。小大夫没工作了，你问小大夫，他就算是没工作了，我给不给他钱？他可不可以找工作？相反是你要是没工作了，你对象能不能养你？啊？难道你没工作了，然后你就因为就是没工作了跟别人在一起啊？啊？这个叫 Niki 的，你因为没工作，然后你跟一个不喜欢的人在一起了？你很奇怪呀，管的太多了，是不是啊？对啊，那很奇怪呀。上一次还辩论到了那个了，对啊，我就很好奇，有些人是不是有点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啊，来对应别人的生活，你拿什么资格对应别人的生活？然后你替人家抱不平了，你是个啥呀？你自己有什么资格去被别人抱不平啊？小大夫估计哭了，他哭了吗？我怎么看不见啊？估计啥呀你？啊，他太强势了。那请问你是啥呀？你在我直播间里你找存在感，你挨骂没够。你是啥呀？你分析一下你自己，你是个啥？你是什么心理？在我直播间里就是揣测别人的心思，挨骂没够。啊？百里洋子，就全都是以他们为是啊，对呀，很奇怪呀你。就那个满头大汗，来你分析一下你自己是什么心理，管别人家事儿。下面家好想，下面家想，你能分析出来吗？满头大汗，还有那个叫金山的，你现在就是焦虑了，和别人争论完，看你挺可怜。那你请问你是什么呢？你天天分析别人，啊？就是这个满头大汗，你到底是什么心理？就是你有没有诊断过自己？你天天诊断别人，啊？谈谈恋爱行，不能上头。金山，请问一下，你给别人多少钱？你养过多少人？啊？小大夫要有骨气，今晚就走。你怎么没有骨气？你滚出我的直播间！啊，你天天被君临天下008，你起这个名不觉得自己就是掰扯的有点大了？还君临天下，你霸运摩托，是谁在追我啊？内心强大的人不会跟别人争论，你表面就是内心绝对脆弱。你是什么东西啊你是个评论家吧？你是啊？就这个满头大汗，你到底是什么出身啊？你是哪个节目组请来的评委啊？你是个啥呀？满头大汗，你在这块你是个干啥的呀你是分析星座的不？你给自己算一下命行不行？你看你今天晚上能不能滚出去？啊，你是个干啥的呀？楷书在啊，你没事你给自己算一卦，你明天就是那个你的运势怎么样？你还会单身多久？啊？你是干啥的呀？你天天在这块点评别人？你是金星还是杨二车大姆？图图40多岁了吧？没有啊。你有点 PUA 我呀你啊！有意思的直播间，
我没有生气啊，我就觉得有一些网友他们的思维太奇怪了啊，我觉得你们太奇怪了，你行为背后激动像个孩子，疯起来了只会发动心不行。天哪，被你看穿了啊！哎呦我天哪，这个满头大汗，大家赶紧关注一下他，他能给你算一下那个你是不是泥菩萨呀？你给那个雄霸算了卦啊，风云际会什么潜水游什么这个啊，你是泥菩萨，但是你记住了，你自身难保啊，泥菩萨过河啊，对不对？你真的有点牛逼了你是那个天机老人啊，你是泥菩萨啊，你太牛逼了你，你是个啥呀？你在那块装什么那个？哎呀妈呀，我的天呐，你这可拉倒吧你啊！心理学那个金山你回答我这个问题，你说你在感情里会养着别人，然后给别人钱花，这就是对那什么 ？OK， 你说说你养了多少人？啊，你们那块贫困的，是不是都你养着？你是干嘛的？你每年给他们发多少钱？啊？你回答我呀！你们就是回答我呀！你们别，不是吵不过的。你们回答我，你们自身你们做了什么？你们是有什么资格去跟别人掰扯？啊？村支书啊！大家记住那个叫金山的，他没事给别人发钱的，你赶紧关注一下，关注他给钱。啊，没人理解你，太可怜了。来，我现在就是做一个采访啊，就是满头大汗，你在我直播间你看一下啊，做一下采访。有觉得满头大汗神经病的请扣1，有觉得满头大汗神经病有点过于自我为中心的请扣1，我看看有多少。来，可以举票了。满头大汗你看一点啊，看着啊。满头大汗，这就是结果啊，这就是结果。你没事，你挂个专家号，你去检查一下精神科。你不在乎任何评价，你千万别跟我一样，因为你是神算子，你是刘伯温啊，你是天机老人啊，你千万别跟我一样，你别跟我一样，我跟你何德何能比呀？你太牛逼了你啊！你这个你给国家算算那个命运啊，你这看看什么经济什么时候好。你来算一下吧，啊，你算一下，来，你给我算一下啊，你这啥呀？你自己你这家里没有尿了吗？你照一照镜子啊，没有镜子有尿吗？啊？哎呦我的天！啊，才有一直杠。我的直播间，当然我愿意杠就杠，前提是你要不要开个直播间？你看看你有多少人愿意跟你搭理你。你是个啥呀？你真拿自己当碟菜了？我要像你这么自信的话，我早就成功了。啊，你到底是个啥呀？我想请问一下，还有那个叫金山的，你俩凑成一对儿吧。你金山让金山给你那个拨点钱，然后你给金山算一下什么时候能再养一个人，啊，可能金山的养的另外一个人就是满头大汗，你俩凑一对儿吧。啊，你俩牵手成功，送出奥康水晶鞋，啊，爱你，你是我的罗密欧，牵手成功，行不行？你这干啥呀？哎呦我的天哪！你俩牵手成功得了，这家伙你俩这是给你俩牛逼的，自卑在骨子里。我自卑在骨子里，我凭什么自卑呀？想问一下满头大汗，你有什么成就？你资产多少？你是有房还是有车？你在哪个城市？存款多少？什么学历？有什么成就？网上粉丝多少？家里儿女多少？老人身体有多少？你一个月给老人多少钱？你给孩子买什么吃的了？你有什么成就？你说出来。我为什么自卑呢？相反是你自己，你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你有什么成就？你信用卡还有多少没还？你非常在乎，我不是我非常在乎，是你非常在乎。
以这个衡量，那以什么衡量？携手并进。来，你说说以什么衡量？啊？什么叫成就？以什么衡量？以多少人喜欢你吗？啥玩意儿啊？嘴硬来衡量啊？那嘴硬，那没有人都满头大汗。你要没说对，你都不会问我。不是你回答呀，满头大汗，你回答呀。我的直播间我在这直播，然后你来杠我，请问一下，你是不是没事做？我通过我杠完你，你是不是有一点点清醒，自己啥也不是？啊，你查一查余额，看一看那个这个月要还多少。你看看你人生完成了多少？今年挣了100万，把万字去掉。啊，不是杠你，我只是理解你太可怜了。你怎么会理解我呢？你是天机老人，你怎么可理解我呢？啊，你这个天机老人，压力太大了。我压力大，我没有你大，满头大汗，你都满头大汗了，我没有满头大汗，啊，我就是焦虑了，我焦不焦虑，跟你有你怎么知道呢？咸吃萝卜淡操心，是个啥呀？在那每个阶段不一样。他是11级，他成功了。谁是11级啊？你18级，你都人上人了，啊，稀奇凡人，你的18级了，你比他更牛逼。看看心理医生，出去走走。就直播间里有些人吧，别以自己的认知去在我的直播间里刷开来了。你是个啥呀？你在我的直播间里，你芸芸众生，你就是个粑粑，啊，你就是个粑粑，啊，内心太强势了，容忍不了一点儿。我的直播间我还容忍别人，啊，我的直播间你让我容忍别人，啊，去你家那个把你家那个锅踹了，完了你让我你容忍我一下呗，啊。啊！我去你家把你锅踹了，完了你容忍我一下。我见到你，我掏你当件了，完了踹你一脚，啊！希望你要大度。哦，你是个啥呀你呀？你可笑了你。司马光年来了 ，hello， 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啊！我前2天直播也有这种人，司马光年，你看看就好啊。就是咱们就是那个，我就觉得什么呢？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在我的直播间里，然后我让就是那个我跟我男朋友，司马光年，我给你重复一下啊。我在我直播间里，我跟我男朋友，然后就是说了一个观点，我说其实恋爱的关系里边。每个人都是陪每个人一段时间，然后直播间里就有人说你这样说话太伤人了，啊，就不应该这么说。我说那其实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一方面呢，是我希望他能够努力，你不能说你带着意愿去说希望2个人在一起长久，你应该通过努力是希望2个人长久。如果说你不努力的话，你就不要说那些冠冕堂皇话。你是不是你跟别人在一起，你就需要就是说付出？然后有的人就是我的直播间里的这些黑粉们或者说杠精们就跟我说了，说啊，你不喜欢他，你不要强迫他。我这叫强迫了啊！我这叫强迫了。我跟我对象去交流，完了这是强迫了。说我爱一个人就不应该强迫他去改变自己。那请问一下，那2个人在一起的意义是什么？彼此摆烂啊！我尊重你的烂，你尊重我的烂，大家一起很烂。
你是个啥呀？你能接受这个世界承认你的烂？你要对自己负责任，啊！你现在你现实绝对不是这样，你情商很高，你别他妈给我戴帽子。你要是天机老人，你就给我硬刚下去。你排名小李飞刀，你排名第3，啊！你不要在这块又他妈捧杀了，你来这套没用。啊，我像个小丑，你像个粑粑，你都没照镜子呢，你赶紧看一下你是哪个粪便科的，啊，你看看你是哪个动物拉下来的，啊，你这样的话我就找你父母了，随地大小便呢，怎么，对不对？你这随地大小便不行，你的父母你不行，啊，你管好你自己，什么事儿我告诉你，还是那句话，管好你自己，啊，你是啥玩意儿啊你？急了没必要。什么叫没必要啊？我觉得有必要啊。你觉得没必要，你滚出去啊！谁觉得没必要，谁滚出去。你不要在这块就是在那块叭叭啊！内心强大不怼啊，那怼人的都是不强大的啊。相反的，就是你这个窝囊废，你窝里横的人，你在那块自己在那块气哭了，你是内心强大。大耳朵平时在生活里边，就是别人怼他，他都生气生闷气。我才不跟你干，我内心强大。你是这样的人，窝囊废啊，是不是啊？你是个窝囊废，你内心强大了，粑粑啊你是啊，没事把自己气哭了啊，这不必要较真儿，你不较真儿行，你不较真儿啊，过于较真儿就是有问题了。你跟那个板头大汉，你俩是一个集团的，他排名第2，你排名第3，你俩都是小李飞刀的那个排行榜啊，你们就是都是一个算卦集团的啊，你们就没事就是组团出来那个天桥上摆摊儿，是不是啊？那是啥呀，在那块儿？你吃过几粒盐呐？啊？心情不好就下播，没有心情不好，我就是单纯的我就看不惯这些人，什么有营养没营养，我就直播，我就是就看不惯这帮人呐，你看司马光年说的那句话，就是你们要知道一点，不是说我没有营养，是有一些人吧，天天在我这块就是装大哥，你是个粑粑，你在我这装大哥，你要是跟我来这一套的话，我能怼死你。还是那句话，去发表自己的言论的时候，先看看自己几斤几两，你是个什么段位啊？你有什么资本去点评别人的生活啊？我把耳朵捂起来啊，对，啥呀？并不是点评别人的生活，而是理论上的较量。可以呀，那你请你一定要提高一下自己，再跟我较量啊！这叫大耳朵的，还有满头大汗，还有金山，这仨人在我的直播间里，哎，你们提高一下自己，不要生活当中啥也不是，在网上成英雄。对，是榜一，是大哥就点榜一，对，是没错啊。教别人的时候你其实喜欢别人怼你，不然你早关播了。满头大汉说，其实你喜欢跟别人辩论，要不然你早关播了。满头大汉，其实你饿了就会吃东西，你饿了就会吃东西。你明天你必须吃东西，我能猜出来，你明天肯定吃东西。你吃完东西你会拉屎，还可能会尿尿。这我觉得你应该是这样的人。哎呦我的妈！你困了你会睡觉。你现在跟我杠是因为你不困。你困了你肯定会下播睡觉的。
你的理论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军级，在这么多哎呦我天！啊，我现在也不困。你发现了呀？满头大汗，满头大汗，满头大汗，你要跟我怼的话，你要跟我杠的话，你麻烦你提高一下你自己的段位。我在这块怼他，他说你现在也不困呢。哎呦我的妈呀！让你诊断呢？哎呦我的妈！你这个智力呀！哎呦我的天！你这个智力怎么说呢？啊，提高一下吧。你那点心思一眼看穿。那你看看，你现在你就看看你工资什么时候能涨？内心强大的人不会跟网友干这么久了。大耳朵，你耳朵很大呀，我能看出你耳朵很大。你起这个名一定有特殊的意义，它不光是耳朵大，你肯定有别的意义啊。工资少也有工资少的活法，是啊，你活好你自己就好了，啊，你活好你自己啊，你千万你要活好，你千万你别那个，别出了意外啊，真心的关心你。就他们的思维就是有毛病啊！你的发言给人没希望的感觉。我在怼你，我希望给你希望吗？大耳朵，你没事儿吧？我在怼你，然后我希望给你希望，你脑子不好吧？我在怼你，我还要鼓励你啊！哎呦，不错，真不错！我的天哪！哎呦，棒极了！啊，你这棒极了啊！你把生活说的那么残酷，你的生活比这还惨啊！你的生活比这还惨。我老家哪里的？我老家黑龙江的。啊！你的生活不会比我说的更惨的，啊，加油吧，啊，加油，鼓励你啊，这是真心鼓励你，加油，去五常出差，怎么去五常啊？是怎么了？啊，是怎么了？五常，你卖大米，真的假的呀？啊？黑龙江什么见识到了？哎，这辈子都没见识过吧？你还是要提高自己，啊！你别鼠目寸光了，大耳朵，啊！自己看不懂自己的缺点，靠别人说，哎呦我的妈，这满头大汗，满头大汗，我看一下啊。名字没什么特色，头像是花儿，关注了152个人，回关了54个人，加油吧，啊，加油！那154个人你都给他算过命了，是不是啊？哎呦我的天，你也挺忙的，这有没有给你钱的呀？你现在是2维码就可以呀。平时在哪个桥上啊？你平时在哪个桥啊？我去找你，你给我算一卦。真的，你真的你守好那个桥吧，啥也不是。你只对喜欢的人评价，陌生人，你只对喜欢的人评价，陌生人我都不搭理。打字打清楚，好吗？满头大汗，你这个打字方面，你就虽然说你算卦挺厉害，但是你手残感觉，啊，你手残，啊，哎呦我的妈呀！
补回来了，补到哪儿去了？你这个我补在哪儿了？你重新打一遍，我们看不懂，你有点慌啊！你算出你自己有一节是不是啊？哎呀妈！你加油吧，你内心强大一点。你说要找我，我不会找你的，我找你干嘛呀？你就活好你自己，因为我觉得就是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我找你干啥呀？哎呦我的天！内心需要舞台啊，大耳朵，你俩加个微信吧，你俩加个微信吧，你更不容易，是啊，我不容易啊，因为我活的是挺难的，不像你活得这么轻松，对，还是你厉害一点，你排名第3呢，理解你啊，哎呦天哪，你这是普度众生啊你，对，大家都不容易，是的，还有什么新词儿？啊，还有什么新词儿？没有什么新词儿，我拉黑了。还有谁有新词儿拉黑了啊？没有新词儿我就拉黑了，太无聊了。啊？满堂大汉还有没有？没有拉黑了啊？抓紧时间输出，给你最后的那个总结时间。啊？没有啦？踢出去，好了，踢出去。啥也不是。你呀，哎呀妈，加油吧。拉黑还有吗？大耳朵，大耳朵还要说什么？最后总结一下，来。大耳朵加油，不要紧张，来说一下你的最后的总结。大耳朵，说说你最后的那个遗言。我是觉得你方式说的不太好，幸亏我以后不用跟你对话了啊，让你看不到我这种方式了啊，再见吧。哎呀妈呀！还有吗？还有没有？就是来，还有没有？来，还有没有？就是冒头的。金刚呢？金刚在不在直播间？啊，金刚在不在？金刚来，还活着吗？金刚死了吗？还好吗？金刚别怂啊！有没有？金刚在不在直播间？来看一下，金刚在不在直播间？来，金刚在不在直播间？完了，吓跑了。已经走了，没事儿。金刚这个人他一直在我的直播间里捣乱，没事儿，咱们有下一次辩论他还会冒出来的，啊，因为他就是一个苍蝇，哪边有屎他就，只要我直播间里有屎了，完了他就出现了，啊，有跟他的队友的，还有没有？现在怎么丑成这样了？你好看吗？你是个啥呀？你长成什么样啊？31个关注，3个粉丝，你做个人吧，啊！你好看，你哪儿好看呢？啊，你哪儿好看呢？珍珠奶茶，洗猪的呀？我可能太瘦了，是不是？你洗猪的，是不是？跟头像一样，我看看头像是什么？啊，是个傻狗。啊，这个珍珠奶茶我直播也见过，哎呦我的天，这惯犯呢？你长得别人要抢着弄死你是吧？哎
哎呦我的妈！这个珍珠奶茶你都出名了，来拉黑，啥玩意儿啊？精神病这么多呢？拉黑啊！你都是老头了，你活不到我这个岁数。你觉得我现在老，你到我这个岁数你都活不到啊！真的，你就活去吧。你活到我这个岁数的前一天你就不行了。还有没有？直播间里恶毒，这就恶毒了。老头咋了？对呀、你活到我这天再说。还有没有？直播间里没有啦。现在185人，没有啦。好多年就这样了。我不是这样，我就像那个那谁说的，我活得不太容易。对，我活得不太容易，他都给我算出来了。我这头发是飞鞭子了。我怎么那么就招这些人呢？就是14岁就有白头发了，正常。长得着急，但身体好，别给我宣传出去啊！把我也拉黑，谢谢。你有什么毛病？那一串那个英文，你有什么毛病？你什么毛病？你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毛病？你帅，你帅可能是你自己以为的。你这是病，这不是毛病啊！把你也拉黑，你配一个拉黑吗？不配。你说点刺激我的话。你什么毛病？我直播间怎么这么多神经病？我不看你，我能多活几天？那我就不能让你多活几天，你接着来看我，我就是让你少活几天，行不行？你活那么久，你也是浪费空气，你这不贱吗？你这可着，这是逮住让我骂的，你这是，哎呦我的天，我能让你多活吗？你的生活质的飞跃，我是你的金主吗？我让你质的飞跃，我是你的金主吗？骂他们开心。还有什么毛病？你不看了拉黑你，你自己没长手啊？你生活不能自理，你拉裤兜子了，我还要给你收拾，上一边玩去。你这一串英文字母，你也是费尽了心思起的吧？你懒成这样，别人问你叫什么，你说你这一块英文字母，你说你怎么打？你很奇怪呀，你懒成这样，你还给自己起个名，你就叫用户什么咋就可以了，你还整这么多英文字母，你说你神经病。
本来刚才挺困难，粉丝50应该挺帅的，很奇怪啊，很奇怪，我觉得现在越得人奇怪了，说人那个黄圣依，说人黄圣依什么杨紫 PUA 黄圣依，然后那个说那个杨紫就是看黄圣依那个有价值直播，杨紫靠那个黄圣依赚钱，他妈两口一起过日子，完了杨紫在那块忙得要死，黄圣依要出去旅游。完了，杨紫要求黄圣依跟他一起赚钱，这他妈这叫 PUA， 这叫利用他，啊！我是黑到你的心趴上了吗？我是黑到你的心趴上吗？啥呀？你表达你稍微清楚一点，你别那么懒，啊！你们就记住了，在感情里边，啊，在感情里边。你们以为的感情是你们以为的感情，啊，你们以为的感情是你们以为的感情。很多人对感情的理解是源自于他不了解感情，能明白吗？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我觉得感情应该是无条件的爱他怎么样的。你是可以爱他，但是这个爱能持续多久呢？我想问一下，人各有志，人各有志是什么意思？别人跟你谈恋爱，想跟你在一起走下去，然后你自己不上进，然后你告诉他，你别要求我，人各有志嘛。你跟谁有志啊？你脑袋上有志吧？人家想跟你一起走下去，完了你说人各有志嘛？你绝对有志。该睡觉了，没困意，啊，咱们就是掰扯清楚。天天在我直播间里就是为小大夫鸣不平、抱委屈。请问一下，你们哪一点比小大夫强？啊？你是不是老了变傻了？你多大岁数啊？啊，你多大岁数？小大夫谁？小大夫是我对象。你男朋友吵醒了，她男朋友吵醒了，小大夫也不好看呐。你什么样啊？林峰，你什么样啊？我告诉你，跟我对吵可以，不要说我对象不好看。我对象好不好看那是我说的，啊，你别在那块说。你要是没有我对象好看的话，你把你嘴闭上，啊，能明白吗？啊，你可以说我不好看，我大不了骂你一顿，呀，这个熊小博还在啊？这个熊小博刚才也不是为了那个小大夫鸣不平吗？熊小博有对象了吗？熊小博，31岁，长得还不错啊。刚才是你不，在我直播间里为别人鸣不平了。你们两个都不好看，你好看。你祖宗3代你都不好看，你丑了3辈儿，啊！你跟个那个山顶洞人一样，啊！你是好看的，不可能，啊！你不可能好看，你可这么久了，那看错人了。我也说你长得挺好看的，你是好看的。丑了3辈儿了你。
你是不是看到你的贝塔了？哎，你快遮起来吧。抽过3代，结果第3代是个 K。凯叔啊，你别讲冷笑话。你别讲冷笑话，而且你起的那个名字能不能别跟那个抖音一样？不是，能不能别跟微信一样？你让我一点新鲜感都没有。我跟凯叔其实，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说那个直播间里有一个叫凯叔，我跟凯叔特别逗。凯叔，我说说咱俩的认识啊，你在直播间里你可以不说话的，我跟你就是反正你也没睡觉嘛，我跟你说一说啊，就我对你的认知啊，就是说说咱俩的过往，因为很多时候咱俩就没聊过天儿，就是我觉得没有正式的聊过天儿。我跟这个叫凯叔丫，我们是在我的那个酒吧认识的。当时呢，我们有一个员工，我有一个员工，然后就说他曾经有一段感情，有一段感情，然后他说那段感情，就是那个人要来酒吧喝酒。我说实在的，我们那个员工吧，说话就没边儿。我那个员工吧，说话就没边儿，他说的很多话我都不相信。结果这个凯叔一来吧，我觉得凯叔有点端着，就有点端着。然后我就看凯叔这么端着，我想别装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咋回事似的。然后我就故意调侃凯叔，凯叔越端着我越调侃。后来我才知道，凯叔那不叫端着，凯叔就是其实他就是有一点点社恐的那种人。我当时我就觉得他在装我就觉得他在装。结果，反正见面第一天我就给他印象非常不好，因为我就跟他喝酒，反正我就不太礼貌。后来我就仔细回想了一下，因为我对凯叔其实，就是会有印象，因为我酒吧难得出现这么内向的顾客。其实我这人有的时候可挺敏感的，然后过一段时间我就在想，我说这个凯叔这个顾客怎么不来了？后来我就跟这个员工我就问他说，哎，你那天给人开玩笑开的那个不太好意思之类的，或者说有点过分了之类的。我说有吗？我说哎呀，我就挺内疚的我就挺内疚的。后来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聚会多了，我们共同的好友就多了之后我就发现凯叔这人他就是正经，他特别正经。然后他这人信星座，爱给人那个看星盘，然后聊，因为你知道聊星座的人呢，他是没有攻击性的，而且他是很快的能让别人跟他聊下去的，因为他聊的东西吧，因为我也看，但是我内心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星座，我就觉得星座这个东西吧，一半扯一半不扯。不扯的情况下是因为你对应，然后你就有点消遣。扯就是因为所有的星座它都有例外，或者说都有相同点，所以我就觉得挺扯的。但是凯叔每次都认真的在讲，然后我就硬着头皮在听，听完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就跟凯叔接触多了，我就发现他这个人性格比较稳定，酒品也比较好，然后呢人缘也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逐渐的其实我本质上来讲的话，
我在没做酒吧之前，身边的人都是凯叔这种人，所以我对凯叔吧，逐渐的也唤醒了我曾经交朋友的那个关键点，就是，你这个人要各方面性情比较稳定啊，然后就是比较正直啊，就反正就一些特别正统的一些美好的词就在他身上。然后呢，我记忆特别犹新，就是什么呢？就是后来我就吃饭的时候，我就愿意叫着那个凯叔了，我就愿意叫凯叔。但凯叔吧出现的次数比较少，但凯叔以我对凯叔的理解，就是凯叔这个人吧，他是一个也是比较敏感的一个人，他是比较就是内心比较丰富的人，他就觉得说，哎呀，百里也不怎么叫我，然后叫几次，有的时候就不出来，也不太好。包括他每次别人约他不出来，他也会觉得说可能别人会多想，所以等我再约他的时候，他就出来了，然后我就请他吃饭，然后他就觉得请吃饭他一定要回，就这样一来二去，他请我请他请，完了我们就接触多了，直到有一天，就是约着一起喝咖啡。他不了解我，他可能觉得我是爱喝咖啡的人，其实我是完全不喝咖啡的。他就约我喝咖啡。你们知道，我喝咖啡我一直不喜欢喝咖啡，为什么呢？咖啡厅的椅子吧都不舒服，你知道吧？都不舒服。然后。你一口干光了没有？我就是不喜欢那种场合，而且我习惯的是什么？我一般就是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我都希望就是说话特别满，大家一起八卦呀，然后特别满。但我每次看到凯叔吧，我想跟他八卦，我都觉得说，哎，完了，我话到嘴边了，我不敢跟他八卦，为什么呢？我怕他觉得我不正直，就是他是一个让你自己都觉得说自己好像不正直的人。每次跟他讲话，我都要想一想，然后就想一想，这句话不能说，那句话也不能说，然后就冷场了。冷场我就想，哎呀，怎么办？那我开个玩笑缓和一下。开完玩笑感觉不太好笑，因为他不是一个大笑的人。我每次开一个玩笑，我都觉得他好尴尬。我又不敢说话了，你知道吗？我就不敢说话了，就每次都是这样。哎呀，我想跟他说，但是我又觉得不太合分寸。我开个玩笑，好像效果又没那么好，我就自闭了，一直到现在。其实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外界，就是我们周围的圈子的朋友是怎么形容我。其实我特别爱去调侃别人。我为什么调侃别人？我会觉得调侃是一种互动，但是可能在别人眼里调侃是一种不尊重。但是我发誓，我周围的人，我就是大家玩的好的人，就周围这帮龙华的那帮人，我调侃他们真的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像不在状态，我要调侃一下，让他们脉动一下，基本上都是这样。但是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就是凯叔能不能懂我的点。对，就这个人特别好笑，而且就是他其实是算我生活当中人缘比较好的。你像我这种，我可能是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容易去互动的人，但是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哎，他说话怎么这样？然后他就不再跟我说话了。可能我无形当中会得罪一个人，我的那个行为啊，包括我的那个就是玩笑的分寸和尺度，可能我拿捏的没有他好，所以我也一直羡慕他。但是我同时我又看到他，我就仿佛看到就是一个不太善于言辞的我又会觉得说，好像那种也不是我想要的，但是我又
特别想尊重或给予这种人力量的人。保护，我觉得我说的有点大了，但是我就希望就是给这些人一些力量。我就希望就是这个局里边，起码就是我在的时候，让他觉得有一个人跟他聊天能聊得进去，能懂他。现实当中，我会觉得我跟凯叔聊天会比较走心吧。我觉得凯叔有很多的朋友，然后包括他有很多比我亲近的朋友。但我觉得他们在交流的时候，一定没有我更直，就是我俩更内心一点。就我虽然说我跟他的关系没那么近，距离，一直有保持一个距离，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每次交流都是有效的交流，然后都到内心里边，彼此关系不近，但是又觉得彼此很特别。总结的太到位了，就是凯叔身边有一些我们共同的朋友，我觉得他们是，人很好，但是可能内心不太丰富，内心不太丰富的一个人。对呀，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之间的交流可能交流很少，但是好像就是很走心的那种，什么样的人交什么样的朋友。而且我觉得我跟凯叔最大的一点就是，我为什么跟他距离走的有点远，其实所有人都不知道。我可以说吗，凯叔？就是你可能意想不到，我跟你关系一直都远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又不好意思说，不是年龄差，他今年快50了，对，我不方便说，就是因为他，就是就日本有家室，那我也有家室，我俩就不涉及到那些什么爱情的东西啊，那这不涉及到那些东西，其实是源自于就是你内心，其实都有一点点自我保护，源于自我保护，那个自我保护的那个点，就是我觉得凯叔也是这样的人。我觉得凯叔就是我单纯的理解，就是我们这类人，就是我跟凯叔，我单纯的以为就是我俩是一类人，我俩都会有一点点自我保护，就是不习惯跟朋友就是走得特别近，就是任何的朋友我都不习惯走得特别近。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我跟任何的朋友单独在一起都会尴尬，我跟任何的情侣在一起单独的也会尴尬，小大夫除外。就是我唯独跟小大夫不尴尬，我跟其他人在一起都尴尬，跟家人在一起，跟朋友在一起，跟闺蜜在一起都会尴尬，我跟小大夫不会尴尬，这就是小大夫能陪我走这么久的一个主要原因。就跟他在一起，我会觉得说我就做自己就好，而且就是这是我一直都想找到的一个方式。但我觉得有些人他其实习惯了一个人习惯了一个人，我觉得凯叔也是这样的人。可能凯叔在情感世界里边也会跟一个人亲近，但是我觉得他跟朋友应该是跟我一样的，他不太会习惯那么近的距离。
包括被别人同化的这种感觉，就同化是相同的同，我不喜欢被别人同化，就是他的观点我可以去理解，可以去了解，去认知，但是我不想让他去左右我的思想。别人在吵架，我在直播，你逼逼，这合适吗？啊，你合适吗？啊，所以小大夫是真爱。就是我觉得我跟小大夫的相处方式一定是相处出来的，因为没有一段感情是超过2年的，我们是经历了一些东西，就会觉得说，哎，好像不会尴尬。我俩真正解除尴尬的是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没边界。你生活当中还是谈恋爱的时候要有一个没边界的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因为我这人特别事儿，我上厕所的时候别人不能进来，我尿尿的时候别人不能进来，我拉屎的时候别人不能进来，然后包括我唱歌的时候我不希望旁边有人。但是呢，就是我跟他放下那种距离，其实就是因为有一次我直播，正常的我直播在唱歌的时候旁边不能有人的，但他死活不走，我就硬着头皮在那直播，从那以后一下就不尴尬了，就真的就是一件事情，就是我就是在直播的时候在唱歌，完了他就我说你出去，他不出去，他就在旁边，就听我唱歌，然后我作为一个一来讲的话，我也不能说我害羞之类的，然后就硬着头皮在那唱，然后他就第2次就习惯了，就他随便他在不在直播间我无所谓，我就唱，是这样的。王八看绿豆对眼了，不是王八看绿豆对眼，就是你生活当中要有一个没边界感的人去改变你的习惯。其实这个改变你的习惯的人不要太多，因为如果太多的话你会发现就是有点乱。不是小大夫的话一个肯定不够，这也分人，什么不是小大夫的话也会讨厌吧。不是说他是因为小大夫，是我觉得这个人是我男朋友我就觉得 OK 就是男朋友跟我距离近一点我觉得无所谓不是因为说是什么小大夫不小大夫。你们就是我非常讨厌你们的一个表达是什么呢？就是你们把爱情把那个人看得很重要。就是我就觉得你们的思维就很奇怪，为什么一定要把那个人抬得那么高呢？你们要记住一点，爱情它能包含一个人，但那个人不一定是爱情，它也包含不了爱情。就是你不要因为我真的经历过你们说的这个我真的经历过你们说的那种。我在20出头的时候我也曾经就是说爱上一个人，然后疯狂的迷恋，然后我觉得说非他不可。他跟我分手的时候，我觉得我一辈子都不会再爱上其他人了。但实际上呢，他离开你，你不还要活吗？你不是还要谈恋爱吗？怎么就把爱情这个人看得那么重要呢？其实是爱情重要，不是爱情这个人重要。这个人并不重要，能明白吗？你们一定要标榜说这个人与众不同，那你们一定会打脸的。怎么就一定标榜这个人不同呢？
你们自己看一看，你们但凡有过谈恋爱的经历的人，你们仔细回想一下，哪个不是你爱的死去活来的？最终分了，你也不是接受这个结果了吗？你没有接受吗？你曾经有的人说我没谈过恋爱，那你曾经爱过的直男呢？你非他不可的那个人呢？你现在没有，你现在所有的都给他了吗？你的第一次是他吗？你们回答我这个问题，你们把这个人看得这么重要的，你们所有的都给他了吗？你赚钱给他了吗？还是你第一次留给他了？有吗？那很奇怪，你们的表达就很奇怪。确实是非他不可。第一次不重要，第一次迟早会没的。我这个不敢。就像我刚才一直在说的一个观点，你们会觉得说什么感情里不要说的那么直白，不要要求别人，你爱他你就要接受他的所有。你们说这个观点吧，只适用于恋爱初期，一涉及到一起生活就立不住了。一起生活是什么？跟你们谈恋爱是两回事儿。有谁能懂我这句话？你们会觉得说，你爱他你就跟他好好在一起，你不要要求他怎么样。我不要求他干嘛？我不要他干嘛？他跟我在一起过日子，他天天那个拉屎拉在墙上了，我不要求他，那怎么在一起过日子呀？你家狗天天拉屋里，你都要养成它的习惯了。你的爱人跟你活一辈子的人，你不是活一辈子，就是可能走过一段时间的，为什么不要求他呢？那你想不想过日子呢？你想不想长久呢？你很奇怪呀，你们这种思维。爱他就应该接受他所有，然后让他跟你距离越来越远。爱他难道不是说拽着他一起跑，是让他你在这玩吧，我出去跑一圈我再回来，是这样吗？爱他就得尊重他。来，终于出现了。来，这个叫林峰的，来，35岁林峰，35岁林峰，来，你终于出现了。什么叫尊重他？林峰，你回答我这个问题。爱他就应该尊重他。什么叫尊重他？你回答我这个问题。林峰，什么叫尊重他？终于出现了。只有一个界限而已，界限内互相遵守规则就好。小馒头，我们合作过芝麻是不是？我们合作过芝麻是不是？我现在谈了一个对象，跟剧里的你有点像，
就是我谈了一个对象，跟剧里的你有点像。你觉得我剧里就是咱俩争吵的时候，你觉得谁的问题啊？就如果说有一个就真实的生活里边就是有一个人嫌弃你，就是不太上进的话，然后总要求你。偏执的小孩肯定没定型，没开智，那你觉得就是你男朋友去说没开智的人、偏执的人，你觉得 OK 吗？有点像赵丽颖，骂谁呢？我是高圆圆。像谁？高圆圆吗？今天通宵了。林峰，你干啥去了？林峰啊，快来呀，聊天啊！快来聊天啊！林峰，躲起来了。哎呦我的天！这什么叫尊重他呀？对啊，什么叫尊重啊？就是怎么尊重啊？这是什么？一起打王者，不打了，这都几点了？直播就睡觉了。不是，就是你们说尊重，到底什么叫尊重啊？怎么尊重啊？不是现在啊，有机会，有机会的。你们天天说尊重小孩，尊重小孩，什么叫尊重小孩？我不说话了，直播要结束了吗？啊？直播要结束了。赵丽颖眼睛有点像。没了，被你的美貌发呆致富王老五，年纪挺小，眼光还不错。为了对方，自己是不是委曲求全？可可爱爱，喝多了，线下傻乎乎的。我在你面前哪儿傻过呀？这无非就是打小薇那次呗。打小薇那次是在你眼里可能就是不太聪明。为了对方，自己是不是委曲求全？为了对方，自己是不是委曲求全？为了对方，自己是不是委曲求全？为了对方，你去深圳的时候还好吧？我那个时候也忙，那个时候喝酒喝傻了，感觉。那段时间是我人生特别忙碌的一个阶段，让你看着。
很累，很累。对，你有没有觉得我开完酒吧跟不开酒吧差别好大呢？哦，就你会不会觉得我开完酒吧会更开朗一些了？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我开完酒吧就是更开朗一些？我之前不开酒吧会有一点，不开变凶了，啊，不开变凶了。就开酒吧的时候会，醉醺醺的。我打李岩吗？张百川打李岩是打李岩，你怎么认识李岩？你怎么认识李岩？小大夫那个不是小大夫，小馒头那谁叫李岩，就是那个小薇叫李岩，我们都叫她李姐。没有人说话了吗？我要下播了吗？李姐也可爱的，李姐可爱的。我跟李姐关系，就是你知道李姐她做过一件事儿让我特感动。小馒头不是，小馒头，你知不知道就是每次拍戏其实李姐都是有报酬的在帮我嘛，然后后来其实我们要写了一个新剧本，然后我就跟他还有那个叫谁，叫我那个好朋友叫丹青，我们仨在那块聊剧本，然后李岩他不就是那个专业的那个拍摄的团队的人嘛，他就那种就是可是我觉得好吧，你的剧本听你的可是行吧，就他是这种，就是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他不认可他又不说为什么，所以就那段时间我就觉得他是有点瞧不起咱们做的东西，后来我就没再找他合作了，然后那段时间他有一个好朋友是他的一个合作伙伴，也是一个导演，那个导演也是离开小薇，然后去进入到别的团队了。小薇一下就失去了2个朋友，而且我俩都是金牛座。然后小薇那段时间其实就非常质疑自己，他就觉得说好像自己做错什么了，但是他一直都不知道原因，他也不好意思说。就这样过了将近几个月的时间，小薇还为此还哭过呢。他自己跟我说他哭过，他说就一瞬间他就失去好多朋友，他就开始自我怀疑了。然后直到因为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然后就有一天我就想起小薇来了，我就说小薇那个一起合作之类的，他就说好，但是他其实他非常开心，他就觉得说好像那个他的朋友又回来了，对，然后他就觉得好朋友又回来了，结果那段时间拍戏，然后就拍那个小茉莉的时候，然后我酒吧又要开业嘛，我那个就是你去的那个新酒吧开业的时候，我就说那个我要开业了，你过来玩一玩，然后咱们合作一下之类的，他就兴高采烈就来了以后自费来的哦，就往常都是我要给他费用他才出面的，然后他自费来了，然后反正也没有他能帮忙的，完了正赶上我酒吧开业，然后他又包了1888的那个红包，我特意外。我意外的不是说小薇抠，他居然铁公鸡怎么样？因为小薇我不知道他抠不抠，因为起码就是我跟小薇在一起的话，我没让他花过钱，所以我的观念里边我就不知道他是抠不抠的。
所以当他第一次主动掏钱，而且掏了这么大的钱，我其实我其实挺意外的。然后我说你拿回去，我说那个本身你来，啊，你来我就不能再让你花钱了。我说我到时候还得给你报那个机票的钱。他说你不用，你拿着。结果就真给我拿着了。然后回去的机票我也没报，来的时候我也没报。然后他就跟我说起这个事儿，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啊，他其实很在意友谊的，就是起码那个阶段他是这样的。哎，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好像是自己有点大大咧咧的。他有的时候挺细腻的，他其实有的时候挺细腻的。然后，对，第一眼就知道是好人。是的啊，就是，但是我到现在我都会觉得说，就是我一直都觉得他做的可能就是比咱们的这种剧要正规和高级一些，所以我在跟他聊剧组的一些事儿，他就不好吧？行吧，哎，我不说，你觉得怎么行就行，就是他，你知道我需求的点，就是我觉得咱们过好的话，你就直接指出来，你就说，白丽，我觉得这不行，哪儿不行，我跟你说一下啊，这块你一定要注意，你不要不乐意啊，我一定要说的，这个是为你好，就是我喜欢是这样的交流。他呢，就可能会有一点点边界感，或者说有一点点不屑，我也不知道，可能至于两者之间，他就觉得说，啊，算了，我不说，说了你会生气。哎呀，反正也是他自己的项目，哎呀，我不要多事儿，就是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活动，会让你看出来，所以我就那个时候我就逐渐的。对，他可能他否的东西太多，有点接受不了。对，他其实是这样的人，但是我其实我不怕别人否我会觉得说你否了，那我根据你的否的，我再去理解或者再交流，这是有一个因为你否的所有东西也不是说我一定要遵守的，因为我是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的。我期待就是说你把好的不好的你都跟我说，然后我自己去理解。我觉得这才是够朋友，就你不能说一味的顺从，这是朋友，不是。就包括我跟他交流，我也是直来直往啊，就是我觉得他这方面做的蠢，那我就说他爱听不听，或者他愿意生气的就跟我生气，反正我们过一段时间就会好。我期待的是这种交流方式，所以这就是可能，你就不在我面前不高丽的提问是。对，再一个那个小馒头，我跟你解释一下啊。我跟你解释一下，小馒头，我觉得这个我有必要解释一下啊，其实也此地无银三百两了，但是我一定要解释一下。有的时候啊，你记不记得就是你刚进剧组的时候，然后你在我家，我其实就不想让你走了。我说你就留下吧，但当时好像你有男朋友，或者说你在接触一个人，然后其实我就不希望你走，我不希望你走，其实不是因为你可能在你那个没了解这个圈子，或者说没了解这个群体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潜规则。然后我就换角了，怎么样的？这个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其实我那个时候，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行为啊，就是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行为，就是你记不记得那个剧本一开始是写咱俩的故事？你定的你演周明磊那个角色，我演那个川田那个角色，你看没看我原剧本？你记得吧？就这点你记不记得？就是原本芝麻的剧情是讲，川田和
我的故事，然后你演我，我演川田，你记得这个点吧？你记得吧？就是他其实是讲的，一个敏感的小孩和一个人，然后因为手机就是吵起来分手，就是讲的川田那一段。但是，对，原本其实就是讲的这一段故事，而且主角就是咱俩。你可能是因为年纪小，你没有这些生活阅历，但是后来我会觉得说，其实是彼此没有 CP 感。没有 CP 感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就是两个人要多接触，接触最有效的效果就是睡一觉。睡一觉不是为了干什么，我告诉你，睡一觉可能两个人牵牵手，然后睡不着的时候，俩人把所有的那种心里话说出来，其实彼此就信任对方。信任对方的时候，其实演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心就靠近对方，是这样的。我那天我不想让你走，对，是正经睡，我不想让他走，我不想让小馒头走，我就想着说，我又不对你干什么，咱俩就睡一张床，然后手牵着手睡，然后聊聊天儿。因为我说句实在话，我第一次演戏的时候，我跟我的另外一个搭档，就像我跟小馒头一样，后来就是因为在一起睡觉，我们那一段时间约会、吃饭、睡觉都在一起，所以我们那部演得非常好，但不是大家想象的那种。而且那段时间其实我俩都是单身，但是我俩没有乱七八糟的事儿，就是彼此都掌握住了。决裂的那个是跟我回家那个演员啊，跟我回家的那个演员，就我俩其实一开始就是就是他那段时间他上4个小时班，下班了以后他就回到我们拍摄的地点，我们就对台词，闹掰了那个，我们应该还不算闹掰，反正我俩就是那种就是他下班了，然后回来我俩一起去看个电影，或者说去溜溜弯儿，然后回来在那个就是那个拍摄地点，我们那个地点有一个电热毯，我们就在电热毯上，然后我们就对戏份，然后晚上的时候睡觉就睡在一个被窝里边，什么都没发生，就是在聊天，然后在握着彼此的手，然后就熟悉对方。如果你这一步没有的话，你就是演不出来啊，你就是演不出来。对，那段时间我们在拍第一部戏的时候，所以就那个时候我能想到的快速的解决方式，其实就是咱俩在一个床上就聊天儿，但是在你眼里可能那是潜规则，你死活你都不在那个我家住啊，你当时可能就是想着立马飞奔而走，但是你记不记得我们在演戏的时候，有一次在演戏的时候，因为 NG 了很多次，我就觉得这不是办法，而且我觉得因为我也比较凶，然后我就觉得哎怎么缓和？你记不记得咱俩马上要进屋的时候，我亲了你一下，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觉，其实我就是为了故意的鼓励你，因为我拍过戏，所以我不会那么上头，但是可能对你这个新演员来讲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说啊他为什么亲我，就是潜规则，不是，就那个时候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我再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卡卡在小魔女里边演了一个角色，他跟那个新的 CP， 他俩演了4、5天，不记得那就算了，就是卡卡跟他的新 CP 演了4、5天，我就觉得一塌糊涂。我后来我因为你跟我拍过戏，我这人是挂脸的，我就觉得他演的非常不好，我其实就挂脸了。但是卡卡已经是2进宫了，我就说那，因为粉丝也想看他，我就说那我得鼓励他呀，我怎么鼓励他呀？
他又不跟我拍情侣戏，我怎么鼓励他？我只能说，我想个办法。我说卡卡，那个拍下一场戏，临时加一场戏，你跟你的 CP，在床上给我亲2分钟。我就让他的 CP 跟他在床上亲了2分钟啊，然后亲了将近10条，总共亲了20多分钟，所有人都在看他俩亲。对，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俩逐渐的就渐入佳境了。一开始他俩还不好意思亲，因为卡卡担心，就是说这个播出来可能不好。我说那个你别管我怎么这，其实我心里我就知道，B 站还有任何平台其实是放不了这个亲的，就是 B 站呢，就是他见到那种亲吻的那个剧情它是播不出来的，所以一定会打马赛克，或者说直接就刷掉。我其实主要的意思就是让他熟悉彼此，所以就这样他俩亲了20多分钟，再往下演的他俩就有默契了。就是这样，所以你压根你就是我就觉得很多演员他演 CP，他没有默契感，我觉得这个只能说靠近彼此，只能靠近彼此，就是一定是这样，所以哎呀，你就是有些东西作为你们来讲的话，你们可能就不懂，你们就害怕了，但我其实没想那么多，我还是那句话，因为演过戏了，演过戏，其实对待这种事儿吧，我能说我不敏感吗？我能说我不敏感，就是对待这种事儿，我一点儿我都不像就是新演员那种就特别哎呀紧张啊、害怕呀、就是害羞啊怎么样，不会。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演戏，其实像龙二演技这么好的，几乎没有，就龙二演技是真的好，但龙二你会发现，其实龙二他也是需要熟悉现场环境，熟悉自己，熟悉这个剧本的，是的，点男模第一次就不紧张，是的，是这样，对你一定要去经历，所以我觉得说，哎呀，我一直都挺愧疚的，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我记得我好像跟你说过，我觉得最主要的好像是我们一个熊片儿，是找的都是熊，前面基本上都挺熊的，后边让你就最后压轴了，压力挺大的，对，就压力挺大的，对，是这样的，就是而且还是角色最不好的一个角色，就是结局应该先后顺序要搞明白一点儿，就是按剧情穿插的好一点就好。如果说让你第2个出现，我觉得会好很多。你不说不知道什么？你不知道什么？是的，是的，我其实我也有一点点对，说咱俩是母女，说咱俩是那个年轻的那个母女，这俩是母女吧？对，那就没那么，就我现在在意的点，比如说别人骂我说，哎呀，白瞎这些演员了怎么样？我这点会惹火我。就是你骂我说别的我都觉得无所谓，就是你一旦跟我说，就是我看到有一个评论说白瞎这些演员是导演导的不好怎么样，我就特别生气。我说演员演的不好，关导演什么事儿啊？你别说，我也挺想演被骂的角色的。字母吧，
被骂其实是有一点点难过的，就被骂其实有一点点难过，就属34岁，中山大学，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是那个到那个味儿了，被骂顺便到那个味儿了，就是还是演的招人恨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咱俩吵架那一段，我觉得演的挺好的，就是咱俩吵架那一段，其实我觉得你演的最自然，对，你不觉得吗？咱俩吵架那一次，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我怎么称呼你啊？这个咱俩认识吗？我只会骂人。对，你其实那段演的挺真的，就是，是这样。我怎么称呼你？这个李 H 不是 LH。怎么骂的来着？谁呀？虎牙是绿泡泡，也在 KTV 见过。不是，你说的是哪个 KTV？广州绿泡泡虎牙，哪个 KTV？我去广州没几次啊，我去广州没几次。34岁，广州 KTV，什么时候？你一说我就知道，你说一说，你提醒我一下，我知道我跟小五，我知道我跟小五，虎牙，那都很多年了吧？那个时候我还买那很多年了，那很多年了吧？那得有5、6年了吧？10年了，有那么久了吗？我在北京的时候，我在北京17年，我在18年、19年，没有5、6年差不多。我跟小五去广州，我大概知道是什么时候啊，加过绿泡泡的虎牙。虎牙，你就叫虎牙吗？就是抖音上你就叫虎牙吗？你不是你微信上就叫虎牙吗？你微信你叫什么呀？改名的，你叫什么？你叫什么？不是，我好想知道你是谁。你34岁，这是你真实的年纪？我跟小五去广州，那也就是18、19年，有照片儿，我看不了照片儿。我看不着照片儿，不是，他主页里有照片儿。
哎呀，这个真的是，哎呦，那个时候，18、19年，对，18、19年，是5年时间，5年时间，你肯定认识钟良吗？看一眼就想起来了，我看不见，我点不进去主页。啊，这儿可以看，快看一下。不行，我得看看他是谁，要不然我这真的。不止，你再说一句话。你说一句话，那个虎牙，你说一句话，我看你头像。不行，无法跳转。进入主页。哎呀，我这个跳转不了，你私密号啊？离你不远，那很久了。钟良是你的好妹妹，对呀，就是应该是，哎呦，我这好想知道啊！你能不能那个？你能不能别那个，别那个私密账号啊？我想看看，我想看看你主页。真气。对，绿泡泡，我担心绿泡泡，我把它删了。我担心绿泡泡我把它删了，或者说他把我删了，所以我就不敢让他给我发绿泡泡。对，那么久可能都，就是，对，你打开一下，不然我想看看你主页。就很好奇呀、我这，哎呦，播好久啊，因为今天那个在跟别人杠，有一段时间你经常跟他一起出来玩儿。广州吗？你说广州是不是啊？我经常跟小五一起出来玩儿，是吧？我怎么觉得18年、19年呢？我就怎么不记得嘞？我记忆当中是18年、19年，然后那段时间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现在也能说啊，就是，那个时候我跟小五在接触啊，对，所以那个我就是他，对，就是他在广州好像那段时间，然后我在北京，然后我就说没啥事儿就看他啊，因为他那段时间，哎呀，就是有一些小问题啊，后来就接触了几天不合适，应该没有经常啊。是你上次见的不是，我说的那个是肌肉男，一个肌肉男小五，
是一个私教的教练，有见过2、3次，是的，啊，那段时间就是真不记得虎牙，虎牙，真不记得了，可能就是山那边，对，都是一起玩的，我知道，就是我估计咱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中粮家里吧。我记得中粮家里边，就是好像有一次在中粮家里边，但具体为什么去中粮家里边我忘了。吃饭是吧？中粮家做饭了是吧？是吧？啊，那个时候中粮还，杨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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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杨琦又是谁？感觉很熟哎。杨琦，不联系会疏远，你一点不丑了。不是，杨琦他家，怎么这么熟啊？说的我真的是，我就觉得你这个头像是不是我见过呀？不是，也，你能不能再透露一下，就是你是做什么的呀？你是做什么的？就我唤醒一下我的记忆，就你那个时候你是做什么的？虎牙，杨琦我也觉得很熟悉。广告。一点儿都不记得了。你头像跟你原来一样吗？诶，我觉得你头像挺胖乎。我怎么不记得有一个这么胖乎的人呢？只好事儿有没有什么爱恨情仇？我应该记住一个小眼睛，是不是你呀？就一个小眼睛，然后总爱笑的一个人，是不是你呀？那个是杨琦还是你呀？哦，那是杨琦吧？哎，记不清了。你能不能不私密啊？我能不能去点你头像看一下啊？我这好奇呀，咱们好奇。我点不开呀，我这个在直播过程当中，我就搜一下啊。杨琦，你能不能点一下？不是，那个 LH，你能不能点一下关注？你能不能点一下关注？你点一下关注，然后我点进去看一眼，行不行？等会儿你再取关也行，或者你发给我，哎，小馒头你发给我也行，对你发给我，不行，我太好奇了，我太好奇了，我。
你私密账号啊你？啊，我记得你是谁了，啊，我记得了，我记得了，我记得了，我一看你这个头像，我记得了，你真的是有虎牙的那个，是不是？我记得了，啊，我一看你的头像我就记得了，你是真的有一个虎牙，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你是你是你，我记得了，我记得了，我记得了，啊，我记得了，咱俩交集比较少，但是我记得你啊，我记得你，但就是杨琪又是谁呀、我肯定是记得你，而且你那个时候你确实有点瘦，还黑，然后你特别像广东、泰国这边的肤色，但是我记得你在是个村儿，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也没有很白，他是尤其的黑，虎牙是尤其的黑，我记得，对，杨琪，杨琪，是，记得，终于记得。真的好久了，感觉你现在有在健身是不是？就我们都就一个胖，就是我们都老了是吗？你好像比我大几岁啊，大2-3岁，1-2岁这样吧。就是我那个时候在你们眼里是一个小朋友是吗？你们会不会觉得说，哎，小五怎么带个小朋友？就有点那个，你懂吧？是哪个？你直说就好了。反正我也不太客气的跟你说话，就不用太客气。就有点那个，你懂吧？什么？你就直说。觉得你苍老，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还比较年轻，是不是？我那个时候在你们眼里是不是小朋友？而且我记得那一年我还挺瘦的，是不是？我又瘦，然后又小朋友，然后你们会不会觉得小五带来一个小男生的感觉，是不是？啊，对，那个时候也有，但是那个时候的状态不像现在啊，现在的状态就是老，跟白头不没关系，现在就是，给人的状态就是比较老气，成熟。Hello，二宝儿，最近好吗，宝儿？猫熊，你最近好吗？你是又失眠了吗？还是刚喝完酒回家？不好，又不好啊！你是刚喝完酒回家吗？降薪了，啊，那我觉得还好吧。你现在工作其实就是不好啊。请问你们还有新剧吗？看未来有没有投资啊？有投资我们就会拍新剧，对，未来看看有没有新剧，有没有新的投资？我们得先有投资，再有剧本。你现在在哪儿啊，毛熊？你现在在上海吗？小茉莉3，小茉莉2都没有呢，小茉莉哪来3呢？2都没出。猫熊，完了，猫熊又喝多了。
猫熊是那个卡卡的那个男朋友，然后我因为跟卡卡一起拍戏，所以就是跟猫熊关系就走得比较近了。然后猫熊我觉得毁灭世界，但我要夸一夸猫熊，就是我第一眼看见猫熊我就觉得长得很好看，就我觉得卡卡这个对象很好看。然后第二点我就觉得哎这么可爱啊，然后又白。然后第三点就是他给人的感觉跟小大夫是一样的，就是那种人畜无害，然后三观比较正，然后又就是这个人就是跟他看他说话，跟他在一起喝酒很舒服的一个状态。直到后来就是逐渐的就聊天聊多了，后来我甚至去上海的时候，然后也找那个猫熊，我们其实相处起来就是真的就觉得这个人就他不害你，而且他善解人意然后值得所有的真诚去对他。然后你当我面儿这样夸好吗？我当你面儿我肯定不能这么夸，我当你面儿这么夸的话卡卡这不好。当你面儿这么夸的话，那你可能就有一点点就是而且我其实会有一点点顾忌，就是因为就是朋友的男朋友就是还是有所顾忌，但是我真心就会觉得说，哎，猫熊这个人很好很好，对，很好很好，就是又上进又懂事儿，然后又长了一个正太脸，头发少了，我怎么不记得？就他上进懂事儿，成熟，又长个正太脸，这你知道这个是怎么？就是，所以哎，你是不是很久没有人夸你了？我夸你就是你会心里好受一点，是不是？挺好的，还是我觉得我眼中的你是这样，我觉得你眼中的我应该是那种上进，买房子了又买房子了，什么第3套房子了，他怎么这么多房子啊？是不是？见面花，什么见面花？你的思想就是我操，见面花，我操，又买房子了这才多长时间？第2套房子？什么？都住别墅啦？对，可能咱俩的那种对彼此的印象不太一样。在我心里我就觉得说，哎呀，好优秀，又好看又优秀，性格又好又优秀但是猫熊，我说实在话我觉得上海那个城市太卷了就是我会觉得太卷了。上海会给人一种泡沫感，就是它跟北京不一样，就是北京它是那种让你有一点点压迫的那种，就是风沙呀、村里呀，就那种感觉。但上海是有一点点就是繁华呀、梦幻呐、复古但是好像自己又剩不了什么东西。我一直都觉得上海，我觉得上海我不太觉得，就是上海不真实，我觉得。
所以如果你要觉得上海累了的话，就是其实你可以换一个城市啊，对，你可以换一个城市。我觉得上海这真的，哎，你要考虑改变哦，就如果说你觉得上海让你喘不了气啊，或者说让你，对吧？其实我更喜欢，就是那些真实的城市啊，它现实就现实，它不要又让你觉得梦想近在咫尺，然后又让你觉得说，哎，繁华泡沫之类的，对，上海我觉得，哎呀，小馒头那个是猫熊，是那个卡卡的男朋友。你见过吧？你是不是见过？见过。猫熊，馒头，是不是见过？一起吃过饭吧？喝过酒吧？我没有，我看过啊，还是直播了一夜。那个留醉于山中，留醉于山中。这个麦克风，我想告诉你来着，叫 MYT， 不是 TYM18， TYM18 TY-M18 啊，对 TYM18 啊，这个麦克风。这个麦克风啊，它下面是一个声卡的一个效果，然后它里边有一个配件，然后插到手机上，然后它就可以就是这样，它就既能话筒，然后又能声卡的一种感觉，啊，这个不贵，别买贵了，200块钱左右，别买贵了，因为有的可能它会莫名其妙，这个200块钱左右，别买贵了，买贵了就不值得，不值得。一麦多用，不能啊，这块有点刮那个刮壁，你给我小心一点，刮壁啊！哎呀，外边是不是天亮了？胡子都变白了。如果一个人他完完全全靠自己的话，他肯定会变白。就是你们能懂吗？一个人的一生，他很多的关键的时刻，然后他承受的一些经历的一些东西，都是自己在一个人去面对的话，他一定会老。不是。其实这不是夸自己，就是操心，操心就是操心。对，如果说就是，那你别夸。对，就是一定会老的。你现在，对，什么深夜做到的？猫熊，你是不是刚喝完酒啊？猫熊，你是不是刚喝完酒啊？在上海啊？在上海喝完酒啊？你在哪儿喝完酒？你天天一个人喝酒吗？在家把自己喝多了，我就佩服你这点。哎，猫熊，我真的佩服你点，就是小馒头，你能懂吗？就是一个人在家自己把自己喝多了，就是他经常干这种事儿，就是我觉得非常奇怪。就是我在家，比如说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心情不好的时候，然后我要是说我心情不好，我喝2杯，
我喝一口我就不想喝了。啊，我喝一口我就不想喝了，因为我不爱喝酒。我喝酒更多的是朋友一起喝点酒，但你说你让我一个人把这一瓶酒喝了，我觉得我图什么？我喝完不难受吗？就是，但是猫熊就是它就能干出这种事儿。我一般就是有那段时间跟猫熊联系的比较频繁，我说你干嘛呢？喝酒呢？3点多，你干嘛呢？喝酒呢？我心情不好，怎么自己就把自己喝多了？就觉得好累，然后他就这样子，他就没事，他就大半夜的就把自己喝哭了，然后，就是这样的，我太佩服了，我真的太佩服了，对呀，我也是啊，我也是，我喝酒纯应酬，或者说朋友之间我喝点酒，放松一下，可以了。但是你让我自己去放倒自己，我不行，我觉得喝完酒很难受，我喝完酒很难受的。行，真行，就这样的人，你这，你都通宵了，是的，偶尔走进去关厕所一下。那么多作品怎么没有对象了？就删除了，就是就是那个隐藏了，隐藏了。留醉于山中，留醉于山中。哎呀，谢谢。留醉于山中，你是周末会陪男朋友是不是？你周末是会陪男朋友的，是不是？所以就不方便看我直播，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我没看到你，你是在忙什么？还是你都来看了，你不说话？我知道我看你直播，然后呢？然后呢？几点了还不睡？一起看呗。然后呢？我等会儿那个天亮了，我遛个狗，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小区，这等天亮了，还能播一段时间，还能播1个小时，天亮了。听说你分手了，我没分啊。听说我分手了，这个谁在传？就是爸爸潘。我是被阴了一下，是听谁说的？对啊，谁在传？谁在传？有人传我的事儿吗？我觉得挺透明的呀，听他自己说的，发的让人误会。我整天听说，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住，他知道我喜欢图图，然后呢？他知道我喜欢图图，然后呢？分入手，没然后就很正常，很正常的，那你给我刷礼物，他会不会觉得说没必要之类的？就留醉于山中，就是你给我刷礼物，他会不会觉得没必要？
留罪于山中，就是留罪于山中。我说句实在话啊，我也真心觉得就是你没必要刷礼物，因为现在抖音呐出了一个功能叫转账。对，对，你就没必要刷，真心的，就是你比如说你转账也没问题，不是抖音真发转账，就是真可以转账和红包了，因为其实我不太在乎那个就是什么直播上要有那个画面之类的，我觉得我觉得让别人给我刷礼物这件事情挺难堪的，对，我觉得很奇怪，你看，就是我直播间里我一直在说别刷礼物，别刷礼物，啊，你要不你就买点东西也行，对，因为我觉得给我刷礼物这些东西纯粹的是，就是算是一种交流，或者说一种，就是一种加进彼此关系的一个小方式，这个小方式你要是刷礼物的话，反而有点远了，你们能懂吗？就什么样的关系是刷礼物呢？那是主播和那个金主之间的关系，就会有一点点远。就是如果说就是你是那种买东西，你就说明白了，你说哎图图，我觉得你的剧挺好的，然后我奉献出我自己的一个力量，然后就算是为剧做一些贡献，就你把话说明白了，其实我觉得这是更暖心的一个行为，比那个刷礼物强多了。那刷礼物你看你又表达不清楚，也加进不了彼此的关系，而且有的时候吧，别人给我刷礼物，我在那块感谢，我就觉得自己好假。但我要不感谢的话，你可能觉得寒心啊。我给主播刷个礼物，他头不抬眼不睁的，对，你就直接就是买东西，多私信交流，我觉得这个比什么都强啊。就我其实，你像有一些人，我其实愿意跟你交流，特别是能交流得了的人。因为直播很多的网友，其实你是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你跟他是交流不了的，因为他的首先他不一定对你认同，第二点呢，你说的他不一定认同，第三点呢，他可能没明白你说的是什么，就是懂的人很重要啊。我表达的够清楚哈。就是朋友之间，就是真正想来往的人，你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不是买这个房子了吗？买这个房子，其实我一直都想，就想着装修的事儿，然后想着装修的事儿，我不可能就直接敲别人家房门，我说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咱们这个装修队你们从哪儿找的？我不能这么说，我觉得这样说的话会有一点突兀，所以我就等待一个机会，等待一个什么机会？就是别人来我家看热闹的时候，然后呢，然后呢是什么？就是别人来我家看热闹，然后我就跟他聊天儿，我就说你是哪儿的吧？怎么样？不管他多大多年纪多老，男的女的，我就跟人聊天儿，聊完天儿，紧接着我就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就拿出茶叶，我特意从深圳家里拿了茶叶过来，那个茶叶其实是之前我买的要送礼的，所以就没送成。后来我一想，远亲不如近邻，而且我要问那个装修队的事儿，我直接拿了2个那个茶叶，分别送给邻居1、邻居2，我就送了以后，装修队的事儿我就很自然就问清楚了。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来有往，然后目标明确，你不能太突兀，或者说你不能表达不清晰，就是
有这个机会有一个桥梁的时候，你就顺其自然的往前走。你一旦就是说你们都搭起桥梁了，完了你还舍近求远了，那你们的关系会逐渐的变得复杂了。你就像刘醉于青山，我跟他是有交流的，而且就是他私信我，他也说过一些特别理性的话，他不是那种特别那个刘醉于青山。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就是跟我咨询了一些法律的东西。他如果说他不理性的话，他不会说这些东西，他也不会问这些东西，而且他其实就像一个朋友的交流。这个时候咱俩都已经是朋友了，完了你咔嚓一下在直播上刷一个礼物，我觉得你是不是有点低估了咱俩的距离，反而就是又把咱俩的距离推成了主播与观众的距离，那就不太对劲儿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刘醉青山这一步其实就可以省了，可以就是直接就私信交流，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就是你刷这个礼物，我会觉得有点远啊，对，因为刘醉青山上一次我那个有法律上的一些问题，然后刘醉青山就问了周边的那个法律的朋友，给我发了将近6、7条关于这个案件的事儿，然后就给我复制出来了，已经觉得很好啊。不用刷礼物啊，我直播间真的不用刷礼物啊，大家就是下一次我带货的时候，大家买货就好了。他在睡觉，对，他在睡觉，就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还是想带点衣服，因为天冷了，完了我自己也要买一些东西，我买完了东西以后，然后就是会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比如说我最近要买一些被子，买一些就是那种毛毯被，然后如果我用的好的话，我就在直播间里就带货。或者说那个我最近要买一些羽绒服之类的，也会给大家推一下。你开酒吧的开的晚上是不是晚上不睡觉是吗？我从12年13年就开始就这样了，啊，跟那个开酒吧没关系，这10几年都是这样的，就基本上都是黑白颠倒。有的时候会正常一些，但是过一段时间还是会变，晚上比白天更谨慎，不想跟别人一样，我一旦跟别人睡觉一样的时间，我就觉得好像自己没什么进步，而且。主要就是这点，就不想跟别人一样的作息，很怕跟别人一样，就是跟别人一样这件事情，我觉得就会有一点点危机感，就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像我，如果说我现在就是说我去找个工作上班，我觉得这是一种尝试。但你要我持续的去找工作上班，我就觉得浪费时间。对，就是我可以认为找工作这件事情上我是一种尝试，但是我大概把这个尝试征服了之后，我就会选择结束。就像我开酒吧也是一样，你看我开酒吧这件事情是一个挑战，是一个执念，我开完了以后，好，我不再去想，我也不再去喝酒，这个就是这种感觉。这个成功失败呀，赚不赚钱呢，这个结果一点都不重要啊。鬼火，你是改名字了吗？鬼火，你之前是叫鬼火吗？
记错了。外面天亮不亮？我看一眼。还是天黑的。我一般守着这个点儿。守着这个点儿是什么意思？你是哪里人啊？他睡眠质量一直都很好。他睡眠质量一直都很好，因为他心里不想事儿，你们知道吧？就是像这种人，我其实就我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心无杂念，对，他心无杂念，就是好像什么事儿在他眼里都不是个事儿，挺好的。广州的啊，那咱俩差不多的时间啊，对，就是就自己不是这样的人，反而会羡慕他，不会觉得说，哎，对，是的，就是你不会觉得这样的人就是挺烦的，不会，你相反你会很羡慕，这多好啊！你们知道，就是每次你看我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我其实都有一个习惯，是什么习惯？就是我跟他在一起睡的时候，我基本上都睡不好。等他起床了之后，我会进入到一个非常深的睡眠。你们能懂吗？就是我跟他一起睡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浅睡眠，然后等他一醒了，我一下就进入深睡眠了，因为我自己盖被子了，然后可以想翻身就翻身，我自己不用别人跟我抢被子了，我是这种状态。虽然说在一起都2年了，这2年我们几乎都没分开过。哪怕第2天赶飞机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我会因为第2天赶飞机而睡不着觉。我经常会因为第2天我要做什么事儿了，然后我就睡不着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我这种人可能就是什么事儿都着急性子，就恨不得今天我知道我要做这件事情，我立马就去做完，然后我才能安心睡觉的那种。一旦让我睡醒一天，我小的时候经常因为过年，我就觉得时间过得好慢，我就经常因为这样，让自己睡，让他同睡。3点起来自己是这样，是这样，反正我是这样的，今晚不睡觉，等一会儿我再睡，等一会儿我遛个狗再睡，等一会儿我遛个狗再睡。对的，是在北京的，是在北京。我其实就会觉得说这个，睡眠这个东西，曾经我逼自己睡觉，然后很痛苦，就很痛苦。我现在我其实就是不逼自己睡觉，然后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然后就是被吵醒了，那我就吵醒，然后
让自己困到大劲儿了，然后就自己就睡。我是这种，就什么时候你别逼自己。我现在睡觉一般都是看着抖音，看一个1-2小时的那种视频，看着看着我眼睛累就睡着了。我一般都是这样，就是什么那个电视剧啊，就看1-2个小时，而且就是越长的剧啊，对，你能看完牛逼。就是1-2小时的东西啊，1-2小时的东西，我通常看了3分钟我就睡着了，因为我觉得它太长了，太长了，所以我就脑子像放电影一样。狼宝你辉哥，你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狼宝你辉哥，我分析一下你，狼宝你辉哥，就你这个名很直男呐，你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我觉得你的名字应该是一个特别大直男的那个名字呀，为什么会这样？就你这个名字跟你不搭呀，你不觉得吗？我都是打开助眠直播，不知道控制不了。你生活当中是干嘛的呀，狼宝你辉哥？你是做什么职业的？你是做什么职业的？助眠的，对，现在是财务，哎呦我的妈呀！你是财务，24岁做财务，是大公司吗？是大公司的财务吗？还是一个男的做财务，24岁？是什么样的财务？刚改的好。你24岁是吧？你做财务，24岁就能做财务？不是，在我印象当中的财务都是很复杂的一个工种。真牛逼！不等了，我去遛狗。我去遛狗，你们跟我一起遛狗吧。困，不逼自己。你看我这个人，就我知道我要熬到天亮，所以我就觉得说，熬到天亮很难受，然后我就困。我看一下小大夫涂的。怎么样？看他涂的，涂了第1遍，就把这个改了，还得涂1遍。等会儿他睡着了，我再涂1遍。哎呀，算了，我先涂。靓仔，你等，Monkey 你等一会儿啊，我先涂1遍。我这手里有活，我就想先干。
靓仔，你等一下啊 ，Monkey。我是不是太简单粗暴了？在刷漆。哎呦天！刷漆。
这是第二遍。第二遍，第二遍，像白天有的是时间，白天不是白天的时间吗？在你们的眼里，你们的白天是我的晚上，所以这个东西，你不能按照你的白天。能懂不？在你们眼里，你的白天就是白天；在我的眼里，你的白天是我的晚上。是的呀，不一样的。气买少了。还得买1罐2罐，还得买2罐。自己装修房子，很奇怪呢，这现在没钱呢。就是现在大多数人都没钱呢，所以就会自己装修房子。对象有福气，我这评论区里边，经常有人说我是爹味儿重。哎，说啥都有。没戴口罩，这个不太熏得慌。这个漆它不太熏的，所以就不用戴口罩。说我爹味儿重，说我不尊重。不尊重对象。我们一起来等天亮好吗？那是啥？啥是啥？管他是为他好，没有那么高尚。什么管他是为他好？管他是我为我自己好啊。你管他不是也为自己好吗？能懂不？哪里好？你管他你自己也省力气啊。你把他管出来了，完了你们以后一起奔小康，
总比你奔小康他不奔，完了你拉着他走强，能明白不？那是栽培。栽培有什么关系？你栽培他是因为你想跟他，就是你想有个人陪你一起进步啊，一起发展。共同进步啊。对，有的人会觉得这是拔苗助长。我这一天呢，对我的争议不断，对吧？这个东西，我认识你的时候还是 QQ 时代，是谁？你认识我是 QQ 时代，然后你在 QQ 时代怎么认识我？哥哥好帅，车 plus， 那怎么没睡觉？车 plus， 你是没睡觉吗？车 plus， 哥哥好帅，你应该比我岁数大吧？啊，到处都有你的图，哎呀，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好看的嘛。刚起床，车 plus， 我记得有一次你在我的直播间里，你被就是你在我的直播间里跟别人吵起来，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那个就是评论不长脑子，就莫名其妙跟你吵起来了？你记不记得这事儿？还是你忘了？妈，我是维护你。我不管什么维护不维护，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长脑子吧，就聊天什么的，交朋友，我觉得长脑子。一些反同的吧，反正一些反同。我是维护你吧，啊，对，谁维护我？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人，你明显感觉到他们是没脑子的。就我愿意跟那个聪明人在一起。车，我觉得长得挺好看的。车长得挺好看，但车有人跟你说，我看你的那个视频了，然后我看你的长相了，我觉得你长得挺好看的。但我能说着我对你的理解吗？我能说着我对你的那个就是了解吗？我看你的那个视频，我觉得你应该喜欢跟你差不多款型的人，你应该喜欢35岁到35岁加的人，然后你喜欢偏直男一点的，就是起码是爷们儿型的，你不会喜欢小可爱的。不会喜欢那种就是，对吧？因为我身边真的，我觉得深圳很适合你。就车，首先你在深圳很吃香，然后深圳都是你的菜。对，就是深圳都是你的菜，你也是深圳人的菜。三木市我知道你是谁，三木市我就觉得三木市我点评你不要生气啊。三木市，我点评你可以，但是你不要生气，可以吗？就是车我点评了，我觉得他不生气。三木市，首先我觉得你是一个肌肉男，我看见你的那个抖音了，我看了啊，练的还挺好的，然后长得，其实你长得就是说没那种大帅哥那种，但是呢，因为你的身材，你其实加了很多分啊。但是呢，我觉得你这个人情商有点低。就我觉得你这个人情商有点低。你的情商低的点是因为一些事件，
就比如说你要龙二微信呐、什么啊，你找我要龙二微信，然后你说什么啊，我特别喜欢他，然后啊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之类的。首先你找我要别人的微信这件事情，我就不能给，其实你应该知道，因为这个是涉及到别人的隐私。第二点呢，你还磨磨唧唧一直在要。第三点呢，你通过我去找别人的，就是那什么，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讲也不礼貌。给你一个小建议，就是说，对，给你一个小建议，就是说，你现在练的已经不错了，包括你的颜值啊，就是起码在中上等以上，就是多去接触圈子。我觉得你现在接触很多圈子接触的少，如果你说你要在 gay 圈接触多了，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情商低的一个表现。啊，同性恋会告诉你，就是说，哎，你这个行为有一点点奇怪，啊，就有一点点奇怪。还有一点，我想忠告一下，就是说，就是你有自己喜欢的博主，这很重要啊，也就是能理解。但是我觉得你要是想进入别的生活，你首先第一点你得了解他喜欢什么样的，你先了解，你多看看他直播或者多看看他的以往的那个视频之类的，你去了解他，你不能贸然的就去接触到别人的生活，会想加入到别人的世界里边，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奇怪。你就想一点，就是你喜欢龙二这个事儿，我觉得单纯的不是说粉丝对偶像的喜欢了，我觉得啊 Sam 是，我觉得你对他的喜欢不是单纯的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喜欢了，我觉得你是有点想进入到别人的生活里边了。但你进入他生活里边，你就一定要知道龙二喜欢什么类型，或者说龙二他喜欢跟什么样的人接触、交朋友、谈恋爱，就这些东西你都要了解，你再去进入到别人的生活里边。啊，就比如说你要知道龙二他或许他不喜欢肌肉男，那你应该以什么的状态或者是什么身份去接触他？啊，这个你要考虑好。能明白吗？只是不是道不道歉的问题了。那你呢？狼宝你辉哥，因为我的记忆力比较好，我记得你一开始在我直播间里的发言其实有点迷，就你的发言让我会觉得你这个人好像不知天高地厚，就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跟之前判若两人。我到现在我都有一点点怀疑，就是你之前发了一个什么言，就是特别自我的那种发言，然后我就对你其实印象不是特别好。后来我就觉得你好像被我说了几句，你天翻地覆的在改变，起码在我的直播间里，我就觉得你整个人的性格都变了。我没记错吧？我没记错吧，狼宝你辉哥？就你之前好像说了个什么，然后我说狼宝你辉哥这种，我就完全我就觉得他有点自我之类的，完你整个就大改变。为什么？刚是有点上头，但是我觉得就是改变，就是性格也太奇怪了吧？啊，改变性格也太奇怪了吧？就你刚开始说话有一点点冒犯，就是有一点点。反正就很奇怪，但是我觉得你改变的也太大了。绿老头有什么特点呢？绿老头有什么特点？绿老头有什么特点？等一会儿天亮了，我带你们出去看一看。我搜一下绿老头。敏感，面具多。行，我搜一下，
INFJ。客人要换上我的右眼，我正好有。INFJ。今天我们通过荣格8维来讲一下逃避之王 INFJ 和性缩力霸主 INTP。INFJ 号称是最难追的人，想让 INFJ 上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你可以很容易得到 INFJ 的身体，但是你很难得到他的心。难追是因为他们对灵魂的要求很高。这个不适合你。性缩力。中的老头，众所周知，在 MBTI 的世界中有且只有3个老头，他们就是 INTJ、INFJ 和 ISTJ。3人中，一个代表着理性，一个代表着慈善，一个代表着秩序。3人共同代表着的是枯燥动物。今天我们终于来讲 ENFP、INFJ， 还有一点点 INTJ。为什么？讲完了，喜剧终于开始用枪了。这不是我刚才。别放客气了。这可能是你能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最全面、最深入的。我之前讲 INTJ 的视频里，我就提到过说 INFJ 是最强的啊，非说能与之对抗的人格的话，那只有一个啊 ENFJ。ENFJ 的视频我下期会出啊，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就之前讲 INTJ 那个视频吧，我发 INFJ 的点有点隐晦，因为毕竟是讲 INTJ 的嘛。那这期我就好好来讲一下 INFJ 为什么那么牛逼啊。所以开始啊，在我们的社会体系之中，或者说别的体系之中，包括不同的体系、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制度，它都离不开人，或者说政治这个东西啊，你也可以说它是自然形成的。哎呀，这个星座好无聊啊，就是讲解的也还蛮无聊的，我都听不下去。来，我给大家听一下 ENTP， 这是我的这个人格。安提的原生家庭是什么样的？安提性格如同多面体，自恋又自卑，既是社交牛人，又时常社恐。高效中伴随着拖延，暴躁却能温和，缺爱的高傲造就了孤独和腹黑的特质。他们的多变很难用一个词概括。总的来说，除非必要，不要和安图辩论。因为他们真的喜欢辩论，且往往能赢。安图的人际沟通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心情、状态，以及是否有面对他人的意愿。他们对情绪价值非常敏感，状态好的时候觉得自己光芒万丈，八面玲珑；状态不好时则只想躲起来。安图的自信来源于对世界的持续思考，他们的思维既有深度也有宽度，常常超越普通人的理解范围。从本质上看，原生家庭更像是提供了性格发展的环境。而安图的核心特质源于对自我和世界的不断反思，他们在成长中知识需求能够被充分满足，通常展现出一种雌雄同体的谐性特质。女性安图的思维常显得更男性化，这让他们给人一种玩世不恭的印象。这说的太准了。他们的内心宽容度极高，懒得为琐事浪费精力。成长中的矛盾与探索，安图从小就展现出对矛盾的敏感。他们可能在年幼时经历祖辈早逝，接触社会阴暗面信息等生活苦难，这些经历虽然对自己影响不大，但却引发了他们对世界矛盾的困惑。他们试图用理智解构情感上的漂泊，尽管知道自己终究不过是路过。这种旅客心态让他们孤独如影随形，但他们依然渴望触摸接近真理的事物，希望为宇宙留下点什么，哪怕千百年后无人知晓他们是谁，却依然会觉得有趣。安图的孩子气并非贬义，从刚会说话开始，他们就敢与父母顶嘴，一句顶10句，甚至在日记本里吐槽父母。他们不会挑战法律，但在朋友间会有些犯贱行为。太准了。底线虽然不高，却知道哪些规则该遵守。与家庭成员缺乏沟通，让他们对亲密关系产生疏离感。安图有自己独特的逻辑体系，认为爱是有条件的，只有达标才能获得。这种逻辑自洽的特质，这个不是鸡汤，就是你真的去了解人格，你就发现这完全是非常准的。大多数安图成长于一个物质资源充足的家庭，父母一方面表现出爱控制却又不管事的态度，另一方面给了他们发展兴趣的自由。
不太限制经济上的花销，但他们也会被灌输资源贫瘠的观念，例如不要乱生病，家里吃不起或不要攀比物质。这种矛盾的教育方式让安徒逐渐形成了小恶魔般的性格特质。早年的社交环境经常发生变化，比如搬家或转学。哎呦，太准了！这些环境变化往往是安徒无法控制的。这种环境的不包容性增加了他们50%的孤独感。哎呦，在溺爱与控制的双重影响下，他们接受到只有优秀才会被爱的观念，是的，从而发展出一种既渴望爱又排斥爱的矛盾心理。在情感关系中，他们通常是回避型依恋，这与父母缺乏共情密切相关。为了减少情感得不到回应的痛苦，他们的理性体爱功能被不断强化。比如，一个心理咨询中，安徒来访者回忆，他的父母故意通过节俭教育让他感受到匮乏感，他从中形成一种观念：被爱需要条件，必须出人头地才有价值。这种思维让他对物品的丢弃产生羞耻感，甚至导致囤积品。填鸭式教育与父母的打压让 Angie 养成了不能对异性有好感，因为这会影响学习；不能任性，因为结果只能是自讨没趣等观念。每件事都由父母权衡利弊后决定，表达的是一种表面的情深意切。安徒的性格在批评与激将法的推动下，形成了强烈的反权威意识。他们成长于一个既管控又放纵的环境，爱是真实的，但被忽悠也是真实的。就像给糖吃又打一巴掌。情感与成年，安徒的薄情并非不爱，而是他们爱的人很少，但被安徒爱上，往往意味着会获得极其深沉的爱。他们物质上的满足给了他们底气和自信，而精神需求上的不足则让他们对情感表达显得谨慎。他们从小在一个外表温暖祥和、内里冰冷孤独的环境中成长，这种矛盾让他们既有骄纵的资本，也有旁人难以理解的悲凉。安徒很少早婚早育，30岁后依然在寻找人生意义的大有人在。他们讨厌束缚，渴望找到完全理解自己内心的人，但同时又不希望被指出自己的弱点。这种矛盾让他们在爱与理性之间徘徊。他们对人类和万物都有普世的怜悯心，既俯瞰众生，又怀抱济世情怀。安徒成长中最大的情感痛点是父母表达的爱常常让他们感受不到真实的情感。父母的控制不是和变化。美凤自己做可以吗？美凤不要自己做啊，美凤自己做不瘦40斤不改名。美凤自己做很容易出现不好的结果。美凤是干什么的？你们知道美凤是干什么的吗？美凤特别是地面美凤，它其实是要求就是它想达到的一个效果是瓷砖一体。它通过就是说美缝合适的颜色去让瓷砖一体，但是因为你自己的力道和你的这个手法，可能会导致了这个美缝它没有那么平整，没有那么平整，你的这个美缝其实就达不到那个意义。除非你就说我这个美缝它不是为了瓷砖一体，那你可以就试着美缝，因为你的美缝可能是就想让缝隙少一点，或者说要求它那个就是出了那个白色的那个效果，或者说让它防霉之类的，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要求就是因为现在很多极简风它都是瓷砖一体，就看不到缝隙，就看着像一块大砖一样，那个其实是考究的那个是考究的，特别是就是按压这块还有这个多少的这块，而且自己选美缝这个事儿吧你要多去考虑一下，就是有的美缝它适合自己做，有的美缝不适合自己做，能明白吗？就有的美缝它其实你自己操作很容易，有的美缝其实它干得很快，它就需要2个人去合作。但我综合来讲的话，我其实不建议大家自己做美缝，特别是要求瓷砖一体效果的这种，你对待极简风要求特别严格的这种，你自己做不行。对，你要说你刷个漆之类的你要说你自己刷个漆的话，我觉得你像门这种改色的这种漆，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也没有人会蹲在那儿就是仔细看你家门。但是地面它是大面积的，地面什么的大面积的
是没睡吗？对，没睡。就 ENTP， 我觉得他分析的非常非常准。首先第一点就是他一定是，他是对这个世界是有反思的，所以就是说 ENTP 就像我们这个星座，我们是不断的对自己反思，对世界有一个反思的，就是我们看到一些人和事儿，包括今天经历的一些人和事儿，我们会在睡之前会有思考。我们不像一般的星座，就是说，哎，这个事儿经过了就经过了，我们是不断的在思考、总结过程当中成长，这个是我们星座的一个特点。第二点就是不对人和事情表现的依恋，其实我们很在意，但是我们不依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经历过一些动荡、一些背叛、一些不好的一些事儿，包括搬家，包括粉丝的离开，包括就是有一些事儿，就是让我们就不太依恋，就是不会表现的依恋，就是不想把这个所谓的这种就是这种单一的性格表露给别人。我们觉得表露自己的单一的性格，其实是一种把自己弱点暴露给别人，对。就这个其实是我们这个星座其实有一点点就是要命的，就是我们不太会就是说，哎，你就像有的星座，他其实是那种就是故意想表现自己憨厚啊，然后是表演型人格呀，就是他故意就是表现出我脆弱呀，但是 ENTP 他是绝对的是那种自我保护的那种状态啊。还有一点就是刚才提到一点，就是雌雄同体的邪恶，就这个点准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 ENTP 会喜欢那个大蛇丸，什么什么那个就是什么兜，就是那个药师兜啊，就是这些反派，我们会喜欢反派，就我们不太喜欢那种就是名人这种角色，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哎呀，太俗了，太假了，人不可能这样。对，我们可能生活当中有这样，但是我们就是我不想做这种人，我会觉得说这种人在干嘛？就是他为什么不做一个邪恶的人？邪恶的人多爽啊之类的。但我们其实内心里就是，就像我们会喜欢那个，就是说，就是我们大多数都站在反派。就是你像我看《火影忍者》，我就特别能理解宇智波一族他们的思维，我是非常理解的。对，就我不觉得他们是变态，我也不觉得他们就是极端。我其实就是会像我们这种星座，就是不是像我们这种人格，我们就知道什么，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上只要有人就会有战争，最好的方式就是催眠，才会没有战争。不可能有那么一天会没有战争，人就是会有战争，人就是会有争吵有矛盾，这是一定的。可能他这段时间不打仗，下一段时间他就打仗了。你就看所有的历史也是一样，分就必合，合就必分，一定是这样。所以就是怎么去让这个世间变得美好，然后不再打仗了，动画片可以，但现实是什么？绝对不可能。就是人，我们太了解这个，对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说这个世界不会和平，不会有那种永远的和平？为什么？因为这是事实的一个数据。就是历史的一个数据，大概在100-200年左右，和平100-200年左右，就会有一次战争。你们自己推算，其实我们现在和平了多久？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和平了多久？你们自己有思考过吗？就你们看所有的历史，就是咱们中国的历史也好，世界的历史，大概就100-200年，和平了100-200年，就大多数都是这样。大概和平一段时间就开始打仗，打完仗又开始和平，和平又打仗，就是5000年也好，几千年也好，就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年代啊是安全的，起码就是大数据底下我们是安全的。
我们生在一个好年代，但我们下一代或者说我们下下一代就不一定了。所以这一定是历史数据，我们对这个社会是有了解的，包括对感情也是有了解的，包括对这个世界是有认知的，所以我们愿意去就思考这些东西啊。就比如说有很多东西我其实都在一些平台就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之类的，确实是这样，你会发现你只有对世界认知了，你才觉得你是有安全感的，就是绝对的那种就是反思派通过这件事情我可能就会想很多，我说就是比如说我们会看那个越南，会看那个就是韩国，就是我们经常会看那种发展史，就我会经常，比如说我就会搜韩国和朝鲜是怎么回事儿韩国和朝鲜是怎么回事儿，然后越南怎么回事儿，为什么我们要抗美援朝，就这些东西看完了之后你就知道了要不然我就不知道，那我就必须得知道，因为我在看那个那个叫长津湖的时候我就看不明白，那我必须得看这个历史我才能看明白，这些东西我其实是非常就是爱看的，包括就是什么韩国什么青瓦台的那个魔咒就是这些总统，就是那个就是韩国的那些总统一些有趣的事情我其实都有了解朴恩惠还是朴什么，就那个韩国女总统她是怎么回事闺蜜怎么样的闺蜜去坑她，怎么去坑她韩国财阀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这种星座会好奇的，是我们这种人格会好奇的。一夜没睡，等一会儿就遛狗就睡了，外面马上天亮了，遛个狗，然后我们天亮了我们就遛个狗，然后就睡觉了。是这样的，就是ENTP 为什么就是说爱辩论，就是这样，就是了解的多。谁爱打呼噜？谁在打呼噜？我家狗，我家2只狗都打呼噜。我家狗打呼噜其实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觉得是随主人，第2个原因就是我养狗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捏鼻子。这俩狗其实我都就是这个小狗，它虽然说这个小狗它已经16岁了，它抱回来的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在家一段时间，我就总捏它鼻子。我家这个大狗我也喜欢捏鼻子，所以它们就会打呼噜之类的。嘿，马上天亮了，快了，我这边已经蒙亮了，但是我想再亮一点，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清晨的，就这个小家，我曾之前路过老街，然后呢？
没敢上酒吧看。馒头，你是干什么的呀？你34岁，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做什么行业的？健身发传单，34岁健身发传单，34岁哦，健身发传单。那你为什么晚上不睡觉呢？你不用发传单吗？你30，那你为什么晚上不睡觉呢？有夜班。夜班，发传单有夜班。网发。哦，好吧，姑且相信你。姑且相信你。怎么那么能熬呢？我要那个遛狗，所以我就熬了一下。请问他是不是缺 WiFi 呢？请问他是不是缺乏非呢？打错了，什么？我31岁依然学习不能上班。什么意思？我没懂，没懂你想表达什么。你想表达什么？我没看懂。考公务员儿。没有背景，考公务员还有背景。你们是说最后一关是吗？你们说的是最后一关是不是？哦，那考公务员儿，我想问一下，考公务员儿不看重最后一关，那能做什么呢？就有没有可能就是考公务员，然后结果没那么重要，然后可以做其他的呢？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有没有可能就是考公务员这个事情会让你获得一些东西？
1月4天不到，就很多人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嘛，对吧？就在我眼里啊，其实我个人会觉得说，你工作稳定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好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曾经我会觉得说，小大夫他的这个工作，在我眼里他不是一个好工作，可能在别人眼里就已经，哎呀妈，太了不起了，这个工作，啊，就是可能就是在别人眼里，哎呀，做医生就在医院里上班太牛逼了，就怎么样？但是我不会觉得，我会觉得说，我一直都觉得说，一个人一旦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环境里边，对，太安逸了，是的，就是你在那个环境里边，如果说你长时间这么待下去，你整个人废了。一定一个人是在各种不太安稳的一个环境之下生长，他才能会说有什么呢？就是有进步啊。有成就啊，或者说有能力啊，就是这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们记住，任何一个工作它都不是长久的，它任何一个工作都不是长久的。你无论是公务员也好，那公务员他也不会就是说裁员嘛，减人嘛，对不对？就是我不太喜欢那种安稳的人生，因为我觉得这个不会的。你们觉得不会吗？公务员不会，你们觉得公务员不会吗？不会。公务员不会，他们说公务员不会就是取消这个岗位，你们觉得不会？你们觉得不会啊？以我粗浅的认知啊，就是以我粗浅的认知是会的，以我粗浅的认知是会的，就是你们的理解是不会的，是因为你们可能没碰过这种东西。就以我粗浅的认知是会的，你粗浅了，哎呦我天，对呀，就是韩大爷就说的，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会被调岗是不是啊？那不就是那给你调一个不太好的岗，或者说不太喜欢的岗，那怎么办呢？这就是你们觉得不会，我觉得会的一个主要原因。就考公务员这件事情真的有那么好吗？就是你们要思考一下，它不是铁饭碗，我个人会觉得它不是铁饭碗，那不影响发工资。就是我就又要跟你们杠上了啊！一个你不喜欢的工作，他给你发再多的工资，你还会喜欢吗？或者说一个本来你就不太喜欢的一个单位，然后他频繁给你换，好不容易你适应了这个岗位，然后又给你换了一个其他的岗位，你真的会接受吗？就是你自己的人格去哪儿了？就我每次都要跟你们杠这些东西，体制内还好，体制内真的那么好吗？